你来思游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自己坦白，我留你个全尸。沈先生，你信不信玄学啊？你该不会想告诉我，我有什么劫难必须娶你才能化解？从沈修锦的表情来看，他明显是不信这套的。我来思游园是为了你，我爱慕你很久了。亲妹妹怎么了？谁不知道你这个妹妹是天煞孤星命？她3岁就被送到山上去了，17年没回来。现在你爸妈出车祸死了，她就在这个节骨眼突然跑回来装孝女，说不是为了争遗产，谁信呢？你小声点儿，瞧瞧她听得见。正好，我就怕她听不见。丑话我说在前头，这栋别墅是你爸妈留给我们的婚房，现在苏家的公司又快破产了，外面欠了一屁股债，我没让他倒贴钱就不错了。还想分遗产，门儿都没有。他在家里白吃白喝7天了，这钱我还得跟他算呢。你说什么呀？那是我亲妹妹，你真要算钱，我给你。你拿什么给？你一个家庭主妇1分钱不赚，吃的喝的哪要不是花我的钱？他在苏家只生活了3年，母亲产后抑郁，将自己锁在房间里，无论他哭的声音有多大，母亲也不曾看过他一眼。父亲对他也并不喜欢。苏倩比他大7岁，会哄他睡觉，会给他喂饭。苏乔想到万鹏那张看似老实端正，但实则眉眼藏邪的脸，这男人心术不正，恐怕算不得良配。可日子到底是人家小两口的，他说到底也只是个外人。天一亮，苏乔就起身离开了苏家别墅。其实他这些年在山上偶尔给人算命指点迷津，也存了小几万块钱。但是3天前，他那存钱罐跟他那抠门师傅一块消失了，就给他留了一封信。信上的第一件事便是让他回家吊唁双亲，第二件事，徒弟，你命格奇险，至阴至寒，注定活不过20岁。让为师算到你跟沈家二爷沈修锦气运相连，同生同哭。沈修锦今年命里有一场生死劫，你得跟他成婚，护他平安度过，你才能活下去。师傅虽然平日里四六不招，但是他能掐会算，他窥天明通命术，还从来没有出过错。苏乔也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今年开始变得弱了。他如果出事，姐姐怎么办？他不想死。这些年老人假摔讹人的新闻层出不穷，但是苏乔在山里一来没通网，二来他们修道之人有规矩，对待老弱病残孕者不能见死不救。小姑娘，我看你也不像是有钱的样子，别管这闲事了。就是，你看人老太婆穿金戴银的，估计都活够了。待会儿家属来了，小心他们讹死你。他跪在老太太身边，仔细检查一番后，苏乔将人小心放平，取出布袋里的针灸包，银针利落精准地刺进老太太身上的7个穴道。别怕，我会医术，您不会有事的，而且您是大福之人，会长命百岁的。这不是安慰的话，是实话。这老太太的面相既富且贵。针扎进来以后，老太太身体的疼痛感顿时就缓解了不少。此时救护车赶到，见老人家的情况已经稳定，苏乔起身准备离开，可手心里却突然被塞了什么东西。这玩意儿看着就贵重，苏乔自然是不收的。他正要还回去，可谁料老太太两眼一闭，人直接晕了过去。让开让开！算了，找沈修锦要紧，这玉镯还是先好好收着，日后再还吧。苏乔怕放在布包里磕碎了，干脆将玉镯直接套在手腕上。一群废物，老太太都能看丢。沈先生，老夫人她偷偷藏了安眠药，把护工给放倒，又把医院的火警预报器砸了，弄得一团糟。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就不……这么说，是怪老太太了？不，沈先生，都是我们医院失职，我们已经在找了。奶奶要是少了一根头发，
我拆你一根骨头。二爷，有个女人挡住路了。这显然又是一个为了引起他注意不择手段的女人。他嫌恶地皱了皱眉，沈修锦目光一顿，他注意到这个土包子手上的玉镯。沈修锦原本有些躁意的脸瞬间就冰到极点。男人骨节分明的大手一把攥住他戴着玉镯的那条手臂，将玉镯直接剥了下来。你是哪来的土匪啊？把东西还给我！土匪这个词恐怕10年前就没有人用了，更何况他这张脸3天2头的上新闻版面，整个地城就没有不认识他沈修锦的。想用这种白痴套路吸引他的注意力？这玉镯你从哪儿偷的？老太太人呢？我苏乔从来不干偷鸡摸狗的事。男人掀起眼皮，眼底杀意毕露，他猛地出手，一把掐住苏乔的喉咙。这男人是暴力狂吗？上一个想利用老太太接近我的女人，被我剁碎喂了狗。你最好老实交代，我也许能给你留个全尸。他不动声色地将手伸进布袋里，摸到了银针。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二爷，找到老夫人了。二爷？他又是从私幽园里出来的，这男人恐怕就是他要找的沈家二爷沈修锦。苏乔默默地将刚刚摸出的最大号银针又塞了回去。把人照顾好了，我马上就到。你就是沈修锦，沈先生吧？果然是在装清纯。怎么，现在又认识我了？沈先生，老太太是突发性心急，我当时给她施过针，人暂时不会有事的。但是想根治的话，最好是24小时之内再施一次针。把人给我关起来。哎呀，我说了我没事儿，你们别拦着我。我现在要去找我的救命恩人，那是老天赐给我的孙媳妇儿。老夫人，您现在不能乱动。奶奶，您最好听医生的。二爷，老夫人她没什么大碍，但需要安神静养，好好调理。既然要静养，你还留在这里啰嗦什么？病房内就只剩下祖孙2人了。疗养院住着不舒心，您随时可以打电话通知我，接您回家。为什么又要闹这么一出？您心脏不好，要是在路上出现什么意外……呸呸呸！你少咒我！这辈子看不见你结婚生子，过上正常日子，我死不瞑目。你要是真为我好，赶紧给我找个儿媳妇，生个大胖曾孙。我说了，除了结婚的事，别的我都能依你。我答应你父母，要好好把你养大成人。可你现在一心只有工作，冷酷无情，罢了，都怪我，是我没照顾好你。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儿啊？我还是死了算了。到了下面见了你父母，我这把老骨头再跟他们赔罪。奶奶，别闹了。只要您不闹，下次您怎么安排我相亲，我都配合。真的？奶奶也不逼你相亲了，你就给我直接结婚。奶奶，我已经找到了心目中的孙媳妇儿了，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她人美心善声甜，还会医术，跟你特别的般配。老话说得好，救命之恩以身相许，你就替我许了吧。行，都听你的。不过你的救命恩人没留下任何线索，找起来怕是需要些时间。不用花多长时间，我昏迷前特地把你送我的那个玉镯给那个姑娘套上了，那镯子天下无双，上面还有我们沈家的暗纹，一出现就能被认出来。沈修锦表情诡异地僵了一下，脑海里闪过苏乔的身影。我现在就去找人，您先好好休息。那你可快点啊，待会儿找迟了，我孙媳妇儿再被别人拐走。放心，没人能拐走。二爷，说，地下室里关着藏獒的机关，不知道被谁打开了，那个苏小姐还在里边。这要是不快点，苏乔那小身板怕是被啃得骨头都不剩啊。沈修锦黑眸幽沉，
薄唇勾起一抹残忍玩味的弧度。他转身直接去了监控室。二爷，真的不用关掉机关吗？不是装神弄鬼吗？还会医术？他倒是想看看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他雪獒的牙硬。只见那3只雪獒在朝苏乔飞扑而去，气势凶猛，而苏乔根本不躲，他那纤细苍白的小手在空中捏了个诀，一股无形的气波在空气中荡开，横扫向3只狂躁暴力的雪獒。那3只凶兽竟如同被束缚般停在了原地。苏乔手势横转，同时嘴唇轻动，无声飞快念着法诀：天门常开，无令暂行，息于根，护于心，魂兽自斗。哼！就在他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3只猛兽咆哮着嘶吼着斗成一团，互相攻坚。苏乔就站在旁边，冷静地看着这血腥的一幕。这3只雪獒已经被训练成吃人的猛兽了，如果不是他及时自救，现在被他们撕碎分食的就是他自己。住手！你到底是什么人？只见苏乔先两眼一闭，直接就晕了过去。半路上，苏乔就醒了。他多年前大病一场之后开了天眼，但每次使用灵符，身体就会变得异常虚弱。他平时的时候一般要昏睡上3-4个小时，可这回居然10分钟不到就醒了。但是苏乔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因为沈修锦的怀抱是暖的。自从开了天眼之后，他就再也不曾感受到人类温度了。此刻的沈修锦对他来说就像是寒冬里的取暖器，他贪恋着他的温暖，甚至无意识地往男人怀抱深处钻了钻。他将苏乔抱进一间卧房，放在柔软的大床上。还不行吗？哼，小东西还挺能装啊。既然昏迷不醒，那就杀了喂狗。我醒了，我醒了，我醒了。看不出来你还会驯兽啊。你来思游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自己坦白，我留你个全尸。沈先生，你信不信玄学啊？你该不会想告诉我，我有什么劫难必须娶你才能化解？从沈修锦的表情来看，他明显是不信这套的。我来思游园是为了你，我爱慕你很久了。爱慕我很久了。来，展开说说，何时何地发生了何事，让你对我倾心到不惜上门找死？从面相上来看，沈修锦亲缘极淡。诡异的是，他能算到沈修锦亲缘淡薄，应该是双亲早亡，其他的他竟一概算不出来。苏乔不免有些诧异。编不出来？沈叔叔和伯母在世的时候，跟我师父交情很深。你不知道我，但是我看过你的照片，很早就听说过你了。沈修锦眼底充斥着嗜血的暴力。上一个敢在我面前提我父母的人，我挑断了他的手脚筋，把他骨头一根一根敲碎。看来你也想试试。二爷，管家福伯在此时匆匆推门进来，被眼前的一幕惊了一下。滚出去！二爷，是医院那边打来电话，说老夫人她病情突然恶化，需要即刻动手术的话，请您过去签字啊。沈修锦听到事关老太太，转身就要走。沈先生，我能救老太太。我凭什么信你？老太太目前的身体承担不了动手术的风险，我有办法救老太太。要是我做不到，你再杀了我也不迟。她学着琼瑶剧里的悲情女主，咬了咬下唇。我知道老太太对你很重要，我喜欢你，就不想让你难过。喜欢她，不想让她难过？哼，这拙劣的演技。见老太太之前，你得准备一下。瞅到我眼睛了。行，他忍，等忍过这一年，他苏乔云清观第一神婆最强玄术士，势必要让沈修锦这个臭男人跪下承认错。滚出去！别来害我！别害我！快滚！二爷，
我们检查发现老夫人脑部有一团阴影，推测应该是瘤块压迫了脑神经，导致出现幻觉，最好动手取出来。苏乔却看出那团缠绕着老太太的黑气，看来是有人给老太太中了煞，极其险恶的凶煞。他取下布袋，一样一样的往外掏装备，同时头也不回的吩咐：都出去，把门带上。众人都齐刷刷的看向沈修锦，在等他的意思。此时桌上的老太太忽然两眼翻白，浑身痉挛性的抽搐起来，双脚居然虚虚离地。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就连一向对鬼神之论嗤之以鼻的沈修锦也怔了一下。苏乔看得清清楚楚，是那团黑气掐住了老太太。不想她死的话，都出去！苏乔扭头厉声喝道。满场的人被苏乔陡然暴涨的气势镇住。沈修锦一挥手，医护人员和保镖们连忙退了出来。我给你10分钟。沈修锦吐出这一句，转身离开。刚才发生在老太太身上诡异的一幕，在场10几双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绝对不是眼花幻觉能解释的。二爷，这是那位苏小姐的资料。沈修锦伸手接过，一目十行地扫过去。听说这苏乔是天煞孤星转世，她出生那天，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4个老人同时过世，而她母亲也一病不起。苏家生意开始走下坡路，直到她3岁被送走，苏家的情况才有所好转。直到7天前，苏乔又回到了帝城，就在她回来的前一晚，苏家父母车祸，双双去世。唐毅越说越觉得后脊背发凉。二爷，这女人邪门得很啊，出场就得死人。她现在貌似又盯上您了。你觉得她能克死我？二爷，这邪门的事儿咱还是宁可信其有，小心点好。他话还没有说完，苏乔走了出来，黑黢黢的脸衬得嘴唇越发苍白。老太太没事了，我去洗把脸。说完，他直接走向洗手间。纤瘦的背影看上去像一片薄薄的影子，风一吹就能倒。沈修锦淡不可见地皱了皱眉。只见刚才神态疯癫的老太太现在已经躺在床上，脸上也恢复了血色。阿锦，我这是怎么了？啊，没什么，您休息一下，待会儿我让医生进来替你检查。他眼角余光瞥见地上的水果刀，刀尖沾血。苏乔掬了几捧冷水，就着洗手液洗掉脸上的黑粉，露出他那张苍白绝美的小脸。凭借他的本事，对付那些邪祟也是小菜一碟。只不过他今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先前对付3只雪獒又耗费了灵石，身体太过疲惫，倒是让那些凶煞本体抓住机会从窗户逃了。幕后的人肯定还会再来，到时候他再一网打尽。苏乔体内寒意肆虐，要命的疲惫感袭来，每次过度使用灵石，身体就会陷入虚弱的状态，他就需要重新吸收灵气才能尽快恢复。大都市喧哗俗闹，天地灵气极度匮乏。想起不久前他情急之下吻上沈修锦的画面，在亲上沈修锦的那一瞬间，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灵力源源不断地涌入体内，四肢百骸都跟着暖了起来。沈修锦一个吻对他的加成，比在福居洞闭关3天都来得强烈。苏乔忍不住伸手去抚摸自己的唇，他好想再感受一次。你在回味什么？男人低沉的嗓音冷不丁地响起。沈先生。沈修锦就靠在门边，皱眉看着他，有股无声的嫌弃。但苏乔在这方面的钝感力极强，他笑眯眯地凑上前。我在回味之前吻你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这女人的段位太高，用最无辜干净的表情跟他调情，还是真就是傻白甜一个，撩而不自知。沈修锦伸出手，将他的脑袋推开了一些。老夫人已经醒了，医生再给她做检查。既然老夫人没事了，你现在有没有开心一点呢？他一边问
一边又往沈修锦的身边凑了凑，哪怕是亲不到，离他一近也能感觉到被暖意笼罩，灵力回升的感觉。还是头一回有人问他这种问题。开心？谁会在意他开不开心啊？沈修锦避开他毫不掩饰的炙热目光，注意到苏乔还在流血的手。不处理伤口，你想死？沈先生，在沈修锦要松开的时候，苏乔连忙反握住他的手，像只可怜巴巴的小狗一样。我好疼呢，你这么握着好像好一点。沈修锦最后亲自给他上药。我下手不会轻。苏乔眼睛就没有从他身上离开过，他笑眯眯地摇了摇头，活像个恋爱脑晚期。没关系的，只要是你给我上药就不会疼。这样挨着他比什么止疼药都管用。身为助理的唐毅在旁边觉得自己是多余，这苏小姐看自家二爷那满眼欢喜的样子都快溢出来了。等等，他不会看上谁死吧？唐毅被这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吓得一激灵。二爷，老夫人吵着要见您，说有急事要跟您说。知道了。沈修锦起身的同时，苏乔也跟着站了起来。坐下。哦。苏乔乖乖坐下，满脸不舍。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虽然抱不到亲不得，但是能近距离的靠着他，苏乔就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在渐渐恢复力气。这小女人是真不知道矜持2个字怎么写吗？她的流利池啊。苏小姐，我们二爷向来对女人没什么兴趣，更不会喜欢你这一款，你还是识趣一点。你叫唐毅是吧？苏乔侧目看他，跟刚才面对沈修锦时是完全不一样的神色。他淡漠清冷，轻飘飘的一眼扫过来，有种说不出来的压迫感。你们二爷我跟定了，至于他对女人还是对男人有兴趣，我都无所谓。我劝你还是操心操心自己吧。他轻轻眯起那双好看的狐狸眼，端详着唐毅，眼底淌过一缕不易察觉的幽光。今天别在外面看热闹，还有这个平安符你贴身带着。我不。唐毅张嘴想要拒绝，却看见黄纸上朱砂化成的符箓在阳光下荧光一闪，眨眼之间就消失不见了。他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心里也愈发瘆得慌。唐毅轻咳一声，伸手偷摸取过符纸，反正这小玩意儿也不占地方。阿锦，我刚刚昏迷的时候，好像又听见之前救我那姑娘的声音了。你是不是找到我的救命恩人了？您听错了，有消息我会立刻告诉您。我看电视里的霸道总裁要找谁，立马就能把人找到，还有个叫龙傲天的特别厉害。哎，都是当霸总的，你跟人家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很好，待会儿就让人把老太太房间的电视给拆了。我的乖孙媳生得那么好看，在外面太不安全了，你要是不抓紧把人找到，哼！老太太嘴一撇，扭头去看窗户，意思很明显，没了孙媳妇儿，她就跳楼。沈修锦脑海中闪过了苏乔那张精致绝美的小脸儿，还有他直勾勾盯着他的时候那双欣喜满意的眼睛。就在沈修锦转身打算离开的时候，他注意到老太太的枕头底下露出一角黄色的东西，只见纸上行云流水，画着一串暗红色的符箓。那不是朱砂颜料，画符用的是血。沈修锦推门进来，就看到苏乔趴在椅子上缩成一团睡着了。他人本来就娇小纤细，此刻蜷缩成小小的一团，看上去就像只柔软的小猫。一股暖意随之在空气中漫开，朝着苏乔徐徐渡来。他嘴角禁不住翘了翘，内心已经开始期待沈修锦温暖的怀抱了。再装，我就让你这辈子都醒不过来。臭男人，但是他人设装就得装到底。苏乔做作地伸了个懒腰，一副刚被吵醒的样子。沈先生，你回来啦。这演技
跑个龙套都嫌业余。但是他见到他时，眼里仿佛能开出花来，这份开心却又不像是装的。沈修锦还是头一次觉得看不透一个人，这种捉摸不透的感觉让他心生烦躁。你到底是什么人？沈修锦取出从老太太枕头底下发现的那张黄符，面色不善。我就是传说中的天煞孤星，丧门星，刚出生就克死家中长辈。3岁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父亲没有送我去医院，而是开了很远的车，把我丢到路边，想让我自生自灭。可惜我命不该绝，被师父救走，带回山上，一住就是17年。没有同情，没有怜悯，也没有避之不及的厌恶。所以你就成了神棍？不是神棍，是法门玄术师，我超级厉害的。在他面前卖弄风情的女人他见多了，装神弄鬼的这还真是头一个。沈先生，沈老太太被人下了非常阴邪的凶煞，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我留下的符箓能够保护老太太的周全，我还在老太太脚踝上绑了一枚铜钱，万万不能摘的。好温暖呐！想被剁了？沈先生，我说的都是真的，老太太需要我，而我不能离开你，没有你我就会死的。这些话你对几个男人说过？那当然只有你一个啦。但凡有其他男人能保住他这条小命，鬼才愿意死乞白赖地跟着这座阴晴不定的冰山呢。沈修锦移开了目光，油腔滑调。见他转身要走，苏强慌忙地去追。沈先生，你等等我！然而猛地一下子站起来，又犯了低血糖。苏乔顿时就眼前发黑，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朝前扑了下去。沈修锦的一只手有些狼狈地拉住腰间的皮带。放手！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脚麻了。刚刚处理好工作赶来的唐毅就撞见了如此诡异的一幕。小神婆跪在自家二爷的两腿之间，而二爷正在系皮带。这在医院里门都不关就这样。没想到一向不近女的二爷，这玩起来居然玩这么的。等苏乔从地上爬起来，沈修锦的背影都在3米开外了。他起身就去追，从旁边转角冲出来的人影，正好他撞了个正着。对不起，对不起，小乔，你怎么在这里？是不是哪不舒服？只见苏倩右边的脸颊红肿着，上面还有好几个清清楚楚的巴掌印。自己被打成这样，还在关心他。我没事。你身上的伤是谁打的？万鹏吗？不等苏倩回复，苏乔掐指算了算。原来不是男的，是个女人，而且还是个老女人。你婆婆啊？小乔，你怎么知道？走，带我去见你那个老太婆。她原本以为自己离开家对姐姐会是一种保护，但是看来她错了。姐，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沈先生，我现在要跟我姐回去一趟，可能要离开你几天。这根红绳我从来不离身的，现在送给你，你带着它，它可以替我保护你的。沈修锦当然不会信，更不打算接。沈先生，你就带着吧，你要是有什么3长2短的，我就活不下去了。苏乔一边认真地念叨着，一边麻利地将红绳套在沈修锦的手腕上，同时默默念了个诀。好啦，等我忙完我姐姐的事情，我就会马上飞来你身边的。沈修锦目光落回到手腕的红绳上。红绳保平安，这么老土的东西居然还有人信？神经病！这玩意儿绑得特别紧，根本就摘不掉。二爷，那个苏小姐虽然看着神神叨叨的，但好像特别关心你，而且您似乎也不怎么讨厌她。怎么，你很了解我？对不起，二爷，是属下多嘴了。人抓到了吗？之前攻击苏乔的那3只血獒是被人故意放出来的，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动手脚，胆子倒是不小。已经审问过一轮了，但嘴巴很硬，
嘴硬。哼，把人送去1号公馆。小乔，你是不是没吃晚饭啊？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啊。那你想吃什么？我们先去吃饭。我们去吃面吧。好。苏倩一口应下，心里稍稍松了口气。她现在的卡里就只剩下几十块钱了，要是苏乔真想去饭店，她只能找人借点钱。苏乔的确是饿了，一口气吃了4碗面，这才放下筷子。还疼吗？不疼了，你给的那个药贴很有效。还手了吗？什么？你那个恶婆婆用开水烫你，别告诉我你没有还手。她也不是故意的，是我不小心打翻了热水。结婚这么多年，跟婆婆刘桂芳时不时的会发生一些摩擦，苏倩都忍了下来。毕竟家和万事兴，这刘桂芳又是长辈，如今自己的娘家已经没了，如果想要好好的过日子，只能对刘桂芳忍耐一些。苏乔沉默地看着姐姐，她今日煤气照顶，破财伤情不说，接下来还有大灾。姐，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告诉我的，我帮你解决。20岁的小姑娘离开家连顿饭都吃不上，能帮她什么？你有这份心，姐姐就很感动了。明天我去找个老同学，看看能不能给你安排一份轻松点的工作，1个月挣个4、5千也好，至少能保障你的基本生活。山下挣钱这么难吗？他在山上帮人算一卦就5000起步了。当然了，我也算是名牌大学毕业，但一毕业就结婚生子，当了家庭主妇。现在我要重新去找工作也很难。不急，送钱的来了。什么？你们又来干什么？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们了，这事跟我妹妹没关系。万太太，你老公万鹏今天下午又赌了几把，现在连本带利总共欠我们5000万。他为了保命，把苏家别墅抵给我们了。现在他躲了起来，跟老子玩失踪。万太太，我就只能找你要房子了。不，这房子我绝对不可能给你们，那是父母留给他最后的遗产。那没办法，我只能带你回去慢慢聊了。还愣着干什么？小乔，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人，你们可真要脸。不想死的最好别多管闲事，赶紧滚！小乔，你快走，他们不是好惹的。别怕，我来解决。看来你是找死了。黄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还知道你作恶太多，殃及后代，导致你老婆这2年3个孩子胎死腹中。刀疤男脸色彻底变了，一个初次见面的小丫头片子不可能清楚这种私事的。我劝你最好现在回头多做善事，否则你这第4个孩子也保不住。想唬我？你还嫩了点儿，我老婆现在根本就没怀孕。他话音刚落，兜里的手机就响了。老婆，老公，我怀孕了。你说什么？我这几天肚子不舒服，今天来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怀孕了。老婆，这事儿你告诉其他人没有？你胡说什么呢？我刚拿到结果，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了。老婆，我回去再说。小神仙，我刚才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一旁的苏倩都看傻眼了。小神仙，只要你能帮我保住我老婆肚子里的孩子，我做什么都行。他已经丢了3个孩子，这第4个孩子他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乔淡定地勾了勾手，让他起来。我可以帮你，但是我的安胎服可不便宜。多少钱我都愿意给。安胎服每张5万，1张能保1个月。我要10张，我现在就给您转账。姐，收钱。哦，这也太离谱了，她这个妹妹到底是什么人物？小神仙，钱都汇过去了，能给我安胎服了吧？别急呀，还有件事儿，万鹏欠你们那5000万。小神仙，这5000万我要是收不回去，我老婆就得大着肚子替我收尸了。我的意思是，冤有头债有主，谁欠你的钱你就找谁还。那个万鹏他妈的跟成了精的泥鳅一样，溜得比谁都快，我实在找不到人啊。榆林街盘山路那边房子没有几栋，你好好找找。多谢小神仙。不谢，
算一卦5000，转账吧。姐，钱都收到了吧？小乔，你老实告诉我，那个流氓头子的信息你从哪儿偷听来的？合着流氓都信了，他姐还以为他是骗子呢。姐，其实你那个安胎符，什么作恶多端报应到下一代的说法，一听就是电视剧里江湖骗子那一套。你姐姐我好歹是大学生，当然不会被那些神神鬼鬼的那些骗过去。我不管你是从哪儿偷听到的信息，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在被皇上发现之前，你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要不，你还是离开帝城吧。他姐姐宁愿相信他是个骗子神棍，都不肯相信他是能掐会算，不是普通人。别担心，他不会发现的。皇申他老婆之前去山上的庙里拜过菩萨，我跟他聊过，也见过皇申的照片，也知道他流产了3次。至于他老婆这次怀孕，我刚刚在医院凑巧碰见他了，看他症状反应像是怀了的，就随口一说，然后就猜中了。原来如此。这个解释苏倩果然接受了。你这丫头也真是胆子大，得亏你运气好。是啊，我运气真好，反正那些人短期也不会找你麻烦了。姐，你还是抓紧时间跟万鹏把婚给离了，以后就不用管这些破事了。小乔，你不懂，离婚没有那么简单的。其实万鹏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很爱我，也很爱我们的女儿佳佳，我们大学就在一起了。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今天上午那伙人找上门的时候，他躲了起来，等他们走了，他跪在地上跟我磕头，说他会改的。我把我手里公司的股份都转给他，让他卖了些去还债，没想到他又剧毒。姐，你还有我呢，离婚吧，以后我赚钱养你。小乔，苏家已经没有了，万鹏他不只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家人，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一家人要同舟共济，我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推上死路。只要他能改过自新，钱的事我愿意跟他一起想办法。果然，渣男背后一定都有一个傻女人。看来想让姐姐彻底死心，还得让她看清万鹏的真面目，被伤透了才行。沈修锦微微皱了皱眉，抬眸，前方拥堵成一团。二爷，我去看看什么情况，能不能尽快通行？这条路是通往1号公馆最快的一条。我去，太惨了吧，4辆车追尾。哎，不知道车里人怎么样啊？唐毅冷不丁地想起苏乔的警告，今天别在外面看热闹。追尾事故中，最后那辆车突然发生2次爆炸，火舌窜了起来。唐毅后背渗出了冷汗，他忽然察觉到口袋里有些微微发烫，只见上面朱砂化成的符箓在他眼前褪色消失了。哪里是什么神棍啊，分明就是活神仙。唐毅咽了咽口水，转身快步钻回到车里。二爷，小神婆跟你的红绳你还是好好带着吧，我觉得她好像有点真本事。小神婆？怎么你现在成了她的信徒了？男人语调漫不经心的，周身杀气却极为严重。绝对没有，我誓死效忠二爷一个。另一边，苏乔抬头，目光落在楼上一扇亮着灯的窗户上，完全就是一座阴宅。人在这儿住久了，容易阴郁成疾，丧失生气，会折寿的。姐，这个地方不能住人，明天我们换个好地方住。那笔钱不能动，万一那个皇申识破了来找你麻烦，我们还能把钱退回去。小乔，我婆婆人比较泼辣，说话也不太好听，但心地还是不错的。我跟万鹏谈恋爱那阵，她对我很好的，可能现在年纪大了，脾气也大了，你待会儿听见什么别都往心里去。能养出一个软饭硬吃的渣男的人，又会是什么好东西？唐婶儿，你是不知道我那个肚子不争气的儿媳妇儿有多没用，给我生不出孙子就不说了，她连自己老公都管不住，跑来哭啼啼的跟我说我家万鹏在外面赌博欠了债，他要是有本事能把男人伺候好哄好了，我家万鹏至于压力大到跑出去赌钱吗？我骂了他几句，他就敢顶嘴，我就给了他2巴掌，他倒来劲儿了，还要死要活的跑去医院。
想当年大鹏他爸活着的时候，打得我满脸是血，我还不是擦擦脸，继续给他们一家老小做饭伺候他们，哪儿好意思跑出去让外人看笑话？哼，怕啥呀？现在他爹妈都死了，谁还当他千金小姐？反正人也没地儿跑。哎，我说你正好趁这个机会，看他有没有藏私房钱。你们说够了没有？要死啊！走路都没声的，想吓死谁呢？怎么又带了个赔钱货回来？哼，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呦，小倩呐，这是你那个妹妹吧？哎呦，你要不说呀，可真看不出来是从山里来的村姑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多大了？有没有她男朋友啊？这小脸可真嫩呐。哎呦，就是瘦了一点。转过去，让婶子看看这底盘结不结实啊。堂婶，这是我妹妹苏乔，刚不过20岁，还小着呢。20岁可不小了啊，都能领证结婚了。小倩啊，你可别怪堂婶说话直啊。你这妹妹当初可是人人嫌的灾星，如今一没文化二没本事，只有趁着年轻找个好人家，卖个好价钱才是真的。对呀，小倩，你总不能照顾你妹妹一辈子吧？替她找个好婆家才是正事儿。堂婶她那个堂弟特别有钱，你妹妹要是能嫁给他，后半辈子都能当富太太了。妈，你在胡说什么？堂婶的堂弟都快50岁了，给小乔当爸都绰绰有余。我说小倩，你这话说的，年纪大点会疼人呐。要不是看在我和你婆婆的交情上，你以为这种好事儿能轮到你妹妹啊？那你怎么不让你自己女儿占这个大便宜啊？你说什么呢你？想让我女儿乱伦呢你？没教养的东西！今天我就替你那死去的爹妈好好的教育教育你。哎呦，痛死我了！你快放手啊，你这个小贱蹄子！桂芳，你他妈快管管这个小贱人！苏倩，让你妹妹赶紧撒手，反了天了还敢打人！看在你印堂发黄，面部青黑无光，活不过明天的份上，跪下跟我姐磕个头道个歉，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堂婶儿浑身冷汗直冒，反应过来自己居然被一个小丫头片子唬住。哎呦，你这个小贱人，你敢咒我死？我撕了你这张嘴！他猛地一脚直接踹在堂婶的膝盖窝。道歉！哎呦，别打了！哎呦，苏小姐，我错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不要脸的死肥猪，我嘴巴贱。苏乔这才大发慈悲的松开手。好啊，你带你这个丧门星妹妹回来欺负我是不是？我看你连女儿也不想要了。你把佳佳藏哪儿去了？急什么？你女儿也是我孙女儿，我自然不会害她。只要你老实听话，我心情好了，明天就去把她领回来。你告诉我佳佳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接她回来。怎么，你还信不过我？妈，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昨天打牌输了3000块钱，你给我转5000，我今晚去赢回来。等打完牌，我自然就带着佳佳回来了。好，说到做到。等一下，我要1万。你怎么？你的钱不就是我们家大鹏的？大鹏的就是我的。我们家大鹏现在人还不知道在哪儿，你倒好，卡里有钱都不给他还债。我可以给你1万，但是你要告诉我佳佳的地址，不然你今天1分钱都别想拿到。行吧，赶紧给我转钱，就没见过你这种做儿媳妇的，还跟婆婆讨价还价。收了钱，刘桂芳就给苏倩发了个地址。老太婆，我劝你今晚最好别出门，否则钱财散尽不说，还会天降横祸。呸！少咒我，老娘命硬得很，你全家死光，老娘都不会死。刘桂芳骂骂咧咧的下了楼。1万块就想打发我，哼，门儿都没有。他给苏倩的是一个假地址，现在儿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以后没有钱花，就只能找苏倩。姐，别白跑了，那老太婆给你的是个假地址，你等我15分钟，我带佳佳回来。他短短几句话，信息量太大，苏倩哪里还坐得住啊？焦急的起身去追，但是那门却好像被卡住了，怎么着都拉不开。苏乔走到小区门口，等了2分钟。小仙姐，人我给你送来了。佳佳正睡得不省人事，苏乔把她抱起来都没有醒，看来是被喂了药。黄哥真的抓住万鹏了。好，把人给我摁住了，先打断他的腿，看他还怎么跑。等一下，黄申立马改口。先别打断啊。小神仙，您还有什么吩咐啊？苏乔低声跟他交代几句，想让姐姐对万鹏彻底死心，他就得来点猛的。看到熟睡如天使般的女儿，苏倩激动的眼泪都涌出来了。她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佳佳没有受伤，这才将佳佳抱进卧室。怎么站在外面吹风啊？待会儿别冻感冒了。姐，那个刘桂芳压根就没有把你和佳佳当成一家人看，你不如和万鹏离婚，
带着佳佳跟我走吧。离婚哪那么容易呀？而且万鹏和他妈不一样，以前我和他妈发生些不愉快，他都会站在我这边哄我的。那最后是不是每一次都是你在妥协？苏倩被反问得哑口无言。我知道你不喜欢你姐夫，但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不是一句离婚就能结束的。就算真的要离婚，我也得见到他，跟他坐下来好好谈谈。再说了，佳佳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才能健康成长。为了女儿，他也得撑住这个家呀。我了解万鹏的，他是误入歧途了，一辈子长得很，我愿意给他一次机会。女人傻起来，果然连自己都会骗。她能做的就是帮姐姐尽快清醒，然后去找沈修锦，保住自己的小命。二爷，我真的是打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机关，你饶我这一回吧。那光洁如镜的地板上很快就留下了一滩血迹，其中一滴血飞溅出来，正好滴在了沈修锦的鞋面上。对不起二爷，对不起，我擦干净。沈哥，这双鞋可是我花了300万找人用最好的鳄鱼皮纯手工做的，销售。萧望，帝城4大望族之一的萧家小少爷，看着跪在面前正要替他擦鞋的男人，一脚踹在他脸上，男人的鼻梁骨瞬间被踹断，满脸是血。沈修锦缓缓站起身，男人被无形的恐惧笼罩，扭头想逃，却被沈修锦揪住衣领，直接拖到了满是食人鱼的鱼缸面前。我错了，二爷，是神。晚了。沈修锦却没兴趣听，直接将他脑袋探进了鱼缸里。唐毅却对这一切司空见惯，恭敬地给沈修锦递上消毒湿巾后，便安排手下将已经面目全非的男人拖了出去。沈哥，我一个变态都觉得你变态。怎么？你也想试试食人鱼的滋味啊？不想。萧望当即就老实了。沈哥，我查了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有个外地来的神婆经常从后门出入沈家主宅。他脑海中划过苏乔的模样，看来那小东西还真有点本事。沈哥，主宅里住的人可不少，想查清楚神婆到底是谁请的，恐怕还有点时间。这件事你不用管了。旺哥，这个月的债，沈爷。怂什么？我沈哥还能吃了你？操！黄申那笔5000万的债还他妈收不回，你告诉他3天之内拿不到钱，他跟那个欠债的万鹏，老子一个坑给他们都埋了。那个叫万鹏的老婆叫苏倩。对啊哥，你认识啊？说什么喜欢他担心他，原来算盘打在这儿了，以为攀上他就能免了那5000万的债。给他1天时间，还不上钱就把姓苏的全家给我埋了。二爷。唐毅刚张开嘴，前方拐弯处猝不及防迎面冲出来一辆大卡车，照着他们就猛地撞了上来。看来他给沈修锦的红绳派上用场了。那根红绳由他心头血灌注，以他的灵石喂养，跟他相连，能挡死劫。苏倩端着一锅面条从厨房出来，就看见苏乔右手流血不止。小乔，你这是怎么弄的？你按着伤口。却看见苏乔已经从自己的布袋中取出一条画着奇怪图案的黄布，缠在了流血的伤口上，瞬间便止住了血。别担心，小伤，包扎好了。来电显示正是婆婆刘桂芳的号码。接，别接，万一她有急事找我呢？苏女士，这里是医院，你婆婆刘桂芳摔破头被送来医院了，她儿子联系不上，麻烦你尽快赶过来。好，我现在就来。小乔，我得去趟医院，就麻烦你送佳佳去学校了。星光双语贵族小学，这钱给你打车。当初母亲产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苏父虽然请了护工来照顾，但是他忙于工作，很少在家。那冷漠的家庭氛围，再加上亲眼见过父亲狠心抛弃的妹妹，都给苏倩留下了阴影。她小心谨慎，从小就学会了看父母的脸色，费尽心思去讨他们开心，以至于成年之后，这种低姿态的卑微讨好已经深入骨髓。也正是因为如此，范鹏那个垃圾才能拿捏他这么多年。他觉得比起被抛弃的自己，留在家的苏倩更可怜。哎呦，唐山跳楼了！苏倩有些难以置信地缓缓回头，朝楼上望去。这些年，她一个人是怎么挨过来的？又是如何变成今天这副模样的？此时，半岛公寓4楼冷色调的客厅内，医生正在替沈修锦缝合，没有用麻药，那针刺破皮肉，血腥地撕扯着，却跟缝布一样。一旁的唐毅看着都觉得疼，而沈修锦本人却仿佛没有痛感般。查清楚了吗？昨晚那辆卡车在将他们撞下悬崖后，也冲下了山崖，当场爆炸，车毁人亡。显然，这幕后主使者想来个死无对证。二爷，都查清楚了。卡车司机半个月前诊断出绝症，1个星期前他账户里多了200万，
司机的老婆孩子昨天也被他安排回了老家，不过人我已经抓住了，正在审，别让我等太久。是，幸好二爷您吉人自有天相，从那么高的悬崖坠车，都只受了点轻伤。吉人自有天相，看了一眼扔在茶几上那条断开的红绳，沈修锦的指尖勾起那条红的晃眼的手绳，丢进了垃圾桶里。唐毅，告诉乔旺，苏家的人不用活埋，直接剁碎了喂狗。唐毅刚张开的嘴默默闭上了。二爷今天的心情很差，当个哑巴最好。医生已经处理完伤口，唐毅送他离开。你好，我是唐毅，请问哪位？唐助理，是我。苏小姐，苏小姐，您可真是神了，您的护身符太有用了。我想见沈先生，他现在怎么样了？苏小姐，抱歉，我不能透露二爷的行踪。苏小姐，你还是带着你姐姐先离开帝城。背着我给人通风报信。唐毅整个人都麻了，他僵硬地转过身。二爷，我绝对没有背叛您的意思。苏乔，选一个吧。啊？死法。他费劲巴拉的想救他的小命，这狗男人怎么一天到晚想弄死他？沈先生，你能不能先开一下门啊？我进不来。他半信半疑地走到窗边，垂眼便看到了苏乔的身影。既然找上门来找死，那他就成全他。沈先生，他满脸都是雀跃，仿佛一见到他就很开心。可这个世界上哪有见他会开心的人啊？沈先生，你……沈修锦粗暴地拖着他进了电梯，直通顶楼。不是说爱我爱到情愿去死吗？现在我成全你，亲手送你上路。他此生最讨厌欺骗，他现在不爽到极点了。苏乔站在原地，低着头，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有所决定般朝沈修锦走过去。找到了，沈先生，这些都是我亲手画的护身符，全部都送给你。眼前的小女人直勾勾地望着他，又是那种眼神，既认真又温柔，仿佛满心满眼都只有他。沈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我昨天给你的红绳是最好的护身符，能够替你当死结。昨晚他救过你了，就不能再用了。我原本想给你多做几条的，但是红绳要用我的血来养很久才有效果，我没有时间了。那这些护身符，你一定要好好的带着。好了，我现在可以死了。他没有办法了，沈修锦的戒心太重，又不能直接弄死他，那样就等于真的是送自己上路，只能是拼一下血条了。毕竟他身体的自愈能力比普通人强得多。苏乔暗自发誓，等熬过这一年，他势必要让沈修锦知道什么叫做君子报仇，10年不晚。苏乔冲沈修锦笑得更灿烂了，这个笑容让沈修锦皱了一下眉，干净纯粹，没有讨好，没有恐惧。这女人仿佛是真的看见他就觉得开心，这什么操作啊？沈修锦的心里烦躁不已。行，我送你上路。他竟然真的不躲。沈修锦高举的手臂顿时就顿在半空，他眼底疯狂的神色在慢慢凝固，随后低咒一声，将椅子狠狠摔了出去。沈先生，到底要杀要剐，能不能给个痛快啊？滚！苏乔算是见识到了这狗男人有多么的喜怒无常，可他偏偏不能走。沈先生，你在流血，我替你处理完伤口再走行吗？一靠近沈修锦，他就能感受到自己受损的元气在缓慢的修复。如果临走之前能再跟他多一些肢体接触，那就更好了。我说话你听不懂吗？苏乔只能依依不舍地松开手，他没有往门口走，而是走上前，将掉了一地的护身符默默收好。这些东西别人可都是要花钱的。沈先生，你别嫌麻烦，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一个护身符在身上。苏乔的身体摇摇晃晃，一头栽倒在电梯口。你到底想要什么？害他入骨？哼，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心都难说呢。说。萧望听得出来沈哥的心情不好。哥，你昨晚问过一嘴的，我手底下小弟黄申收的那笔5000万的贷，我刚刚把人抓过来问清楚了。哥，你要是没兴趣听，我马上挂。沈修锦眸光微凝，视线落在面前昏迷的苏乔身上。说。嗨，说起来也有点邪门，黄申刚才跟我交代了，欠着的万鹏昨晚找着了，
还多亏了一个小神婆叫什么苏乔的帮忙。那个苏乔跟他说这笔债他可以帮他收，但在那之前他得先让他姐姐苏倩看清万鹏的真面目，不然苏倩不肯离婚。都什么年代还神婆呢？皇室那个傻叉居然还信了。苏家姐妹俩都是奇葩，一个蠢的相信赌棍，一个装神棍。哥，你放心，今晚我就把苏家姐妹抓来和万鹏一块埋了，到时候直播给你看啊。所以他接近他不是为了利用他帮他姐夫万鹏躲债。沈哥，苏家的人先别动。沈修锦吐出这一句就直接挂了电话。他弯腰将苏乔抱了起来，被暖意包裹。苏乔还没有清醒，已经遵循本能，贪婪地往沈修锦怀里深处钻。苏乔，你最好别让我发现你在骗我，否则我会亲手剥了你的皮，让你生不如死。二爷，那个小神苏乔他给了一道护身符，昨晚的确救了属下，所以属下刚刚接到电话，才想稍微提醒他一下，属下绝不是叛徒。叛徒的帽子比死更让他难受。起来！没有什么温度的语气，却让唐毅激动得差点哭出来。二爷，我们今日开业的天宫楼盘那里突然有几个人来闹事，要跳楼讨薪，喊着要见你，钱款是我负责的。二爷，我用脑袋保证，绝对没有拖欠的情况。一定是有人从中作梗。一看到号码，他就生理性的厌恶。沈董，正是他的大伯沈长宗，如今沈家的家主。楼盘那边的事你都知道了吧？去处理干净，拖欠民工工资。哼，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也就你干得出来。哼，多好呀，就让他们跳，开业见红。混账！要不是老太太坚持，可怜你父母死得太惨，我怎么会让你过继到我名下？这件事你要是摆不平，你父亲在集团的股份，你就更没本事接手了。沈先生，你要去哪儿啊？他要是趁他不注意死在外面怎么办？苏乔当时就彻底清醒了。那你带我去吧，我保护你。他的语气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声音又软又轻，像羽毛一样从耳窝里扫过。他原本满身的暴力，受到安抚一般，居然褪去了一些。沈修锦迈步便走，他厚着脸皮直接跟上了电梯。前往楼盘的路上，唐毅通过手底下的人监控着那边情况，并且迅速安排了应对措施。二爷，银行那边具体的汇款单据调出来了，公关部联系了律所，准备开个小型发布会澄清和追责。那3个来讨薪的民工都是外地孤身来打工的，应该是被人收买故意找事，不过暂时没查到谁是幕后指使他们的人。很快，车开到了天宫楼盘开业的地方。沈修锦正打算推开门下车，先被苏乔飞快地塞了一样东西进口袋。沈先生，你就带着吧，我画了一路呢。在车里待着。苏乔乖乖地点头。等沈修锦一下车，他迅速推开另一侧的车门。先是沈老太太被人种下凶煞，紧接着就是沈修锦遇到刺杀。苏乔怀疑今天的讨薪闹事儿也没那么简单。沈修锦，你这个黑心资本家，还我们血汗钱！啊，女鬼啊，倒是好久没有碰到了。阿哥，大哥，那个沈修锦到底是什么人啊？为啥非要俺们把他叫过来啊？管他娘的是谁，这几个月咱们累死累活就赚几万块钱，但那人说了，只要把沈修锦叫过来，咱仨每个人都能拿到50万，50万都够老子讨2个老婆了。小毛，你在这儿继续喊，老二，你去楼梯口盯着，老子先去撒泡尿。王大走到角落里，刚准备解开裤子，他忽然发现自己好像动弹不得。他张开嘴想叫，可那鬼手却从后面捂住了他的嘴。你很怕我？王大恐惧到了极点，叫不出声。裤子底下涌出了一股黄色的热流，紧接着他两眼翻白，活活被吓得晕死了过去。妈，俺赚大钱了，家里那个黄脸婆又老又丑，又不能给俺生儿子，俺一回去就跟他离婚。你帮俺先弄弄他，让他自己过不下，回娘家最好。到手50万啊，那他就可以娶一个年轻的新老婆了。王二美滋滋的挂了电话，忽然他背脊发凉。男人有钱就要抛弃糟糠妻，我看你该死！王二猛地扭过头，身后什么也没有。小毛听见闷响声，回头就看见二哥倒在地上，脑袋底下渗出了一滩血。二哥，他慌了神儿，扭头一看，大哥也倒了，还尿了自己一身。这种诡异的画面让小毛顿时被吓得六神无主。他面前忽然凭空出现了一个样貌恐怖的女鬼，女鬼慢慢飘向了小毛。他想跑，想呼叫，可是根本就动弹不得，也发不出来一丁点声音。砰的一声，沈修锦踹开了天台门，扫了一眼地上躺着的2个人，眉骨微抬。你干的？沈修锦，你得死！饶是沈修锦不信鬼祟那一套，可亲耳听见一个毛头小子嘴里发出这种诡异的声音，他也不免怔了一下。所以
这是撞邪了。沈修锦，你想摆脱我，只能杀了他，可你敢吗？现在打死他，这上面就只有你一个活人了，3条人命底下那么多双眼睛在看着，到时候谁能保得住你？你尽管试试，我敢不敢？你不敢，沈修锦，你不能坐牢，不能现在就完蛋，因为你想要的还没拿到手。沈修锦，你得死！女鬼差点就被震出小毛的身体，她那双死气沉沉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类似恐惧的情绪。她看见沈修锦西服一侧的口袋里散发着淡淡金光，显然是有高人护着他。哼，我的人你也敢欺负？看来是当鬼当腻了，想灰飞烟灭呀！一道熟悉的嗓音在沈修锦身后悠悠地响起，那双总是笑意盈盈、亮晶晶望着他的狐狸眼，此刻仿佛积蓄着化不开的浓雾，陌生的就像是另一个人。然而下一秒，苏乔对上他的目光又露出甜甜的笑容。沈先生，我有点想你，就来找你了。你是什么人？沈先生，以后我的护身符你一定要好好的带着，坏人多，坏鬼也多的。臭丫头，你找死！苏乔连头都没有回，一挥手就扫出一道无形的气波，这一下直接将女鬼打出了小毛身体，险些灰飞烟灭。他惊恐不已，也意识到这小姑娘是自己惹不起的人，他赶忙引入墙内，随即就消失了。此时处理好楼下围观群众和记者的唐毅也赶了过来。二爷，他上前检查了一下，确认3个人都没有咽气，唐毅神色彻底放松了。只要人没死，一切都好说。二爷，警察都来了，这边我处理，您跟苏小姐先离开吧。沈修锦倒是不怵警察，他正想开口，沈先生，我饿了。沈修锦看了他一眼，转身便走。苏乔指了指地上已经痛得晕死过去的小毛，对唐毅说：“这个人留着，我有用。”好的。苏乔，来了来了。能跟着二爷，还让二爷主动等的女人，这么多年来，这苏小姐算是头一个了。难不成二爷这棵万年铁树终于要开花了？一大堆媒体记者就喊着沈总狂扑上来，长枪短炮的围住他们，闪光灯晃得苏乔眼睛疼。别乱动！这突如其来的画面让那些围上来的记者都惊住了。沈二爷这是抱了个女人？咔嚓一声，有个不怕死的突兀按下快门，给我砸了！2个保镖应声围了上去。他怀里抱着人，大步飒飒地踏着往前。这回没有人敢追了。你会捉鬼？他历来是不信鬼神那一套的，但刚才在天台上发生的一切是他亲眼所见。对啊，我是玄术师，还是最厉害的那种。之前老太太被人下了凶煞，也是我替她驱邪的。我当时跟你说过的，可是你不信我，还觉得我是个神经病。沈修锦抬手蹭了蹭鼻尖，难得有些理亏。我觉得刚才天台上那3个农民工不过是引你过来的诱饵，幕后的人真正想做的是要利用女鬼除掉你。我怀疑他们跟之前给老太太下凶煞的是一伙人。沈修锦黑眸渐冷，暗潮汹涌。他在沈家唯一在乎的便是老太太，看来有人活腻了。苏乔，开个条件，为我所用的条件。苏乔还没来得及张嘴，沈修锦就先悠悠地补上一句：娶你不可能。苏乔轻轻叹了口气：我只要你能够平安的活着，沈先生，我比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更希望你好。很好，苏乔，你最好能装到最后。这意思是同意他留下来了？那沈先生，我以后就能跟在你身边了吗？那要看你的能耐。沈修锦当即就露出了资本家的獠牙。我身边不留废物。先说说看，天台上那个女鬼，你怎么处理？这就是传说中的考察期吗？那个红衣女鬼怨气极重，怨鬼是生前有恨，恨意难消，死后成怨会将他们困在他们枉死的地方。你的意思是，他就死在这栋楼？是的，应该是在这栋楼建成之前就已经死了。沈修锦半信半疑，他打了个电话，让手下人去查天宫楼盘修建前有没有出过命案。很快消息就传了回来，果然有一个叫陈丽红的女人7年前在这个地方自杀了。当时这块地皮还在上一家开发商手里，原本是要建一栋高档公寓的，但是在快竣工的时候，陈丽红在深夜爬上楼顶，身穿红衣一跃而下。
苏乔盯着资料上的陈丽红的照片，看出了端倪。沈先生，陈丽红身上还有些事情我得去确认一下，给我1天的时间，我查出是谁在背后利用女鬼想害你。陈丽红当鬼当了这么多年，和沈修锦也是无冤无仇，显然是有人在背后捣鬼，害沈修锦，那不就等于想让他死吗？好大的狗胆，有人害他，他倒是比他还生气。可以，1天内查不出来，我把你跟陈丽红埋一块儿。二爷，你要吃点什么？滚他！苏乔看着菜单上的价格，眉头越扭越紧。什么破地方啊，1碗汤要3钱。我要半斤挂面，加4个鸡蛋和半斤肉就好。嘿，谢谢啊。照他说的做。二爷，收买司机的人已经查出来了，是沈苍逸。听到这个名字，沈修锦毫不意外。沈苍逸正是他大伯沈长宗最看好的长子和接班人。哼，他送了我这么一份大礼，我自然要加倍奉还了。沈修锦一边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唐烨接下来的任务，一边看着苏乔将碗里的鸡蛋和肉大部分都分到了小碗里，又往里面加了一些面条。这种土包子对他好的方式也真是挺朴实无华的。嘿，沈先生，快来吃面，待会儿就囤了。这里的大厨手艺真好。沈修锦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吃过，他口味挑剔得很，但是面前这小东西吃得极香，看着莫名下饭。他破天荒地拿起筷子也吃了一口，这土包子还真挺好养。最后沈修锦那碗还是进了苏乔的肚子。吃饱喝足回到车上，沈修锦从储物层里取出一台新款手机，里面存了我的号码，我的人得做到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保证随叫随到。他巴不得1天24个小时都跟着他，好好养一养自己的凌迟。你姐夫万鹏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你知道万鹏的事？我要是愿意，你苏家祖宗18代都能挖出来。这男人不是挖人祖坟，就是把人给埋了，什么癖好？万鹏不算我姐夫，他是我姐姐的劫，我得帮姐姐度过这一关。苏家视你为灾星，你还要帮苏家人渡劫，还真是圣母心泛滥。抛弃我的是苏家父母，跟我姐姐苏倩没有关系。而且真要刨根究底，她如今走到这一步，我也有责任。因为我出生那天克死了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才导致母亲陷入重度的抑郁，甚至有自杀的倾向。可姐姐苏倩却被迫承担了她造成的恶果。我留在苏家的那3年，父母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是姐姐在照顾我。我不是被抛弃的那一个，我是抛下她的那一个。一个重度抑郁的母亲和心力交瘁、沉迷工作、缓解悲痛的父亲。姐姐她这17年过得比我更辛苦。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他就是如此，弱者囿于地狱，而他靠自己一步一步爬了回来。同情和怜悯这些感情只是无用的累赘。苏乔正想开口说点什么，目光先捕捉到窗外一个熟悉的人影。沈先生，麻烦你听。车子还没有开口，窗外发生的一幕让苏乔的表情瞬间冷了下去。贱人，你敢出卖我！苏倩被这猝不及防的一耳光扇倒在地。苏倩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表情狰狞的男人，有那么一瞬间，她甚至不敢相信这就是她同床共枕的老公万鹏。万鹏还觉得不解气，又狠狠地踹了苏倩2脚。妈的，老子差点死在你手上！昨天晚上，他躲在榆林路的公寓里，那个地方是最佳藏身所。可谁知道一伙人突然冲进来，二话不说就把他一顿暴打。然后没有过多久，黄申就来了，还说多亏了他老婆苏倩了解他，猜到了他的位置。万鹏被打得丢掉了小半条命，趁着看守的人打瞌睡，这才逃了出来。他气得头脑发晕，满肚子的怨气，恨不得掐死苏倩。苏倩眼睛里噙着泪，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万鹏，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一直在照顾婆婆，她……少他妈废话，快给我点钱！他一边粗暴地去抢走苏倩的包，一边警惕地盯着四周，就怕那讨债的人突然出现。老公，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女儿和婆婆还要用钱，你……万鹏满身怨气和怒火，踹了他一脚。就因为你这个贱人不肯把房产证交出来，老子现在才像阴沟里的老鼠被追得四处逃。万鹏发泄完，倒是又冷静了几分。房产证还在苏倩手上，想到这儿，万鹏表情缓和了不少。倩倩，对不起，倩倩，是我混账，我刚刚是气疯了，上头了，一时间没控制好脾气。你是不知道昨晚那些人怎么对我的，要不然你也打我泄泄火。说着，他抓起苏倩的手就往自己脸上招呼。
苏倩用力的抽回手，整个人都在发抖。你别碰我！挨婆婆打的时候，她都没有如此绝望过。万鹏害怕追债的人找过来，也不敢久留。倩倩，你听我说，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你赶紧把房产证找出来，我晚点回来找你的。老婆，我现在只有你了，你一定要救我。你放心，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我不会再去赌了。这时，对面几个男人看着像收债的，万鹏如同惊弓之鸟，慌忙跑了，手里还抓着苏倩的包。被撇下的苏倩愣在原地好一会儿，她慢慢蹲下来，缩成一团，将脸埋进膝盖里，无声又无助地哭了出来。车里，苏乔静默地看完这场悲剧，只有这样切身的痛过、心碎过，姐姐苏倩才能看清渣男的真面目。沈先生，我晚点去找你。沈秀锦静默地看着苏乔走到苏倩旁边，蹲下身，轻轻抱住她。姐妹俩在这人来人往的街头，倒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意味。沈秀锦收回目光，开车。果然是养不熟的贱人，背着老子存了这么多私房钱，都不肯拿出来帮我还债。操！万鹏觉得自己骨头都断了几根，倒在地上哀嚎不已。你他妈的会不会开车？想撞死老子呀？赔钱！哼，今天他非得讹一大笔。沈二爷，你看我赔多少合适？不然直接撞死，给你一双多赔点。不，是我走路不长眼睛，挡了二爷的道。万鹏连忙往旁边爬了爬，给车让路。二爷，您请。苏倩和她女儿，把他们母女俩盯紧。在彻底信任苏乔之前，他必须抓住她的软肋。小望不太理解。明白，不过哥，你什么时候对人妻感兴趣了？滚！沈秀锦懒得跟他废话，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又补了一句：那5000万的债，先别收，要不直接免了？反正也没有多少，还不如当他沈哥泡妞路上的垫脚石呢。他还没那么大面子。啥意思呀，哥？这妞到底是泡还是不泡啊？西城那边怎么样了？放心吧，哥，一切都在计划内。不过今晚这事办了以后，你跟沈苍毅就彻底撕破脸了。沈苍毅那个草包倒是无所谓，可沈长宗那边怕是不好糊弄了。既然他们想玩，那就玩点大的。整个帝城有谁比他更疯吗？苏乔将苏倩扶回家，替她处理了身上的伤口。小乔，万鹏他变了，他以前从来没对我动过手。他不是变了，只是暴露了本性而已。小乔，是不是你？是你算到万鹏的下落，让他们去抓人的，是不是？从黄申到今早坠楼的唐婶儿，以及意外摔破头的刘桂芳，苏乔每个都算准了，这绝对不是巧合。是我。小乔，你为什么？为了让你能够看清楚万鹏的真面目，让你能够清醒过来。不是的，他是误会了。苏倩下意识的就想替万鹏找理由。他误以为我跟那些收贷的流氓告密，所以才……姐，苏乔看不下去苏倩的自欺欺人，皱眉打断他。如果他真的信任你，就不会误会你的。如果他真的爱你，心里有你，更不会动手打你。你自己想想，他这些年是真心爱你，跟你过日子的吗？苏倩被他这一连串的质问逼得心慌。他能打你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样的男人，你真的要打算原谅他，跟他过一辈子吗？小乔，我不知道，我只是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想有人爱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就那么难？姐，你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你得学会爱自己，放过自己。离开万鹏吧，我还有佳佳，我们陪着你重新开始。苏倩压抑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化成泪水汹涌而出。等苏倩发泄完，她也彻底冷静清醒了。我知道该怎么做，谢谢你小乔，我会离婚的。她鼓足了勇气，终于把离婚2个字说出口，压在心口的重担好像也卸了几分。好，姐，你不要害怕，天塌下来还有我在呢。傻孩子。苏倩感动的鼻子发酸，她摸了摸苏乔那张精致不见血色的小脸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小乔，你这些年在山上是不是过得很辛苦啊？你师傅他们对你好吗？还行吧，反正也没有饿死我。以后姐姐来照顾你，不用再回山里了。别担心，我活得很好的。无论多少人抛弃他，多少人想让他死，他都活了下来。他苏乔这条命是自己挣来的，
苏乔今天收拾了女鬼，耗费了一些零食，身体有些疲惫，不知不觉睡了过去。等醒过来的时候，苏倩已经提着炖好的汤去医院了。小乔，锅里热着汤，记得喝。我去见律师了，准备离婚协议。姐姐总算是肯翻篇了。喝完汤，苏乔摸出沈秀锦给她的智能手机，摆弄了一番。沈先生，我不在你身边，平安符记得随身带着哦。为了不显得太冷漠，他还发了个爱心的表情包。消息已读，但没有回复。算了，看见了就行。小黄啊，有没有空啊？找你帮个小忙。仙姑，咱大晚上来这儿干嘛呀？走吧，跟我去挖个坟。今天跟陈立红交手的时候，苏乔特意留了一缕他身上的鬼气，他一挥手，鬼气就钻出了袖口，去找主去了。那挖吧，就这座。黄山他们只能是硬着头皮上了。棺材埋得很深，他们挖得满头是汗，不过好歹是挖出来了。作为答谢，苏乔一人送他们一张平安符。开棺见尸损阴德，你们最好回避一下。黄生他们几个立马躲回了车上。苏乔单手掀开了棺材盖，一股腐尸的恶臭味瞬间就冲了出来。看来他的猜测没错，陈丽红自杀的时候是怀着孕的，胎死腹中成了婴灵。要操纵鬼需要极强的法力，但是操控不成形的婴灵就简单的多，只要挟持着婴灵，就能让陈丽红心甘情愿的替他们办事了。哼，这人不要起脸来，比鬼都还不如。不过自己的孩子落在别人手上，陈丽红恐怕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去杀沈修锦。看来这女鬼今晚就得处理了，还有沈修锦也得一块儿去。城郊南岭仓库，此人正是沈苍逸的手下，也是出面联系卡车司机制造车祸的那个。旁边跪着几个中年男人，个个脸色发青，敢怒不敢言。他们面前摆着一份股份转让书，这几个是沈苍逸的合伙人。不用紧张，有不满意的就提，我这个人很民主的。旁边的萧望一口水差点喷出来。民主？得，别人是民，他二爷是主。沈修锦，西城经济区是我们和沈苍逸沈总合作开发的，但今天你突然把我们抓过来，逼我们转让股份，这种土匪行径未免太令人不齿了。沈修锦，你别以为你在地城能只手遮天，我们也不是好惹的，你难道还能把我们都杀了不成？刘总说哪儿的话？紧接着手起刀落，刺穿了他的大腿。这血腥的一幕吓得旁边几个老总瑟瑟发抖。要么签字，然后带着一家老小从此在我眼前消失，要么我送完你们再送你们全家上路。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了。帮着沈苍逸，你们真是活腻了。他刚说完，沈修锦扔在桌子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萧望离得远，余光一瞥，就看见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苏乔，欠高利贷的那个万鹏，他老婆叫苏倩，有个妹妹，貌似是叫苏乔。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沈哥的手机里存女人的号码了。所以沈哥感兴趣的不是人妻，而是人妻他妹。萧望手比脑子快，当场就按了接听。沈先生，你忙完了吗？我找你有点事情。美人儿，你是……谁准你给我打电话的？你没有回我消息。沈修锦翻了一下手机，果然有几条未读信息，都是10分钟前苏乔发来的。萧望揉着差点摔成两半的屁股站起来，听见这一句，他彻底绷不住了。这活脱脱的女朋友查岗啊！沈先生，你在哪里啊？唐毅说小毛醒了，我们去趟医院吧。他在手机上点了2下，立刻就弹出了苏乔的定位。不用，在原地待着，我去接你。然而还没走2步，不远处有10几辆车从四面八方冲过来，将他团团围住。沈修锦，你还真以为你是天皇老子？南岭这边是我的地盘，今天我让你横着出去。电话那头的苏乔也听见了这声威胁，心里咯噔了一下。沈先生，在原地等着。说完，沈秀锦就直接挂了电话。送我去南岭。仓库外面横七竖八躺着不少人，地上全是血。苏乔有点慌。沈修锦死了问题不大，可是他还不想死。沈修锦，他着急的去地上翻人。沈修锦，你别死！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风吹起地上的沙尘，迷了眼睛。
他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先揉沙子。哥，人小姑娘担心你出事儿，都吓得坐地上哭了。沈哥，这小姑娘怕是跟你来真的了。小姑娘似乎是哭完了，重新爬了起来，继续去翻地上的人。沈小姐，沈小姐，一声一声的，好像找不到她就不会放弃，真烦人，又蠢又烦。苏乔听见脚步声靠近，他下意识的回头，便看见沈修锦的身影。沈先生，苏乔愣神了半秒，快步朝沈修锦跑过去，一头撞进他怀里。他是真的害怕。我刚刚找不到你，我好害怕你死了，那我也活不成了。这些话他从第一次见面便开始张口就来。沈修锦的手按住他的肩膀，将人推开了一些。我没那么容易死，还有下次别让我看见你哭，不然埋了你。这个狗男人到底对埋了他有什么执念啊？他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沈哥这哄女人的手段简直能把对方吓死。苏乔小姐是吧？初次见面，我是萧望，你叫我望哥哥就行了。小美人儿，你别担心，那些小瘪三儿哪能算计沈哥呀，早就被收拾了。苏乔看见萧望也是眼睛一亮。普通人看人看五官，可苏乔是职业病，他看人就喜欢观面相，看骨相。萧望天生就是贵骨大富之相，如此外显的贵气并不多见，但即便如此，滔天富贵并不张扬，反倒是被压了一头。萧先生，你有一个哥哥是不是？而且能处处压他一头。苏小姐，我有个哥哥的事人尽皆知。他哥萧思衍，萧家从小培养的是正统继承人，萧氏财团的首席执行官，每年开年财经周刊的封面人物。身弱忌财，财印交战。他最近这2天身体不适，不要轻易投资。萧望满脸问号，他沈哥这是找了个神棍。苏乔说完，突然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你倒是操心的还挺多。这好端端的狗男人又生什么气呀？哎，你记得把我的话告诉你哥啊，这2天别投资伤财。我算一卦5000，要是算对了，让他别忘了给我打钱啊。说完，他急忙去追已经走远的沈修锦，留下萧望在风中凌乱。什么玩意儿就打钱？哎，沈先生，等等我。唐烨回头询问沈修锦的意思。沈修锦从后视镜里逆着苏乔的身影越追越近，眼看着就要到车窗外，他吐出一句：开车。唐烨也是满脸问号，这逗着玩呢？你大爷的，别活了，同归于尽吧。手机响起，苏乔狗腿的立马接听，声音要多乖有多乖。沈先生，过来。苏乔抬头就看见那辆车停在几十米开外。你他妈当逗狗呢？苏乔保持微笑。好的。他顺手将沈修锦的备注改成沈非人哉。车内，唐烨亲眼目睹了自家二爷这番有些幼稚的操作，也是一头雾水。他当然不敢直接问沈修锦，偷摸的给亲哥唐毅发了条消息：二爷身边那个苏小姐到底是什么人啊？那不是普通女人，是神婆仙姑，对她一定要放尊重心。她说什么你就听着。他就是出了趟差，他哥就开始搞迷信了。沈先生，我们先去医院处理那个小毛吧。沈修锦淡淡的嗯了一声，车子就直接往医院的方向开。苏乔搜了一下萧望亲哥的资料，自己这是亏大发了。萧思衍这种级别的有钱人，他一挂通常得10万起步的。沈先生，你能不能帮我跟萧望说一声，我刚刚给他哥算的那一卦钱收错了，不是5000，而是10万。沈修锦沉默的扫他一眼。你刚刚给萧思衍算命，是为了赚钱？对啊。苏乔理所当然道。除了你，我给别人画符算卦都是要收费的。沈修锦莫名觉得有点受用。你很缺钱啊？倒是不缺，就是现在没有钱。之前给黄申，就是来找我姐收高利贷的那个小混混头子，他老婆怀孕了，我卖了10张安胎符给他，赚了一点钱，都给我姐了。不过今天又被万鹏给抢走了。好在我姐已经决定离婚，50万买他清醒，划得来。但是以后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我想多赚一点。苏乔，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啊，你是我喜欢的人呐。算了，沈修锦想，他不主动开口求他，难道还要让他纡尊降贵来开口送钱？哦，对了，沈先生，苏乔正色道：我开过陈丽红的棺了，她死的时候怀着孕，但是现在棺材里面没有小孩的骸骨，我想应该是有人把她孩子偷走了，对方应该是以陈丽红的孩子做要挟，让她来害你的。
前面开车的唐烨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但是这番话他还是听得后背凉飕飕的。我会找到英灵，作为交换条件，陈立红要交代谁是幕后黑手。沈先生，你心里面有怀疑的人吗？不清楚，想我死的人太多了。得，他这一年怕是得累死。车已经开进了医院，唐毅就在楼下等着，发现沈修锦没有跟上来。他回头就看见沈修锦还站在车前，正跟唐烨交代着什么。唐烨点头应下，上车离开之前还看了苏乔一眼。等沈修锦走到跟前，他问：沈先生，你们刚刚是在说我吗？你能再自恋点吗？唐烨一边开车一边交代手底下的人：找一个叫万鹏的赌徒，先关起来。他手里有张银行卡，保证里面的金额有50万，给他老婆送回去。唐毅看着床上神色呆滞、直勾勾盯着天花板的小毛，也有点不理解。人醒来后就一直是这种状态，医生检查过，也没查出什么原因。苏乔看了一眼，他被鬼上身之后，受到鬼气侵蚀，三魂七魄都被吓散了，就会出现这种症状，我们称之为离魂。那这魂魄散了能归位吗？能，但不是现在，他还得再当一次容器。说话之间，苏乔已经从布袋里取出了2个烛台、2根红蜡烛，还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铜炉。苏乔摸出了一张无字符纸，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只见那符纸居然无火自燃了。眼前施法的苏乔身上有种凛然不容侵犯的气场，可是又神秘莫测，让人无法移开视线，跟那个缠着他的小姑娘判若两人。沈修锦深眸轻轻眯起，他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苏乔才是真正的苏乔，而在他面前要死要活的那个恋爱脑更像是装出来的。苏乔自然不知道沈修锦的内心活动，他用符纸生火，点燃红烛，燃着的符纸抛到半空，灰烬落在小毛身上。只见他原本呆滞僵硬的身体突然向上抬起，然后又重重地跌了回去。苏乔手掐诀，嘴里飞快地念着咒语。床上的小毛猛然弹坐起来，眼冒红光，他死死盯着苏乔，有些畏惧。你到底是什么人？何必要多管闲事？唐毅头一次见这样的场面，顿时就有些腿软。哼，你这种怨鬼还不配打听我的名讳。我给你2条路，第一，把你知道的都交代了，我就会帮你找回你的孩子，超度你们母子。第二，苏乔取出一张天雷符，神色阴冷。我现在就让你灰飞烟灭，母子离散，有事不得超生。不要！我可以灰飞烟灭，只要大师你能超度我的孩子。他们挖走了我的孩子，让他受尽折磨，逼我杀了沈修锦。他们是谁？我不认识，但我见过他们的样子。大师，你可以亲自来看看。眼下，陈立红附在小毛身上，只要苏乔跟他通灵，分一部分灵石到小毛体内，就能以小毛的肉身作为容器，共享陈立红的记忆。苏乔捏了一个分身诀，闭目，灵石出窍，进入了小毛体内。陈立红嚣张地大笑起来：“臭丫头，硬碰硬，我不是你的对手。可你现在灵石出窍，肉身还在外面，你死定了！”沈修锦脸色微变，只见陈立红猛地一挥手，旁边的桌子腾空而起，朝着苏乔的肉身狠狠砸了过去。桌子就在苏乔面前几公分的位置停住了。原本闭目的苏乔突然睁开了眼睛，桌子被一股更狠的力道摔到墙上，4分5裂。既然你想魂飞魄散，那我就成全你。陈立红难以置信：“你不是灵石出窍了？怎么会？”哼，若你这种鬼体，我1/10的灵石都用不上。想引我灵石出窍，再毁灭我的肉身，挺会做梦的。哼，那就跟你的鬼生说再见吧。苏乔口中念咒，手里五雷符画出了一道金光。不要！陈立红终于见识到苏乔的恐怖之处。他在床上疯狂挣扎，极力想要冲出小毛的肉体，可奈何被点在床头的镇魂灯牢牢锁住。就在此时，一团黑气从天花板的通风口钻了进来，直冲向病床上被陈立红附体的小毛，将他团团围住，竟然挡住了苏乔劈过去的五雷符。苏乔眼神凛冽，有人在跟他斗法。你们先出去。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一股无形的力道直接将沈修锦和唐烨2人推出门外。透过门上的玻璃窗，他盯着苏乔娇小淡薄的背影，几乎能感受到他散发出来的凛然杀气。沈修锦淡不可见地皱了一下眉。5分钟之后，苏乔拉开了病房门，他脸色白得吓人，周身戾气和寒意都没有消退。陈立红的鬼魂被救走了。
不过差不多也废了。苏乔伸出手，给我纸笔。刚才他已经入侵陈立红的鬼域，透过陈立红的视角，看见只是他除去沈修锦的那个女人。唐毅立刻拿来笔，苏乔也不讲究，盘腿就坐在地上开始画。10分钟之后，他停下笔，将画好的人像递到沈修锦面前。就是他。是二太太。他有几分意外。什么二太太？胡大伯沈长宗带回家的小老婆林小云。对外他只说跟沈长宗是一见如故，认他为义兄，可他进门的时候分明还带着一个8岁的小男孩，眉眼酷似沈长宗，谁都知道那就是沈长宗的私生子。真没想到这次引鬼来杀二爷的竟是看上去最无害的二太太。没什么好意外的。沈修锦别有深意地看了苏乔一眼。人是最会伪装的，往往看起来越单纯干净，皮囊底下心思就越多，得撕开来看看才行。不是啊，大哥你说话就说话，你瞥我干什么呀？今晚苏乔折腾了好一通，已经是累到不行，身体愈发的冷。他想离沈修锦近点，感受点温暖，可奈何这男人不知哪根筋不对，又看他不爽，沈修锦已经走了，只留下一个司机送他回思悠园。苏乔上了车之后哈欠连天，要睡不睡的时候就接到了姐姐打来的电话。小乔，你是怎么把钱从万鹏手里拿回来的？苏乔现在脑子都转不太动了，干脆摊牌。不是我。可是刚才有位唐先生找到家里，把我的银行卡送来了，里面还有50万呢。他放下卡只说了句以后不会再有人来骚扰你们母子就走了，我还以为是你的朋友呢。唐先生？那应该是沈修锦身边的唐烨了。苏乔有些感动，但不多。沈修锦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提醒他，苏倩母女俩的小命现在捏在他手里。苏乔皱了皱眉，这男人比他想象中还难搞，软硬不吃。看来他在沈修锦那边得更加小心才行，否则他要是知道他现在这么黏着他，只是为了利用他保命，那依照沈修锦那变态的性格，肯定是要10倍100倍的报复回来。我想起了，那人是我朋友，我托他帮的忙。姐，你把卡收好了。姐，你离婚咨询的怎么样了？我今天在律所等了一下午，那位大律师都没空，我明天再去碰碰运气。不用，明天他会主动找你的。沈修锦自然不会只停在送卡这一步，苏倩还说了什么他已经听不清了。姐，我有点累了，就先挂了。他蜷缩成一团，身体冷得要命。车窗外月正圆，今天正好是15。这2年每逢15，苏乔就会虚弱的厉害，只能使出平日3成的功力。今晚跟他斗法的那个人算是走大运了。陈立红的鬼魂奄奄一息倒在地上。皇娘娘，我已经按照你吩咐的去做了，可是沈修锦身边的小姑娘太厉害了。哪怕皇娘娘及时出手替他挡去这5雷符一大半的威力，但是那剩余的能量也不是他能承受得住的。不过是会点鸡毛蒜皮的本事罢了，归根结底还是你没有用，你连他的灵石都困不住。是，皇娘娘您修为高深，无人能敌。皇娘娘，我都听你的了，你让我见见我的孩子。陈立红苦苦哀求。你的孩子就在里面，进去陪他吧。陈立红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皇娘娘眼底渗出阴狠的金光。蠢东西，婴灵加怨鬼，正好给我练最凶的母子伤。他打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陈立红。皇娘娘接起响个不停的手机，对那边的人低声道：不用担心，下次沈修锦那儿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放心吧，他身边那个小丫头，我找机会一并收拾了。二爷，苏小姐的背景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她在云清观住了17年，从没接触过沈家的人。这次回到帝城，也是为父母奔丧，整整7天，她都没有出过苏家的门。离开苏家后，她第一个去见的人是您。唐毅谨慎地说：苏小姐她不太可能是沈苍逸他们的人。二爷，我觉得苏小姐她黏着您，应该就是单纯的喜欢您。你觉得她喜欢我？反正她对您跟对其他人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说仔细点。我有种说不出来的距离感，好像都不在乎，又都不放在眼里，脾气也不太好。唐毅仔细回忆着。可在您面前就不一样了，她很喜欢往您身边凑，恨不得当个挂件挂在您身上，一看见你眼睛都亮了，就像……唐毅想到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他及时住嘴。沈修锦眸色微冷。说。唐毅只能硬着头皮。就像饿了好几天的狼看见了肉。沈修锦不说话了，这什么破比喻？他现在考虑让唐毅抽时间再去读个文学硕士。二爷，
您快去看看吧，那个苏小姐好像快不行了。沈修锦闻言神色一沉，倏地站起来，健步朝外走去。二爷，司机把苏小姐送回来，结果发现人怎么都叫不醒，我壮着胆子去碰了一下，她整个人都是冷的，好像都摸不到脉搏呀。司机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慌了神，看见沈修锦的身影，吓得当场就跪下了。二爷，我真的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沈修锦没有理会，走上前，手搭在苏乔的颈侧。他的确是很冷，浑身冷得就像块冰，但是还是有微弱脉搏的。别走！他虚弱的连眼睛都睁不开，却知道他是谁。沈小姐，别走，求求你，别抛下我。他身体难受的要命，而沈修锦是他唯一的解药。沈小姐，你抱抱我。苏乔哑声喊着，语调软的就像祈求，但又像撒娇。周围所有人都安静了，只恨不得当场化成空气。然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他们差点惊掉下巴。自家生人勿近，不知道把多少女人扔出去过的二爷，居然真的弯身将车上的小女人抱了起来。唐毅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没错了，二爷这铁树是真的要开花了。不远处，刚走进来想要找沈修锦商量点事的萧望掏出手机。乖乖，这小神婆有点东西啊，她这有生之年居然能看到沈哥抱女人进房。这有瓜得一起吃。萧望兴奋地反手将这组照片发给了他亲哥萧思衍。哥，沈哥都有女人了，带回家过夜了，小姑娘长得贼漂亮，跟小仙女儿似的。平时他的消息萧思衍一般都是不搭理的，但是这组照片甩出去，萧思衍隔了2分钟回复了。图 P 的不错。萧望此生最不能受的就是委屈，他当时缩进车里，一通跨洋电话就打了过去。哥，那小姑娘叫苏乔，沈哥真的把她带回私游园了，我要骗你就讨不到老婆。这个是毒誓啊，但是他毫无兴趣。挂了。等一下哥。萧望听出了一点不对。你是不是感冒了？萧思衍看了眼面前助理递过来的感冒药，伸手接过，吞了以后他又喝了口水，这才开口。没有。萧望压根儿不信亲哥会骗他，当时就哼哼道：我就知道苏乔那丫头在忽悠我，她还给我算了一卦，跟我说你这2天在生病，不能盲目做决定会伤财，我差点就信了她的邪。萧思衍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框眼镜，镜片后面那双漂亮又凌厉的眼眸轻轻眯起。他跟你说的？对，小姑娘长得那么好看，神神叨叨的，没想到沈哥好这口。哎呀，萧思衍懒得听他废话了，直接挂了。他的身体状况也属于财团的机密信息，除了身边的助理和私人医生，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沈修锦身边的小姑娘倒是有点东西。萧思衍合上手里的文件，抬眸，若有所思地开口道：上午通过的投资方案暂时作废，全部重新估价。苏乔，你给我适可而止。刚才他把人抱进房间，准备放在床上就走，结果没想到这小姑娘看着瘦得跟纸片人似的，力气却大得惊人，居然直接将她带到了床上。沈修锦，苏乔经历了冷热交替的双重天，脑子混乱的就跟喝了假酒一样。你得抱我10分钟。沈修锦气急反笑：苏乔，你吃豆腐吃上瘾了，我凭什么？我今天晚上帮你做了很多事，我还救了老太太，这是我应得的报酬。不对，抱10分钟不够的。他只知道自己刚刚都快冻死了，而沈修锦就是他的暖炉。沈先生，你心跳好像加快了呀。行，那就玩点刺激的。沈修锦伸手从旁边抽屉里拿出手铐，将他一只手锁在了床头。你刚刚说你救了老太太，说清楚。苏乔能感觉到黏着沈修锦这么久，原本虚弱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小半的力气。他惬意地弯起眼睛，一点要反抗的意思都没有。我把陈丽红再次引出来，不单单是为了找出想要害你的幕后黑手，还想挖出那个利用婴灵操控女鬼的人。跟给老太太下凶煞的应该是同一个，因为这些恶毒的法术都是玄门禁术，会的人并不多。我顺便破了他给老太太中的凶煞。沈先生，老太太明天就应该能出院了，你开心吗？沈修锦不吃画饼这套，他向来追求眼见为实。等明天再说。沈先生，老太太明天要是好了，我能不能跟你要个奖励啊？抱沈修锦10分钟能恢复小半灵时，亲2分钟他就能彻底恢复了。这小姑娘一点都不知羞，
巴巴往他耳边凑。嘿，我能不能亲你啊？靠一晚上，清醒一下。他冷冷扔下这一句，转身就走了。活了20多年，被一个小姑娘追着耍流氓，这要是说出去，都得觉得丢人。可更丢人的是，沈修锦闭了闭眼，能清晰地感受到体内窜起的那股燥意。他居然被一个小丫头给撩到了。苏小姐，见苏乔的手还被手铐锁着，他忙道：“我去找福伯拿钥匙。”不用那么麻烦。苏乔用另一只手抓住手铐中间，就这么一拽，只见不锈钢的手铐居然从中间断开了。然后苏乔轻轻松松地将留在手腕上的那截拆成2半，当着小女佣的面准确无误地丢进垃圾桶。这是人类能拥有的力量吗？苏乔也多看了小女佣2眼，是那种瞧着就很喜欢的面相，但如果仔细看，她却是父母攻煞亲缘薄，命生坎途，幼年应该吃过很多苦。苏乔出于职业习惯开口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多大了？”刚满20，苏小姐，你叫我阿满就好，是二爷给我取的名字，福伯让我来照顾你。苏小姐，你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就好了。苏乔倒是有些意外。沈修锦给你取的名字？那你父母？我没见过我父亲，听说他以前是沈家的司机，当年专门负责给二爷父亲开车的。阿曼的眼底闪过一丝悲伤。21年前，我母亲刚怀上我父亲开车送二爷一家去赶飞机，却在路上出了意外。我父亲死了，二爷的父母也当场殒命。二爷当时6岁，他失踪了。苏乔看不到沈修锦的命数，对他一无所知。他还是头一次了解到沈修锦的过去。然后呢？那时我母亲因为父亲的死，悲痛过度，落了病根，所以生下我2年后就过世了。我被舅舅舅妈带回家，他们给我改名叫福地。阿满嘲弄地扯了扯嘴角，意思就是要我将来好好的服侍他们的儿子。我从小就给弟弟当小保姆，伺候他吃饭穿衣，做不好就要挨打。说到这儿，阿满仍然是心有余悸，他指了指自己右边耳朵。有一次因为接弟弟回家晚了，就挨了舅妈2耳光，右边耳朵被打聋了。所以苏小姐，以后您跟我说话声音得大一点，不然我听不清楚。就在我被打聋后没多久，有一天二爷亲自找上门把我带了回来，他让我留在家里，也送我读书，就是我太笨了，成绩不太好。苏乔安静听着，眸色渐凝。阿蛮在舅舅妈妈的虐待下长大，后来遇到了贵人沈修锦。那沈修锦呢？他在车祸现场失踪，是被谁带走的？这么多年又经历了什么？什么时候被人找到的？他的贵人又是谁？对于苏乔来说，沈修锦整个人都是未知的。没等他细想，困意先袭来。苏乔打了个哈欠，交代阿满：“我要睡了啊，明天除非沈先生找我，不然谁都别叫我起床。”苏小姐，您得起来了，老太太回来了，就在楼下等着，指明要见您呢。苏乔诈尸般从床上直挺挺坐起来，气沉丹田，让他滚字儿滑到嘴边。他脑子先清醒了。等一下。苏乔纠结了几秒，给沈修锦发了条消息：“沈先生，老太太回来了，我能不能见她呀？”等了2分钟，无人回复。苏小姐，你快点吧。苏乔还没来得及回应，就先听见楼下的客厅里传来老太太中气十足的声音：“别催我的小仙女儿，是我回来的太早了，她肯定还没睡醒呢，我且等着吧。你们天天伺候阿锦，怎么家里多了个女孩子都没人知会我？要不是旺财今天来医院看我，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还不知道我乖孙媳已经找到了呢。”沈奶奶，您别在外人面前叫我小名儿。什么玩意儿，小仙女儿，你毁容了？这是怎么了，宝贝儿？你告诉奶奶，是不是阿锦身边那些莺莺燕燕嫉妒你，毁了你的脸？很好，他老人家想象力很丰富。老太太见苏乔不吭声，还以为自己猜对了，当时就满眼心疼。别怕，奶奶替你报仇。你告诉奶奶谁干的，我马上派人去把他全家画成大花脸，丢到非洲去挖煤。宝贝孙媳妇儿，你别担心，奶奶有的是钱，不管你脸变成什么样，奶奶都能找最好的医生给你修复了。就算修复不好，你在奶奶眼里也是最美的小仙女儿。苏乔能看得出来，这老太太是真的很喜欢她。她有点受宠若惊，更多的是不知所措的尴尬。没有人这么对待过她。来，让奶奶看看。奶奶，还是等沈先生来再。
他拒绝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被人拽着胳膊往后一拉，整个人就跌进一个熟悉温暖的怀抱。太舒服了，想抱着睡觉啊。沈修锦扫了一眼顺势靠在自己怀里占便宜的小女人，嘴角稍微抽了抽，不动声色地将人推开了一点。奶奶，您出院怎么不提前说一声？话是对着老太太说的，杀气却扫向了一旁试图藏起来的萧望。萧望看天，装无辜。哼，你少吓唬旺仔，是我让他别声张，直接带我过来的。你找到了我的宝贝孙媳妇儿，怎么不带过来？说到这儿，老太太忽然想起了什么，眼睛瞪了起来，气鼓鼓的。之前在医院，我的宝贝孙媳妇儿就来了，是不是？我就说我听见她的声音了，你故意骗我！好啊，你这个臭小子！奶奶，你别打她，都是我的错。哎呦，多好的丫头，果然是她看中的小仙女儿。好好好，不打。来，让奶奶看看你的脸到底如何了。苏乔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抬头去看身旁的沈修锦。别动。他便乖乖听话，由着他将他的墨镜和头巾一块摘下来。美人儿，这别的不说，小仙女这张脸是真的绝。我的宝贝孙媳和阿锦站在一起，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这样，你们今天就去领证吧，订婚宴也别办了，直接结婚。好啊好啊。苏乔当然是巴不得呀，这老太太简直就是他保命路上的垫脚石。奶奶，我沈修锦的太太当然要最好的，该有的流程一个都不能落下。您也不想委屈了您的小仙女吧？这番话说得无懈可击。哎，说的也是。那行，乖孙媳，咱们先聊聊订婚的事儿。苏乔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老太太拉走了。哟，沈哥，你真要跟这个小神婆结婚啊？沈修锦淡淡的道。哄老太太开心而已。萧望想来也是，这个苏乔的确配不上沈哥你。苏家多垃圾就不说了，我仔细查过她的资料，这女人简直是克天克地啊！哥，你留她在身边还是得小心点，这小神婆骗财骗色都算轻的，万一她连你都克……哼，那就看看到底是我命硬，还是她有本事了。不是啊，重点是这个吗？萧望有些抓狂。哥，有的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沈修锦都懒得听，抬脚就出去了。二爷，律师那边安排好了，现在已经约上了苏倩。苏倩母女俩以后都安排人盯好了，明白？宝贝媳妇儿，你叫苏乔，是哪个乔啊？哪有乔木的乔？真是个好名字。等我安排人选个好日子，亲自上门去跟你父母提亲。不用麻烦了。苏乔十分平静道。我父母双亡，家里只有一个姐姐，不过她最近在办离婚，忙得焦头烂额的。我的婚事我可以自己做主的。老太太一噎，当时看苏乔的眼神更心疼了。奶奶，沈先生跟我一样，也是父母双亡吧？果然，老太太触景生情，是真的从苏乔这儿想到了自己的宝贝孙子。如今，她既心里已经认了苏乔这个孙媳妇儿，那关于沈修锦的事情自然不会瞒着她。是啊，阿锦她也是个苦命孩子。老太太沉沉地叹了口气。21年前，她只有6岁，在跟父母去机场的路上遭遇横祸，满车人都死了，独独她失踪了。这也算好消息，只要没找到尸体，我就相信我的乖孙子还活着。我一直在找他，找了整整14年。想起阔别14年第一次见到沈修锦的场景，老太太就禁不住抹眼泪。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擂台上跟人打黑拳，满身都是血。等人洗干净了，被带到我面前，我看见他那一身的伤，当时心都要碎了。后来我才知道，当年阿锦他在那场车祸里被炸伤了脑子，失去了6岁之前全部的记忆，他忘记了自己是谁，也想不起来自己当时为什么会离开现场了。只有6岁的小孩子孤苦伶仃流浪在外，没有遇到好心人，却碰上了人贩子。于是6岁的沈修锦被拐到了大山里，受尽折磨，终于找到机会又自己跑了出来。他在垃圾堆里捡吃的，跟野狗抢东西，凭借求生的本能活着。后来阿锦他偷东西吃的时候，被几个混混抓住，他们看他够狠，年纪又小，就把他留下来，让他去抢去偷，替他们拿刀子捅人。再后来他们培养他去打黑拳，拿命挣钱。沈修锦那些不堪的过去在苏乔面前一一铺开。那14年是他活在地狱里的，他的狠，他
他的冷血也是在地狱生存下去的守则。他忽然想起来沈修锦在车里对他说的那句话，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而沈修锦选择从地狱里爬出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家阿锦，但你相信奶奶，她本性不坏的，不然她也不会在知道爆炸时，司机曾拼了命的保护他们一家以后，立即找到司机的女儿，也就是你见过的阿满。他把阿满接回来，给他治病，送他读书。阿锦他是个好孩子，只是没有人好好的对待过他，好好照顾过他。小乔，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阿锦，是不是？他不是冰做的，只要你是真心对他好，他肯定能感受到。而且我觉得，他一定会喜欢你的。苏乔垂下眼，浓密纤长的睫毛挡住眼底的情绪，也说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心情。奶奶您放心，只要我在沈先生身边一天，就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他，不会让他受伤的。您可以相信我，没有人比我更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苏乔的话一字不落落进他耳朵里。沈修锦目光悠悠地盯着女人的背影，那么小小的一只，他一只手就能捏碎，可这成天嘴里不是喊着保护他，就是要养他。苏乔，你要是装的，最好能装到最后。奶奶，能让我看看你脚上的铜钱吗？我脚上的铜钱是你绑上去的？是啊，这是我老家的习俗，替老人家祈平安呢。苏乔随口扯谎，神已经蹲下去卷起老太太的裤腿，只见铜钱已经彻底变黑了。苏乔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金光，他上手将铜钱摘了下来。好了，奶奶，您以后会平安健康的。他笑起来很乖，极具欺骗性。好孩子，后天是阿锦伯父的寿宴，往年阿锦都是独身去的，有时候饭吃不了2口就能吵起来。今年你陪他去吧。我？苏乔拿不定主意。可是沈先生他未必同意啊。他敢不同意？奶奶我做主，你就陪他去。都听您的。毕竟他也想去会会那个二太太，以及他身边助纣为虐、引鬼杀人的玄门败类。沈先生，沈先生，你要出门吗？能不能送我去个地方啊？这是把他当司机使唤呢。不能。沈修锦薄唇吐字，转身就走。苏乔知道他的脾气，也不生气，厚着脸皮就跟着上了车。那就把我送到公交车站吧。唐助理，你待会儿停一下车，我自己坐公交车去城南古玩街。唐毅也不敢立刻答应，从后视镜里觑着自家二爷那张深邃俊美的脸，见他不搭理，也知道是默许了。唐毅这才笑道：好的。他又多问了一句：苏小姐，您去古玩街做什么？看能不能淘到有灵气的宝贝，给沈先生做一个好看的护身法器。你拿什么买？他可是穷的还要蹭他车的。别担心，我有办法赚钱的。沈先生，我很厉害的，你放心，有我在你身边，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沈修锦一只手已经摸到了皮夹，因为他这句话又塞了回去。苏强正在埋头翻着布袋里能用的东西，忽然预感到了什么，他面色一沉，正想开口提醒沈修锦：趴着。沈修锦，他发现每次他一紧张，就不假模假式的喊他沈先生，而是连名带姓的叫他沈修锦。在车里待着。苏乔自然是不肯的。是。不听话，以后就不用跟着我了。沈修锦冷冷扔下这一句，抬脚就将撞变形的车门给撞开，然后下了车。外面7、8辆车将他团团围住。沈修锦，你手伸得够长啊！西城经济开发区，从项目敲定时，沈苍毅就盯着了，说是他这2年的心血也不为过。沈苍毅昨晚跟政府好几个高层在商务会所玩了一宿，突然经理敲门，说是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份大礼。他上前打开盖子，当时脸色就变了，那里面装的却是被打断手脚、浑身是血，只剩下一口气吊着的留守员。是沈修锦。说完这句，人就两眼翻白，彻底晕死过去了。要说手长，谁比得过沈总你呢？派人杀我，1次不成，还有第2次。你胡说八道什么？沈苍毅当然不认，他冷冷盯着沈修锦，仿佛在看什么垃圾。这个地城想你沈修锦死的人可多的是，少把脏水往我头上泼。苏乔紧盯着沈苍毅，沈苍毅肩头萦绕着好几个阴灵。
普通要是被这么多阴灵环绕，早就被吸干阳气，面黄肌瘦，霉运缠身了。但是沈苍逸却是红光满面，贵气天成。沈修锦，识相的现在把西城的股份交出来，再跟我去刘总病房前磕头认错。看在你爹妈死得早没人教的份上，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你再说一遍，我听听。沈苍逸只觉得眼前男人阴冷的目光化成了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他的喉咙。你……沈苍逸刚张开嘴，剧痛先袭来。放开沈总！沈苍逸旁边的保镖齐刷刷的拔枪，沈修锦丝毫不怵，插进沈修锦肩头的钢笔拔出来，抵住他脖子上的血管。来，开枪啊！突然，几十个戴着黑色恶魔面具的人将沈苍逸的人团团围住。鬼影，鬼影在地城是最神秘的组织，形如鬼魅，从来不开口，也好像从来没有痛感。没想到这鬼影居然是沈修锦的人。沈修锦，你敢杀我，这个沈家都不会放过你！还有你想要的东西，这辈子都拿不到！再敢提我父母，下次我就送你下去见他们。冷冷的说完，他一甩手，将沈苍逸如同垃圾一般丢在旁边。抬眼的那一瞬间，透过车窗玻璃看见后座的苏乔，两个人四目相对。沈修锦眼里一丝温度都没有，冷得令人发怵。此时唐毅已经调人开了另一辆车，沈修锦迈步上车。苏乔收起东西从车上下来，快步跟了上去。怕了？沈修锦身上暴力未退，整个人被寒意笼罩。还喜欢我吗？这种场面对他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口口声声说爱他，倒贴上来的女人也不在少数。也曾经有一个特别执着的缠了他好几个月，但是他的运气不好，在他生日那天撞见最血腥的场景，也看见了他浑身染血的样子，当时人就直接被吓吐了，从此就避他如瘟神。就算能驱邪收鬼又如何？这世上人比鬼可怕的多啊！突然手背附上柔软细腻的触感，苏乔有些心疼。我不怕，我只是怕你会受伤。沈修锦神色微僵，他垂眼扫过去，就看到苏乔握着他的手，正对着他虎口处的伤口皱眉。好在这车上是有医药箱的，苏乔小心地替他清理伤口。这么点小伤，沈修锦都懒得管，他却轻轻往伤口上吹凉气，就跟哄小孩似的。不疼了。苏乔，刚才我用钢笔在我堂哥身上开了2个窟窿。他活该，谁让他先欺负你的？他说的这么理所当然，甚至还有点生气。而且他还说你父母坏话，也是他自己的叔叔和婶婶，不懂得尊重长辈，也不爱护弟弟，长得人模狗样，不干人事。苏乔话锋一转，变着法儿的开始给沈修锦灌输安全知识。沈先生，其实我刚才差一点就布好了阵法，能够帮助我们脱险的。我看见沈苍逸身上有好几条人命化成怨灵跟着他，只不过他有高人相助，加上祖上阴德显赫，那些阴灵都被镇压了。但是我可以替他开天眼，让他能短暂的看见那些阴灵，这样我们就能逃了。沈先生，你能不能答应我，以后不要这么冲动了？我怕他们真的开枪，我想帮你挡子弹都来不及。帮他挡子弹？这话听着既夸张又可笑。可眼前这小姑娘满眼都是浓浓的余悸，声线都在发颤，那股莫名其妙的烦躁感又来了。哼，就凭那群废物也想动我？再说废话，我现在就丢你下车。苏乔只能把到嘴边的话咽下去。车又开了几分钟，沈秀锦取出手机发了条信息：别把事闹大。简单的5个字留住了沈苍逸和他手底下那些人的2条胳膊。你刚刚说沈苍逸身上有好几条人命，能查清楚他们的身份吗？可以的，但是需要先接近沈苍逸，拿到他的头发、指甲和生辰八字，破了他身上的法阵才行。在经过公交站口的时候，车没有停，一路开到了古玩街。沈先生，那我先走啦。沈修锦从皮夹里取出一张黑卡递给他，拿着。他硬邦邦地吐出一句：我沈修锦的人在外面没钱用，说出去丢人。沈先生，你真好。趁机扑上去想要抱一下他，却被沈修锦识破。他凉飕飕的警告：敢打油试试，下车。哦。苏乔推门下车，在原地目送车子离开。沈修锦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站在原地挥手的小姑娘，嘴角不易察觉地翘了翘。二爷，您是不是也觉得苏小姐还挺可爱的？你很了解我。没有，我瞎说的。
小姑娘还想买点什么？快来我这儿看看，都是好货。哎，小美女，来我这儿看看，给你便宜价啊！老板，这块石头怎么卖啊？哎，小姑娘，我这块石头是河边捡的，不算古玩，你还是瞧瞧别的吧。这人倒是老实本分，但是也缺慧眼，不知道自己捡了一块黄玉灵石，他打算用这块玉石给沈修锦做个护身法器。我就看中这块石头了，你捡的那也是你的，开个价吧。张驼子，你好不容易开摊儿，一把年纪了，可别看人姑娘长得好看，连钱都不赚了。哎，姑娘，你瞧好了，这石头真不值钱，你要是想买个好玩，哎，不如买另外一件，石头我就送给你。苏乔扫了一圈摊位上的那玩意儿，实在是没有一件能入眼的。最终，苏乔端详着张驼子的那张脸，只见他双眉锁印，眼下发青，天苍黑气萦绕，是霉运缠身的面相。你这几天是不是特别倒霉啊？哎，小姑娘，你怎么知道呀？先是忘带伞出门，就遇上下雨，赶公交车追不上趟。等好不容易等到车，下车的时候又发现自己的手机丢了。光破财这也就算了，他更是遭到了无妄之灾。今天早上来的路上摔进坑里，腿差点就摔断。唉，算了，我就吃点亏，替你画一张转运符，换这块石头吧。此话一出，周围围过来看热闹的人群里发出一阵阵笑声。张驼子，这小姑娘在忽悠你呢。嘿嘿，人家长得这么漂亮，别让她画符呀，你让她给你摸骨也不吃亏呀。哎呦！正调笑的人突然脸上一痛，就好像被空气抽了一耳光。苏乔袖子底下掐诀施法的手放松下来，他提笔蘸墨，落在黄符纸上，画出了一串行云流水、大气复杂的符文。他身上有一股沉寂出尘的气质。围观的群众渐渐安静下来，有懂行的看得目瞪口呆，倒吸了几口凉气。上品转运符，这是上品转运符啊！没想到帝城还有如此年轻就这么厉害的画符师。哎呦，这小姑娘真人不露相呀！要是单卖这一张转运符，怎么着也要个3-5万吧？3、5万？你做梦呢！至少得再加个0。见苏乔把符纸递过来，张驼子诚惶诚恐。哎呀，谢谢姑娘啊！苏乔略微一点头，收起石头，转过身。苏乔一路上边走边逛，又收了几件能用的法器，当然都是刷沈修锦的卡。毕竟他为沈修锦驱邪捉鬼劳心劳力的，这收点钱也是应该的。等逛的差不多了，苏乔走进路边的一家茶楼，他径自去了2楼走廊尽头背光的包间。出来吧，再跟下去你就要被太阳晒成灰了。女鬼怯生生地望着苏乔，你真的能看见我？我不只能够看见你，还能灭了你呢。这小鬼从离开他张驼子摊前之后就一直跟着他，那么大的太阳也亏得他生前是淹死的，命格又偏阴，才能扛这么久。大师饶了我，我从来没有害人。大师，我不记得我生前是谁，又为什么死了，一直在人间飘着，无处可去。刚刚看见大师你能徒手画符，觉得厉害，就想求你帮帮忙。大师你别灭了我，我现在就消失。哎呀，不灭了你了，快别哭了。人有善恶，鬼亦如此。苏乔开启天眼，却发现这小鬼不仅被人抹掉了记忆，就连生前八字也被刻意消去了。丢了生辰八字，就彻底沦为无主的游魂，投胎也只能投畜生道。大师，怎么了？苏乔便将他生辰八字被人消除的事情都跟他说了。大师，求你帮帮我，我不想当畜生，我也不想再这样飘着了。苏乔察觉到他眉心有一线金光，隐没在鬼气之中。这小小年纪居然已经积了一线功德了。我可以帮你寻回八字超度你，但是必须得先弄清楚你生前是谁，因何而死。谢谢大师。我做这些也不白做，你身体里面有一线功德，是你生前行善积德留下的，你愿不愿意把它给我当做报酬啊？后果就是你下辈子投胎转世只能当个普通人了。这个功德金光对于苏乔而言是除沈修锦之外补充灵石修养肉身的绝佳好物。我愿意。苏乔便将女鬼那一线功德取出，注入自己体内，瞬间他便感受到了一股热息，身体舒服了不少。随后便咬破食指，往女鬼眉心上点了一下，口中念咒，一人一鬼的眉心同时浮现了一个散发青光的莲花图案，转瞬即逝。好了，他跟女鬼结下了修罗契，契约已成，违约者将受天谴，遭100倍反噬。苏乔从包里取出一根红绳，套在手腕上。在我查清楚你的身份之前，你就待在绳子里，以后呢，我就叫你小红了。好的，大师。
小红化成了一缕白烟，乖乖钻进绳子里。苏乔坐下来继续吃点心。小乔，苏倩的语气激动，你算得太准了。昨天我没见到的那个大律师，今天真的主动联系我了。我现在就去律所见他，你有空吗？我想你陪我。好，把地址发给我。混账东西，连你堂哥都敢下手，下一步是不是要对付我？沈董言重了，我要有那本事，您这位置早就换人了。放肆！沈苍毅被他那大逆不道的话气得不轻，抄起手边名贵冷硬的砚台就砸了过去，一丝热流就从沈修锦眉骨慢慢淌下来。哪怕这一个字都没说，但是那阴冷的眼神依然让沈苍毅面色一沉。既然西城经济开发区现在是你的了，就由你接手吧。舆论方面我会安排的，这项目也算是沈家的脸面，会安排人去协助你。还是沈董更高，自己儿子的东西不好意思厚着脸皮抢，就拿我当刀使。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跟你母亲倒真是像得很。然后他如愿以偿看到了沈修锦变脸色。明天政府的招标会，我希望只有沈氏集团的人出席。沈修锦手底下掌控着鬼影，这是沈苍毅知道的，他也默许，并且在暗中资助过。对于他来说，沈修锦就是最好用的刀，当然也是最见不得光的。沈修锦摔上车门，浑身气压极低。唐毅虽然担心，却也不敢多说什么。沈修锦的手机在这个时候震动起来，直接掐断了震动音。他掏出手机，看看要送谁上天。二爷，我找到了一块黄玉灵石，我打算呢把它打造成你的护身法器。你喜欢什么啊？扳指、项链？然后就一块丑石头的3张照片。沈修锦沉吸了一口气，不打算理。看见信息状态变成已读，一通电话就打了过来。沈先生，你看见我给你发的照片了吗？你喜欢什么慢慢想，不过别想太久啊。我早点做成法器，你就能早点戴在身上，当做护身符了。以后再随便给我打电话，我就把你跟你姐一起埋了。手机随手扔在旁边。5分钟之后，又钻来一条信息：沈先生，谢谢你帮我姐找的律师，你记得好好吃饭哦。后面跟着一个粉红色的爱心。沈修锦嘴角微微抽了抽，他好像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沈修锦干脆把人拉进黑名单，眼不见心不烦。他靠在椅背上合眼休息。过了10几分钟，沈修锦睁开冷冽的黑眸，又把人从黑名单里拉出来。苏倩那边已经聊完了，她手里捏着起草好的离婚协议。小乔，这黄大壮算是地城数1数2的离婚律师了，你怎么算到他会主动找我的？不是算的，是我一个朋友帮忙联系的。改天我得登门当面谢谢他了。不用，他忙得很，我替你转达谢意就行。他可不愿意让姐姐跟沈修锦那尊杀神碰面。苏倩又去附近的小饭店打包了1菜1汤和米饭，准备给刘桂芳送过去。什么仙丹灵药这么贵？我看你们医院就是想赚黑心钱。别以为我年纪大了就好骗了，我不吃，赶紧把钱退给我。王护士，麻烦你了，药给我就行。护士是看着苏倩1日3餐来送饭的，伺候刘桂芳的。这么好的女人，偏偏摊上这么一个恶婆婆，可惜了。没良心的，你怎么现在才来送饭呢？想饿死你婆婆不成？都怪你妹妹那个乌鸦嘴害人精，害得我摔成这样。我这医药费你得全包了。等我出院再把这事告诉大鹏，看他怎么收拾你那个祸害精妹妹。他还想怎么收拾我妹妹？想对我一样对小乔动手吗？我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了要跟万鹏离婚了。以后他再敢动我，或者是我家人一根手指头，我就送他去吃牢饭。倩倩，你可别被人怂恿干糊涂事儿。你快30了，这么大年纪离婚带着个拖油瓶，可没那么好找下家。你现在娘家都没了，我跟大鹏才是你的家人。我知道大鹏打你是伤了你的心了，可我跟大鹏他爸年轻那会儿过日子的时候也没少动手啊。男人打你还不是因为他在乎你？再说了，夫妻哪有隔夜仇的？打我是因为爱我。你省省吧，3岁小孩都不会信这种鬼话。你要是真过不去这个坎儿，等大鹏回来，我让他给你磕头赔罪，你狠狠地打他几下。以后别说离婚这种胡话了，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你今天输破天，这个婚我也一定要离。门外突然冲进来一个人，大鹏，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这个贱人，居然敢找人来抓我！那天他抢了苏倩的钱以后，直奔赌场，却被人突然用布袋蒙头套住，直接拖走了。他被扔在一间破仓库里，还挨了一顿毒打。万鹏饿得头脑发晕的时候，
隐隐听到有人通电话，说了句只是帮苏小姐一个小忙。苏小姐，那不就是苏倩吗？今天看老子怎么收拾你！眼前万鹏恶狠狠地举起手，一巴掌就要扇过来。苏乔的一只手还握着手机，晚点说。万鹏，我要跟你离婚。好啊，我知道了，肯定是你这个贱人在外面勾搭了野男人，让他来对付老子，想离婚门都没有。万鹏面目狰狞，想要爬起来，却又被苏乔一脚踩回到了地上。泼脏水还是你会啊？签字。大家评评理呀！我这个儿媳妇在外面偷人，把我儿子打成这样，还要逼他离婚呢！你胡说什么？二爷，我们可以走了。他也搞不明白二爷怎么会突然想来这家医院处理伤口。唐毅顺着自家二爷的眼神抬眼看去，竟然透过人群缝隙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苏小姐。被围在人群中间的苏乔揉了揉耳朵，他走过去挡住围观人群的视线，一巴掌拍在刘桂芳背上。闭嘴，回去躺着吧。刘桂芳瞬间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失去了控制，嘴巴怎么着都张不开。他死死瞪着苏乔，但是身体却自己爬起来，乖乖回到病房。贱人，今天谁他妈都别活！苏乔想也没想就冲过去将苏倩护住，他挨一刀应该问题不大。然而刀刺进身体的疼痛并没有传过来，他感受到了暖意。沈先生，他在保护他。苏乔的瞳孔微紧，这男人是疯了吗？你快松开！倒是出息了，敢这么跟他说话。沈修锦移开视线，掌心一松，刀也顺势掉到了地上。沈，他话都没有说完，被先冲上来的唐毅一脚踹翻，当场就吐了血。二爷，我不是故意的，你饶了我，饶了我！唐毅，联系律师团，就说有人蓄意谋杀我。听见这话，万鹏猛然抬起头，整个人都麻了。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下来，他就算不死，下半辈子也得在牢里待着。二爷，你饶了我！万鹏的头都磕破了。见沈修锦不搭理他，他跪爬到苏倩的身边。姐姐，你跟二爷认识是不是？你帮我求求二爷，这样我愿意离婚，我现在就签字，以后好好伺候二爷。苏倩羞愤难当。万鹏，你别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耻龌龊。沈修锦直接掏了枪，回头一枪打爆了监控，然后那黑洞洞的枪口就抵着万鹏的头。签，我现在就签。万鹏哪里还敢犹豫啊，抓起地上的离婚协议就签字。刚一签完，沈修锦的枪口下移，直接就打断了他的一条腿。告诉律师团，他后半辈子还能见到监狱外面的太阳，我开了他们。扔下这一句，沈修锦收起枪，转身就走了。他管这些破事儿到这一步，都已经佩服自己的耐心了。小乔，你怎么会认识？姐，那我先走了啊，以后跟你解释。先处理伤口，不然会感染的。然而身后的男人却根本就不动。苏乔，我是不是给你脸了？苏乔，你还真把自己当沈太太了。语气里甚至有一分似有若无的杀意。他不允许自己的世界有一丝一毫的失控。眼前这个小东西看起来乖顺无害，却总在作死的边缘试探他的底线。对不起啊，我只是担心你。抬起手摸上他额角缝合好的伤口，怎么弄的？疼吗？这明显就是新伤。就在他们分开之后的这短短几个小时里，他又受伤了。沈修锦身体僵了一下，额间的触感难以忽视。苏乔，我知道我让你不开心了，我跟你道歉。苏乔拉起他受伤的那只手，伤口他刚才用止血符已经处理了一下，现在表面已经是形成了一层血痂了。你要是不想在医院处理伤口，那买了药我们去车上，我帮你处理行不行啊？万鹏他那么脏，刀口还有点生锈，我怕你拖得越久，你越容易感染。你把我当小孩哄？真能装嫩，哪有这么大只这么恐怖的小孩？沈先生你还比我大好几岁呢。他大他7岁，45入都一旬了。沈先生，反正你要亲自去取药，不如我们就在这里处理了，行不行？你别得寸进尺。他虽然神色仍然冷淡，可周身的戾气却消退了大半，此刻活像是被顺好毛的老虎，成了一只脾气不好的大猫。唐爷安静地跟在后面，看苏乔的背影都觉得肃然起敬。他愿意称小神婆为驯兽大师。哎，您轻着点儿。医生有些年纪了，戴着老花镜，闻言不免好笑。
行了，小姑娘，别操心了，你男朋友又不是豆腐做的。老医生拿出过来人的态度。而且男人可不能这么疼，你越疼他越不珍惜的。他不一样。沈修锦忍无可忍。都闭嘴！苏乔乖乖闭上嘴。他突然记起来什么，他转身出去回拨了之前被他挂断的电话。我说小仙女儿，挂我电话的女人除了我妈，您还是头一个呀。不好意思啊，刚刚有点急事，你能帮我查一查半年前帝都以及周边有没有溺水死的少女吗？苏乔在网上找不到半年前溺水大学生的相关新闻，怀疑可能是有人特意压了消息。行嘞，小仙女儿开口，我哪能不帮忙啊？等着吧。小婉满口答应。多谢，这个人情我记住了。什么人情？沈先生，你好啦。显然是在跟他转移话题。沈修锦也懒得多问，迈步便走。沈先生，我想在医院陪陪我姐姐，晚点回家见。他仿佛真把思悠园当成自己家了。二爷，这是明天参与政府招标会其他几家公司董事的全部资料。这里面就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各种见不得人的隐私。整个地城最强大的信息网不在萧家，而是在沈修锦的手上。二爷，这几个董事都不简单，您这回要为了沈家一次性得罪4个硬茬啊！我沈修锦的命就在这儿，谁有本事就来拿。他命硬到阎王见了都得掂量掂量。手机在此时响起，他随手接听。说，哥，你那个小仙女找我帮忙查查帝都近半年来有没有17、18岁的少女溺死的消息。他还是拎得清谁才是老大的。他管得倒挺宽啊。好的哥，有什么进度我随时跟你汇报。小乔，他声音微微发颤。我从今天起就自由了，有种身在梦里的恍惚感。恭喜你啊，姐姐。刚刚他一走，牵制住刘桂芳的符咒就失效了。听说儿子下半辈子要在牢里度过，刘桂芳情绪激动，突然脑溢血，就已经被送去抢救了。苏乔早就看清了刘桂芳的命格，这场手术之后，她就会成为植物人。这对母子作恶多端，心思阴诡，此生无善果，死后下地狱。而她跟苏倩这辈子的姐妹情谊，也到了该断的时候了。姐姐，以后你的人生会顺遂幸福的。苏倩预感到了什么？小乔，你是不是要走了？苏乔看着苏倩脸上那淡到快要消失的金圆线，眉眼间竟是超脱的淡然。我有我的解药渡，他回来不过是跟苏倩做最后的道别罢了。小乔，苏倩哽咽道：我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也没本事照顾好你，但我永远是你的姐姐，你的家人。什么时候你累了想回家了，我都在这里。明明被拥抱着，可这具身体却感受不到一丁点温暖。他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又能活多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好，苏家的事情算是彻底的尘埃落定了。苏乔也放下了一桩心事。拉上窗帘之后，苏乔将小红召唤了出来，顺手给她点了3炷香，让她吃饱。大师，你对我真好，我当了鬼以后，你是对我最好的人了。应该的。苏乔笑眯眯的掏出从古玩街淘来的那块玉石，以及从五金店买回的工具，放在小红面前。吃饱就帮我把这块石头里的黄玉给磨出来。果然没有吃白食的。苏乔给小红贴了一道符，让她暂时能触碰实体。苏乔在网上搜索了一番，还真是找到了一个热闹的玄学论坛。苏乔耐着性子一页一页翻过去，最终发现了一个冷门的帖子，标题是跪求赐教如何利用玄术逆天改命。其中有一条评论引起苏乔的注意。傻逼，命数天定是改不了的，只能拿命，拿别人的命格跟自己交换。为了万无一失，得抹掉那个人生前死后的所有痕迹。说了你也听不懂。像你们这些穷鬼这辈子都别想改命，赶紧洗洗睡吧，梦里啥都有。对方的头像是个嚣张的中指， ID 叫给朕跪下，留言时间正好是半年前。苏乔眸光微冷，他抬头看了一眼对面正在全神贯注磨石头的小红。人有3魂7魄，七魄归3魂管理，人死后7魄归于天地间，而3魂又分为天魂、地魂、人魂。天魂会回到亲人身边，接受着亲人的祭祀；地魂会守在逝者的坟墓旁，而人魂就是人们常说的鬼魂。通常他会被阴差勾走，去阴曹地府接受判官的审判。通常这3魂之间是互相感应的，所以见到鬼魂，苏乔就能感受到对方死在何处，家里有什么人。
但是小红的天魂和地魂，苏乔根本就感受不到。对方不仅霸占了小红的命数，他还用歪门邪道抹掉了他生前存在过的痕迹，让小红身边的家人都忘了他的存在，也没有办法祭祀，也就留不住他的生魂了。简直就是阴毒至极。点开那个给朕跪下的主页，因为他的留言过于嚣张，时不时会冒出人来对他，这个人就会立刻跳出来骂回去。苏乔也留了言，在网上吹牛谁不会啊？夺别人的命数是要遭天谴的，哪个玄术师敢这么干？苏乔合上电脑，又去给小红点了一炷香，让她在旁边吃，而自己则开始往玉石上刻符箓。等结束的时候，外面月色极深，他拉开门，就看见阿满按吩咐放在门外的晚餐已经冷透了。苏乔原本就是一顿不吃饿得慌的人，刚才雕刻符箓又费了不少精力，端着餐盘下楼去了厨房，简单热了一下，饭菜的香味瞬间就溢了出来。然而刚走出厨房，他身形顿了一下，闻到空气里的血腥味很淡，但是在逐渐变浓，逐渐靠近。下一秒，他就看见男人熟悉的身影从门外走进来。沈先生，沈修锦微微怔了怔，眼底冷色微滞，灯光在眼底漫开。这样的画面他曾经见过，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有人在灯光里等着他回家。只是久远的就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沈修锦的目光落在苏乔餐盘里的食物上，无一例外都是他爱吃的，所以这个土包子是从晚饭开始等他到现在。苏乔，你讨好我的花样还挺多啊。没有等他反应过来，沈修锦已经转了步子，径直走向了餐桌。算你今天运气好，我确实有点饿了。所以这狗男人以为他特地热了饭菜在等他回来。大哥，你能要点脸吗？苏乔轻轻吸了口气，挤出一个干巴巴的笑容。沈先生，你要是不想吃就别吃了，这菜热了好几回都不新鲜了。他话还没有说完，只见沈修锦拿了筷子直接吃了起来。这可是他的晚餐啊！感受到了女人直勾勾的视线，沈修锦抬了一下眼，便看见她眼圈隐隐发红的样子。他扫了一眼自己衬衣上被溅到的血迹，淡淡解释：不是我的血，别一副心疼到要哭的样子。他当然知道他没有受伤，那些血上也没有他的气息，他单纯只是饿的。你打算守我到什么时候？苏乔内心天人交战了好几秒，最后是在讨好沈修锦安稳保命和饿一顿之间，含泪选择了前者。他挤出了一个笑容：沈先生，晚安。苏乔转身就走，却猝不及防地被沈修锦拽住胳膊。小姑娘轻得不可思议，轻轻一拉就掉进他怀里，就像一阵凉风一样灌满怀。苏乔几乎是本能的，他伸手搂住了沈修锦的腰，近乎贪婪攫取着那丝丝缕缕的暖意。他是他的瘾，苏乔早就已经接受这点了。就这么喜欢我呀？你跟我的命一样重要。又是这种肉麻老套的话，可偏偏他能说的那么认真。你知道我这双手今晚沾了几个人的血，挖了几双眼睛吗？这狗男人又开始发神经了。苏乔此刻脑子里冒出来的是师傅的经典语录：男人嘛，很简单的，你就行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管不了别人，我只在乎你。而且我相信，无论你做什么，一定有你的理由。沈先生，我永远站在你这边，只要你能够平安幸福就好。苏乔说的自己的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但是他清清楚楚的看见沈修锦脸上的表情呆滞了。然而下一秒，男人就突然变了脸色，猛地将他从怀里掀开。滚！以后少在我面前说这些废话。这个阴晴不定的狗男人。苏乔一副委屈的模样，转身就回了房间。大师，我去帮你吓唬吓唬这个欺负你的坏男人。算了，你别惹他了。我忍一时风平浪静，忍一年扬眉吐气。第二天，苏乔是被电脑弹出的消息提示音给震醒的。他爬起来一看，顿时就精神了。苏乔的 ID 也起得嚣张，叫见我先磕头，果然被他给刺激到了。你懂个屁呀！普通玄门术士当然没那个本事，但老子有的是钱，找的也是最牛逼的，你这辈子都见不到的大人物。哼，算计少在我这跳脚。有钱无脑，正好。哼，真能吹，你也就只能在网上叫唤了。操你他妈哪儿的？有本事现实里碰一碰，把生辰八字头发指甲给我，你看老子能不能找人弄你就完了。苏乔眸光森冷锋利，要是真能找出那玄门败类，他也算是替门派清理门户了。行，我还怕你吗？我就在帝都，别说我欺负你，你定见面的时间地点
到时候谁不来拾孙子？行，你少丢种。明天中午正好回帝城参加个寿宴，等着，明天晚上就收拾你。哎呦，我好怕怕哦！苏乔又补了一个嘲讽的表情包，对方被气得跳脚，立马私信了时间和地点，约在明天晚上9点，给的地址是一座墓园附近。看来对方是真打算教训他了。苏小姐，你醒了吗？醒了，什么事啊？苏小姐，你快下来选衣服吧。苏乔不明所以下了楼，被客厅里的华丽阵仗晃了一下眼。宝贝孙媳妇儿，明天你要跟阿锦一块儿回老宅去，给他伯父祝寿，算是你头回进沈家见家长，可得好好打扮一番。那你看，这都是各大奢侈品牌最新款的成衣，我让模特穿上，一件件试给你看，喜欢哪件我们都留下来，反正奶奶我别的没有，钱多的是。苏乔感受到了，他的确没有什么衣服。苏乔就陪着老太太坐在沙发上，一边吃东西，一边赏心悦目的看服装秀。这有钱人的生活果然是朴实无华。大师，这件蓝色的好看，那条白裙子也好看，你留下吗？苏乔有些无语。小乔，有看上的吧？老太太在旁边殷切地问他意见。苏乔不想让老太太失望，便按照小红所说的，随手指了几件。就在这时，一通电话钻了进来。奶奶，我去接个电话。查到了吗？他低声问，同时抬眼看向客厅。小红的鬼魂就穿梭在那些漂亮的衣服之间，那张惨白的鬼脸上露出单纯又欣喜的笑容。还没查到啊，不过我倒是碰到了一件怪事儿，不知道跟你要找的那个溺死的小姑娘有没有联系？你说。萧望本来不信鬼神这一套，也只把苏乔当成神棍。但今天他哥萧思衍回来了，他无意中听见了萧思衍和助理的对话，这怕是碰到真的大师了。家里佣人昨天打扫的时候，不小心把我以前玩摄影的相册打翻了。他整理的时候发现有张照片很诡异。此刻，那张诡异的照片就在萧望的手里。萧望咽了一下口水，他看着照片上那5个身穿校服的人影，只觉得瘆得慌。小仙女儿，有5个学生没有脸了。帝城有个帝兰中学，是最顶级的贵族学校，能上帝兰高中的基本上都是各种二代。萧望和他哥萧思衍都是在那儿毕业的。3年前，帝兰高中董事会考虑到社会的综合评价，决定设立一个助学项目，专门挑选成绩优异但是家庭普通的学生，让他们免费进入到帝兰高中就读。萧思衍作为荣誉校友，在3年前的新生开学典礼上被邀请去做演讲。萧望那个时候迷上了摄影，他就在台下拍了好几张，还将其中一张最满意的洗出来留下了。可现在那照片上5个学生的脸都扭曲成一团，格外诡异。原来不是1个，是5个。我找专门的摄影师问过了，也看不出是什么毛病。最离谱的是，学校里居然没有这5个人的档案信息，就连校方的人和他们同届的学生都说不记得这5个人了。萧望越说越觉得后背发凉。他妈的，要不是还有这张照片当证据，我都要以为我出毛病了。如果你没有发现这张照片，再过2天，这张合照上他们5个人也会消失，你会像其他人一样忘记他们。萧望整个人都不好了。小仙女儿，这到底什么情况？这5个人被别人换了命，对他们下手的人还想将他们生前的所有信息都抹去，甚至死后都不打算让他们投胎转世。啥？5个被他彻底遗忘的人又怎么能算神呢？对方不只用这种手段逃脱法律制裁，还用那种阴毒的邪术，让他们5个死后成为孤魂野鬼，无法去阎罗殿里申冤。生前死后生生世世，这5个被换掉命的普通人都注定报不了仇。苏乔心头窜起了一股怒火。小望，你帮我整理一下帝兰中学3年前那届学生们的资料。说到这儿，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遗漏的信息。奶奶，明天参加沈长宗寿宴的宾客有哪些人呢？他记得那个叫给朕跪下的蠢货说过，他明天正好回帝城参加一个寿宴。既然对方有钱有势，地位也不低，他参加的很有可能就是沈长宗的寿宴。怎么了，小乔？怎么突然问这个？宾客除了家里的亲戚，自然就是他生意上有来往的那些人了。没事，我想知道要见哪些人，好多做一点准备。别担心，明天你跟着阿锦一块儿去，整个帝城谁不知道阿锦她不好惹又护短，没人敢欺负你的。
苏乔却想起沈修锦额头上的伤疤，还有他浑身大大小小的伤口。看来这沈老太太压根儿不知道沈修锦在沈家究竟处在怎样的位置，更不知道沈修锦明里暗里究竟遭受过多少危险。不，应该是沈修锦不会让老太太知道这些的。正想着，阿满突然朝门外喊了一声：“二爷！”他回头便看见沈修锦的身影。沈先生。沈修锦瞥了一眼苏乔那副不值钱的样子，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挑好了吗？你催什么？女孩子选衣服能催的吗？让你陪小乔逛街你又不肯，不体贴又不浪漫，我都舍不得让我的小仙女嫁给你了。老夫人又误会了，沈先生他对我很好的。这老太太目前可是他嫁给沈修锦的最大助攻，哪能让他反水啊？这么一心一意对他的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阿锦，今晚你陪我回老宅一趟，跟你伯父他们一块儿吃个饭，顺便把你和小乔的事跟你伯父说一下。见沈修锦不搭腔，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跟你伯父一家不亲，但不管怎么说，几年前你就过继到你伯父户下。沈长宗他不仅是你大伯，更担任你父亲的角色。你要成婚的事，他自然是要先知道的。”奶奶，之前为你预约的威廉医生，正好明天有空，我给你安排了下午的飞机去帝国。至于老宅那边，晚上我会单独去一趟。怎么偏偏就在明天？那得您亲自去问威廉医生了。苏乔在旁边当背景板，但是他心如明镜。沈修锦自然是故意在这个时候支开老太太的。小乔，奶奶恐怕要有一阵子见不着你了。别担心，奶奶您这一次去一定能够治好病的，你会长命百岁的。苏乔不是在说好听的话，而是从老太太的面相看出来的。我这把年纪了，能活多久都无所谓了。我是放心不下阿锦，我是老了又不是傻了，这臭小子是故意要把我支开。哎呀，罢了，我留着也只会碍他的事，不如走了倒好。小乔，你帮奶奶看着他，别让他做太出格的事儿。奶奶知道你一定能管住他。这老太太未免太看得起他了，她能在沈修锦身边苟一年就心满意足了，还想管他？但是见老太太满眼殷切的模样，苏乔就只能是宽慰了。奶奶您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在沈先生身边，保证他的安全。好孩子，谢谢你。目送老太太的车离开，沈修锦也打算走人。沈先生，等一下，这个我刻了好长时间呢，你要贴身带着，能保平安呢。沈修锦余光瞥见苏乔指尖磨破的痕迹，他顿了片刻，伸手接了过来。他看着苏乔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还有事？沈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一份明天参加寿宴的宾客名单呢？我想找个人。他收到了沈修锦发来的文件，同时襄望那边也按照苏乔的要求发来了地兰高中3年前那届学生的全部资料。苏乔用零食打开天眼，目光如炬地扫过去。找到了。今天是我们黄大少20岁生日，来，留几个美女下去给大少助助兴。作为主角的黄尊彦就坐在岸边的椅子上，正好一个服务员过来给他送酒。黄尊彦突然一把将人搂了起来，不顾服务员抗拒的尖叫挣扎，直接将他狠狠地丢进泳池里。这兄弟有地吧？就是长得丑了点儿。让你们主管换个漂亮的来。女服务员屈辱地咬紧下唇，转身就走了。黄大少，你今天不回家，你家老爷子没意见吗？开什么玩笑！我们黄大少半年前靠近满分的成绩被世界排名前3的名校录取，黄家老爷子乐得嘴都合不拢，当时就送了他公司5%的股份当奖励。黄老爷子都放话了，只要黄大少能够保持全 A 的成绩到毕业，就能直接进公司。黄尊彦原本兴奋嚣张的面孔却阴沉了几分，他一脚把说话的人踹进泳池里。谁他妈准你瞎逼逼老子的私事啊？整个泳池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就踩到了这位纨绔大少的雷点。黄尊彦甩脸子直接走了。等人走远，泳池里的男人才爬起来。什么东西？那天把老子惹毛了，那点破事老子全给你们捅出来。他突然后背一凉，有只冰凉的手搭在了他的肩上。男人浑身一个机灵，身体却像是被什么控制住了一样，动弹不得。徐晨光，看来你还记得那5个人。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以前的名字？那件事情以后，他就已经被高人指点改名了。还有那5个人，高人说过，不出3个月就不会再有他们5个之外的人记得了。
默念了一个口诀，入侵了徐晨光的大脑。小红的原名李穗穗，正是3年前地兰中学助学计划里被选中的5个寒门学生之一。当年地兰中学的助学计划本身就是一场博得社会好感的作秀，那5个家境贫寒、毫无背景的学生被那些富家子弟当看猴似的戏耍捉弄，而黄尊彦就是那个团体的头头，徐晨光则是他们身边最殷勤的狗腿子。黄尊彦平时欺负人也不敢真把事情做绝，可是李穗穗他们5个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成了那群不学无术的富家子的仆人，亲眼看着这5个10几岁的孩子无故被一群同龄人霸凌侮辱，苏乔几乎出离愤怒，他捏紧了拳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想着反抗，跟老师反映和求助，甚至偷偷的报过警，但是没有人管，他们也许是不想管，也许是不能管，害怕父母担心，也知道父母斗不过那些人。5个懂事的孩子选择闭口不说，默默承受着这一切，只要他们能考上一个好大学，就能逃离这个地狱。于是5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互相鼓励支持着，奔向高考的终点。5个人拼命学习着，都稳定在年级前10。可天真的5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心心念念期望着能改变命运的高考，也会是他们生命的终点。一个深夜，他们5个人拿着手电筒，躲在学校凉亭里发奋读书。这群乡巴佬天天就知道死读书，以后出来呀，还不是只能给我们打工当狗。我呀，要是能拿个年级第1，马上给我买私人飞机。妈的，李穗穗那脑子给我多好呀！这句话却说到了黄尊彦的心坎里。他的父亲黄杰荣虽然有钱有势，但是从小出来混社会，没有学历，是他心里的刺。而黄尊彦不知道也是遗传了他，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读书的料。你要不是我儿子，我现在就打死你！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黄尊彦心里憋着一股火，那就把他们5个的成绩抢过来。这些像蝼蚁一样的人，不如去死好了。死前能给他带来点好处，也算是他们唯一的价值了。临近高考的那2个月，以黄尊彦为首的小团体忽然不再欺压他们5个了，还会经常给他们送各种昂贵的补品。他甚至还天真的以为这些富二代真的转性变好了。很快就到了高考，他们5个人都发挥得很好。5个人先一个接着一个丧了命，5个拼了命想要往上爬的少年还来不及绽放，就永远停在了高3毕业那年的夏天。小红也借着苏乔的视线，看着当年发生的事情，慢慢找回了生前记忆。痛苦、剧痛、怨怒、绝望和不甘充斥着鬼体，他眼里缓缓渗出血泪。你偷了别人的命，就不怕遭报应吗？哪来的傻逼啊！报应？哼，老子就是你们这些穷逼的报应。他刚发出去就收到了回复，见我先磕头，发来了一张照片。黄尊彦点开大图仔细一看，当时他脸色就变了，这他喵的就是他房间大门口的照片啊！对方居然能找到这儿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这回却并没有回复。这一层只有他住，走廊外面又没有什么藏身的地方，他查了监控也没有人在外面，所以那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溜进来的，而且还拍了他大门的照片。姑姑，李穗穗他们5个人的事儿，您确定都处理干净了吗？替黄尊彦换命害死李穗穗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姑姑，这外人都尊称她一声黄娘娘。黄尊彦跟黄娘娘说了刚才碰到的怪事儿。姑姑，那人到底什么来路啊？该不会跟您一样也是玄门里的人吧？黄娘娘自视甚高，且不说我的阴阳换命术极为隐秘，不可能被人发现，就算真有同道中人察觉了，为5个已经成为游魂野鬼，连亲生父母都不记得下的人，跟我和黄家作对，除非是个傻子。我在你心口刺的赤令符，足够让你百鬼不侵。他们想报仇的无门。对，我姑姑手眼通天，我还怕什么呀？黄尊彦彻底放下心来。姑姑，您上次呀说要的玉石，我给您带回来了。等明天参加完沈家的寿宴，我就给你送过去。他刚放下手机，房间内门铃声猝不及防的响起。黄尊彦咽了口口水，走到门口，但是外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清楚。突如其来的砸门声瞬间吓得黄尊彦一哆嗦，房间内的灯光却在此时齐齐的灭了，屋子里的温度也随之降低。黄尊彦2只手抱住胳膊摩挲了2下，眼里渗出了几分恐惧。难不成体耗炸了？黑暗之中响起女人凄厉可怖的声音：黄尊彦，你这个畜生，把我的命还给我！是李穗穗，她送命了！一阵寒凉刺骨的阴气掀翻沙发，黄尊彦惊恐万状的瞪大眼睛，
只见一个浑身汤水、面容狰狞的恐怖鬼影朝他扑面而来。黄尊彦被吓得惨叫一声，晕死了过去。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杀了他。然而李穗穗刚进黄尊彦的身，他胸口突然散发金光，一张威严肃杀的金色赤令符凭空出现，巨大的威力瞬间压制住了李穗穗的鬼魂。赤令符是极强的玄门法印，请的是神力。李穗穗只觉得魂体仿佛被烈火焚烧，痛苦凄厉的惨叫起来。苏乔透过天眼看见了总统套房里透出的金光，感应到他快要灰飞烟灭了。苏乔迅速掐诀，临兵斗者皆列阵前行，无所不破，无所不辟。说话，一股极强的灵犀出现在黄尊彦的房间，将被赤令符打成近乎透明状的李穗穗包裹住，是赤令符中的雷火咒。苏乔目光森冷地盯着黄尊彦房间的方向，怪不得黄尊彦敢这么嚣张妄为，原来是背后有个强大的邪修在助纣为虐呀。对不起，大师，是我太冲动了。他被恨意冲昏了头脑，不顾苏乔的阻拦，结果差点把自己给搭进去。无妨，这种血海深仇放在谁身上都会想撕了那个畜生。我只是没有想到他居然有赤令符护体。那大师，我是不是报不了仇了？大师，我不怕魂飞魄散，也不怕永世不得超生，只要能让我报仇，我遭什么报应都可以。他好恨呐！你不会魂飞魄散。苏乔的口吻很淡，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强大气息，令人心安。人间事我不能擅自插手，但是有人敢扰乱阴阳秩序，破玄门名声，我自然会管到底。更何况我收了你一线功德，就会帮你帮到底的。等处理完这些事，我亲自送你去轮回路。谢谢您大师，可惜我只有一线功德，我要是有更多，都给你。哪怕是成了鬼，她依然是那个单纯又善良的17岁小姑娘。不该死的枉死，不配活的人却享尽富贵，还有神符庇佑着。雪雪，我要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死的，你能想起来吗？李穗穗艰难地回忆着生前的记忆，有许多支离破碎的画面闪现，最终拼凑出一张苍老恐怖的脸。我记得那天李穗穗是要去赶集的，司机降下车窗问路，就在他好心指路的时候，一个男人冲下来迷晕了他。等李穗穗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铁链绑在一个祭坛上，周围点了一圈红蜡烛。他旁边躺着双眼紧闭的黄尊彦，如此诡异的场面吓得李穗穗六神无主。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老女人慢慢朝他走过来，身上散发着难以言喻的阴森气息。在他沙哑恐怖的咒语声中，李穗穗脖颈缠绕的红绳越收越紧，越收越紧，最终他窒息而死。他不是淹死的，他是被活活勒死的。苏乔则是通过天眼看到了李穗穗死后的遭遇。他死了之后被他们挫骨扬灰，冲进了马桶，从此世上再无李穗穗。而存在教育部电脑系统上的成绩单上，李穗穗的名字也慢慢消失，被黄尊彦取而代之。苏乔闭了闭眼，压下眼底的怒意。为了能让李穗穗顺利投胎，他得先破了对方的换命术，将黄尊彦和李穗穗二人的命运换回来。苏乔当即准备开坛做法，他掏出罗盘占卜开坛的最佳位置，看着面前沈修锦书房紧闭的门。书房内沙发上的沈修锦察觉到了什么，轻轻一抬手就打断了唐毅的汇报。唐毅微微一顿，继而秒懂了沈修锦的意思，外面有人来了，一拉开门，死盯着外面的人。这女人走路是用飘的吗？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二爷又是怎么知道她来了？唐毅的脑子里却全都是问号。沈先生，这么晚了你还在工作啊？真是辛苦。来，我给你带的宵夜。你累了吧？我帮你按摩吧，能够帮助你入睡的。他发现这个小神婆在自家二爷面前总是散发着一种类似舔狗的气息，而二爷他身形懒散的往后一靠，完全就是不主动也不拒绝的渣男做派。意识到自己再待下去就不太礼貌了，唐叶识趣儿的带上门出去。苏乔挽起袖子绕到沈修锦身后，乖巧的替他按摩头部的同时，也蹭着他身上的热息，来温暖自己今晚耗损过多的零食和冰冷如窖的身体。苏乔偷偷摸摸的取出黄符，就要往沈修锦脑门上贴。你敢贴一个试试？苏乔听出了他没有说的后半句，我把你脑袋扭下来。他盯着苏乔，长眉微挑。解释。这是静心咒，我只是想帮你快速进入睡眠状态。
哼，大半夜跑来书房哄我睡觉，你不如脱光了去我床上等着。此话一出口，沈修锦其实是有点后悔的。这话说太重了，羞辱的意味不言而喻。他那么爱哭，还不是要掉眼泪啊？沈修锦正想找补一下，却发现苏乔的表情不太对。沈先生，你说的好有道理啊！沈修锦的母语简直就是无语，他总结出了规律：跟沈修锦越亲密，治愈充电的效果就越好。要是脱光了再亲亲抱抱，说不定能彻底治愈他体内的寒气呢。沈先生，我们现在就去床上吧。他想起来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办。现在不行，沈先生，要不你先回房间等我半个小时吧，我保证半个小时之后我就飞奔到你床上脱光光。苏乔，你给我闭嘴！沈修锦脸都绿了，只想打死那个半分钟前居然心怀一丝诡异内疚的自己。能戳中对方才叫羞辱，苏乔这个反应搞得他好像在跟他调情一样。滚回你自己的房间睡觉去，这里可是开坛做法的最佳地点。沈先生，我要借你书房这块地方开坛做法，跟一个邪修斗上一斗。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先出去。害怕？他的字典里可没有害怕这两个字。开坛做法对于沈修锦来说也算是新鲜，全当是看戏了。苏乔先是用狼毫笔蘸朱砂，在地板上画了一个阴阳八卦阵，2张纸上写着生辰8字，又分别用红白蜡烛压住。苏乔坐在八卦阵中，双手结印，速度极快，嘴里也是念念有词。伴随着咒语，他周身涌动着一股无形的强大气流。与此同时，黄娘娘有所感应，猛地从梦中惊坐起，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黑血。师傅！门外守夜的徒弟听到动静，连忙冲了进来。有人破了我的9转幻命阵法，快拿灵药过来！黄娘娘刚吞下肚，原本青紫发灰的脸色就好转不少。还没等她缓过气儿来，窗外突然电光一闪，一道惊雷天降，劈在院子里的一棵百年老树上。黄娘娘脸色一变，幻命术可是玄门禁术，一旦被破，布下阵法幻命的玄术师就会遭到极强的反噬，引来天雷。这不仅会劈散修为，严重的还会命丧当场。这天雷躲是躲不过去了，除非……阴邪的目光落在面前刚成年的小徒弟身上。师傅，这天雷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他回头想要寻求师父的帮助，一只枯瘦如干柴的手伸过来，将一张替身符猛地贴在他的脑门上，一道天雷劈开天花板，直直劈在他的天灵盖上。刚才还活生生的人就成了一块焦炭，倒在地上。能破他的幻命术，还能引来天雷收拾他，看来是碰上一个硬茬了。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原来是同一个人，他也在邪修身上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鬼气，就是当初附身宫人想要杀害沈修锦的女鬼陈丽红。这几个事件加起来，足够他替天行道，废了这个玄门败类的。破解幻命术对他来说并不难，只是这具身体实在是太废了，换作平时早就浑身冷透，起码要睡上24个小时才能恢复。但是今天他的疲惫感却并没有那么重，看向身后沙发上的沈修锦，他就像是他的专属太阳，专属的充电器，只要靠近他，他就能得到治愈。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沈修锦睡着的模样，他不知道梦到了什么，眉头微微皱起。苏乔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想要替他揉开那点皱痕，然而他冰凉的指尖刚刚落下，沈修锦突兀地睁开眼睛，同时大手死死抓住他的手腕，翻身将他死死压在茶几上。黑洞洞的枪口戳着苏乔的脑门，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能让一个人睡梦里都警觉成这样呢？沈先生，是我。直到这一刻，沈修锦仿佛才看清他的脸。以后别在我睡觉的时候靠近。他眸色凛冽。沈先生，你刚刚是不是做噩梦了？沈修锦自然不打算告诉他。斗法结束了。可惜没能用天雷劈死那个邪修。沈先生，跟我斗法的那个邪修和沈长宗那个小老婆林小云请来害你和老太太的，应该是同一个。有仇必报，斩草除根向来是沈修锦的做事风格，他一个都不会放过。沈先生，现在我忙完了，我们一起去睡觉吧。苏乔想得很简单，明天那个邪修说不定就会出现在沈家老宅，如果碰上了，他打算直接收拾了。此外，帮人帮到底，苏乔也打算替他们超度。这些操作耗费了不少灵石，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跟沈修锦睡一觉，先养好身体。
想得美。沈修锦当然不可能搭理他，抽出手转身就要走。苏乔急中生智，摸了一个天雷符引雷，轰的一声，窗外雷声巨响。苏乔害怕的叫了一声，扑上去搂住沈修锦的腰。沈先生，我害怕。他信他个鬼！抓鬼的时候胆子比谁都大，还会怕打雷啊？放手！沈先生，你之前不是问我沈宗翰的事情吗？等明天我去老宅好好的观察观察，我还会查清楚那几个阴灵的身份的。所以今天晚上就让我跟你一起睡吗？光这么抱着沈修锦，苏乔就觉得体内噬骨的冷意得到了缓解。要是能睡上一晚，那得多舒服啊！沈修锦几乎被气笑了。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垂涎他肉体的女人，他也不是没有见过，但急色到这种地步的，他绝对是第一个。最后，双方各让了一步，达成统一。他垂死挣扎了一下。沈先生，我真的不能跟你一起睡床上吗？我不脱光光也行啊。沈修锦听着都觉得辣耳朵。再废话，你就收拾铺盖滚回自己的房间。沈修锦听着浴室里传来的水声，只觉得脑仁儿都疼。他是怎么就对他宽容到这一步的？而且刚刚在书房，他竟然在明知道有另一个人的存在，依然毫无防备的睡着了。沈修锦的心里烦躁莫名。电话那头传来男人睡梦中惊醒的声音：“二爷怎么了？你中弹了还是挨刀了？伤口深不深？我马上过。”不用，我刚刚在第二个人面前睡着了。身为沈修锦的私人医生，心理理疗师温医生严肃起来：“应该是你心里觉得对方可以信任，所以才会毫无防备的睡着。”信任？沈修锦神色晦暗难明。温庭轩倒是挺替他高兴的：“二爷，你这几年的睡眠质量太糟糕了，说不定这个人能成为治疗你失眠症的突破口。”沈修锦的这副身体耗损的极为严重，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睡眠问题。他每天顶多只睡3-4个小时，此外就是无休止的高强度工作。只要是换做一般人，早就垮了。温庭轩试了很多办法，也曾经尝试给沈修锦深度催眠，但是根本就没有用。到底是哪路神仙能让沈修锦放下戒备，好好睡个觉啊？二爷，要不下次约个时间，我跟那个让你睡好觉的人见一面，一起探讨一下治疗你失眠的新方案。不用。他的世界不会有例外，从前没有，现在和以后更不会有。苏乔洗完澡出来，一见到他，瞬间就变得阳光灿烂。沈先生，我洗好啦。他身上的睡裙是阿满挑的，很挑人。但是苏乔的皮肤比较白，脸生的清丽又藏了3分艳色，跟这种粉色倒是格外搭。沈修锦走近，闻到他身上的沐浴露气息，是他的。他皱了一下眉：“苏乔，怎么啦？你想喝水还是吃东西啊？那我去拿。”他仿佛压根没有意识到他在勾引他，眼神纯真无害，嘴角的弧度也很甜。沈修锦走进浴室，反手重重地关上了门。砰的一声巨响，苏乔被吓了一跳。又不高兴了。他偷偷翻了个白眼，自顾自地钻进打好的地铺里。每个人的房间里都会保留自己的磁场，因此沈修锦的房间对于苏乔来说就格外的暖和。他惬意地闭上眼睛，已经好多年没有这么舒服地睡过了。今晚别说是摔门了，就算沈修锦把天花板掀了，他也绝对不挪窝。沈修锦冲了一个冷水澡出来，就看见苏乔已经没心没肺地睡着了，一条腿伸在被子外面，裙子也往上缩了一截儿，滑出来的那部分纤细又滑嫩，就像是豆腐。沈修锦的眸色不易察觉地暗了2分，他别开眼，随手拿起床上的薄毯丢过去，将苏乔从头到脚都盖住了。2个小时以后，沈修锦睁开眼睛，就看到苏乔闭着眼还在往他怀里钻。他刚刚开口，怀里压根没醒的小女人猝不及防地抬起头，精准无误地堵住他的嘴。沈修锦的黑瞳狠狠一缩，强吻他的某人却跟没事人一样喃喃梦呓。沈修锦，你好温柔啊。我好想就这样待在你身边，哪里都不去。他的声音慢慢弱了下去，在他怀里沉沉地睡着了，一只小手却攥着他胸前的衣襟，害怕下一秒就会被抛弃似的。沈修锦摸到枪的另一只手到底还是松开了，真糟糕，他居然开始对他心软了。那双疏离的黑眸深处暗流涌动，慢慢凝固成一片冰海。苏乔，你不能是例外。
苏小姐，这是二爷替您挑的裙子，说让您今天穿这个去老宅，车也备好了，就在外面等着。沈先生人呢？二爷一早就出去了，他吩咐说等您醒了，让司机直接送您去老宅。哦，沈修锦的眼光倒是还挺不错的，挑了一件青色水墨流苏裙，整个人就像是江南古画里走出来的美人，既惊艳又耐看。苏小姐，你也太漂亮了吧，比电视里的女明星还好看。大门外，司机已经在等，阿满叫了声钟叔。苏乔目光落在钟叔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上，轻轻眯起漂亮的狐狸眼，眸底淌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钟叔后脊一阵阵发凉。车开到路口等红灯时，只见黄尊燕两眼浑浊，山根发灰，锥头泛青，这明显就是气虚阴重的面相，最容易见鬼。李穗穗见到仇人更是鬼眼猩红，戾气大涨。他冲出红绳，扑向了黄尊燕，只想亲手把他撕碎。别过去，不然你还没有靠近他，就会灰飞烟灭的。先是敕令符，再是开光佛珠。哼，做了亏心事，倒是知道求神拜佛，搞一堆法器护体。昨天晚上他在房间里撞见李穗穗的鬼魂，被吓得当场就晕死过去。今天早上醒来，他总觉得身上哪儿都不得劲儿。黄尊燕还接到了黄娘娘的电话，反倒叮嘱他这几天将那串佛珠带好，绝对不能摘。妈的，难不成李穗穗的鬼魂真的回来寻仇了？一辆布加迪 Devil 呼啸而来，嚣张地停在黄尊燕前方。从车上下来的正是萧望。黄尊燕的眼底闪过一抹浓重的厌恶和嫉妒。黄家也算是有权有势还有钱，可是在富裕了10几代的大财团萧家面前，也只有提鞋的份儿。黄尊燕已经换上一张堆笑的脸。哎呀，旺哥，好久不见啊！我今早才回来，打算晚上就约你出来喝酒呢。他一手搂住了黄尊燕的脖子。你小子出去有大半年了吧？听说还以地兰高中年级第1的成绩毕业的。黄尊燕差点被萧望勒死，可是又不敢挣扎。哥，你那不是不想学，你要想考第1，谁能跟你争啊？再说了，我哪能跟你比呀？我就是运气好。运气好？那你可得小心点儿，运气太好，人接不住那就完了。突然手上一空，他戴在右手的那串佛珠已经到了萧望手上。这玩意还挺好看的，送我吧。旺哥，这珠子不值钱，我改天给你准备好的。不值钱的都不肯给我，你还能给我好的？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佛珠离身，黄尊燕就觉得冷得慌。旺哥，你是我谦哥，你想要什么都行，真的不能送你。黄尊燕急得咬紧后槽牙，上手要去抢。萧望哪能惯着他呀，一脚踹过去，直接将黄尊燕给踹趴下了。萧望根据苏乔的叮嘱，将佛珠包好塞进兜里。这照片上的5个人你还记得吧？不可能，你不可能还记得他们5个。连他们父母都忘了，萧望又怎么会记得呢？整个底下停车场的灯光忽然闪烁起来，说不出来的诡异。黄尊燕看着李穗穗的鬼魂出现在前方，她惊恐万状。不是我要害你的，是他们的主意，都是他们。身后停车场里还不断传来黄尊燕凄惨恐惧的惨叫声，但是萧望没有丝毫同情。小仙女儿，我把黄尊燕手上的佛珠摘了，接下来我做什么你尽管吩咐。这群败类真他妈给我们富二代丢人。不用了，接下来我来处理就行了。有了施法人的物件，再加上萧望手里的那张照片，苏乔就能找到另外4个游魂，将他们超度了。要不是萧望找出这张照片，他不可能这么快就查清楚原委。苏乔抬头仔细端详起萧望的那张脸，贵气迎天不说，还有一圈淡紫色的幽光时隐时现，紫气护体，百无禁忌。那邪修的术法在萧望身上是难以起效的，所以萧望跟李穗穗他们5人非亲非故，竟然还能记得他们5个。看来这萧家并不一般啊，得找个时间去一趟。萧望跟在苏乔后面走进停车场，里面灯光正常，也没有了先前那股凉飕飕的感觉。黄尊燕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他已经失去意识，但是还留着一条命。李穗穗可以复仇，但是不能害人命。他如今怨气散尽，恢复成了生前的模样。大师，谢谢你。你可还有未了的心愿？我想再见见我父母，想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好，手一挥，让李穗穗重新藏进红绳里。小仙女，那个鬼走了吗？别担心，没有鬼能够害你的。行，以后这样，小仙女，阴间那边你是我老大，阳间那边我罩你。除了沈家，别的地方你横着走，报我的名字。这货怎么处理？叫救护车送医院，就说他突发羊癫疯。这里有监控视频，皇家追责也追不到你的身上。就这么放过他了？也太便宜他了。放过他的报应，
现在才开始呢。他至多只能再活半年，而这半年中，他会遭到换命术的反噬，不仅自己疾病缠身，每一天都在痛苦中度过，还会连累整个皇家的人。皇家在这一带彻底垮了。处理完了皇尊宴的事情，苏乔便跟着萧望一块儿往沈家老宅走去。苏乔都忍不住在心里赞一声：好一个风水宝地！小仙女，你要不在门口先等下沈哥？总不能让他一个萧家的人带着沈修锦未来的老婆进沈家的门吧？萧望跟他站在门口也不是个事儿，苏乔就让他先进去了。苏小姐是吗？家主让我带您进去。苏乔看了一眼斜上方的监控，看来他是一出现就被盯上了。沈先生，我进去等你。他今天来主要是想看看沈家究竟是些什么人，想害沈修锦，那不就是不想让他活吗？大家推杯换盏，互相恭维着，场面好不热闹。哎呦，要说还是常总有本事呀，当家做主这些年，我们沈家是蒸蒸日上呀。那是啊，只要家主出手，哪有拿不下的项目？都是家主带领有方啊，你得好好喝几杯，无醉不归啊。这也要多谢各位的鼎力相助，我这个家主不过是大家抬举，给面子罢了。哎，常总，你这就谦虚了。苏乔坐在角落里，一双眼睛一直在认人。林小云在哪？还有沈宗翰也不在这儿。不过沈清义夫妻俩怎么生出那么个儿子？提到沈修锦，仿佛说到什么晦气的隐疾一般，偌大的主厅诡异的安静了几秒。要按我说，人走丢了10几年，寻回来差不多也废了。偏偏老太太怜爱这个孙子过了头，把他过继到常宗名下不说，摆明想把他也当继承人培养。可那沈修锦这几年的表现，大家也都看见，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三叔公说的是，我忙于工作，疏忽了对他的管教。苏乔听到这话，眉心一跳。沈长宗这话实际上却是默认了三叔公对沈修锦烂泥扶不上墙的评价。这怎么能怪您呢？这沈修锦啊，10几年流落在外，从根上歪了，怎么掰得回来吗？我们沈家往上10代，哪个不是清白富贵、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就出了沈修锦这么个活阎王？我看他骨子里就是坏种。三叔公，沈长宗压低了声线，蕴含几分警告的意味。哼，谁不知道沈修锦现在可是帝城的阎王爷，自己的亲堂哥他都不放过。我家宗翰前2天差点就死在那个畜生的手里。行了，不过是小辈们之间有点摩擦，你别在这里添油加醋了。行，你们沈家人护着沈家人，就我是个外人是吧？那我今天话也撂在这儿，我们金阳赵家不是吃素的，谁跟我赵芳华的儿子过不去，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命够不够硬。沈长宗正要开口，一道清清冷冷淡然的嗓音却先从角落里传出来。沈太太，那我话也放在这里，沈修锦就是我的命，谁动他，我有100种方法让他生不如死，悔不当初。骂沈修锦就骂沈修锦呗，说他坏，说他蠢，说他不是男人都行，可是怎么动不动就要搞死他呀？他死了，他苏乔也活不成，那还费那么大劲玩个屁呀？沈修锦修长的身影站在那儿，黑沉沉的眼锁住了那一抹纤细淡薄、弱不禁风的背影。他几乎能想象得到他说这话时的表情。还会威胁人呢，以为懂点玄学会抓鬼就能对付屋子里那些比恶鬼还要狠千百倍的人。为他要对抗整个沈家，他究竟是哪里来的勇气？到底还会蠢到什么地步才知道害怕，才知道适可而止呢？赵芳华盯着苏乔的那张脸，轻轻眯起眼睛。你就是老太太给沈修锦找的那个天仙媳妇？哼，一个克死全家的瘟神，我看老太太是真的眼不盲心瞎了。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还没过门，一点规矩都不懂。来人，先给我掌他的嘴，我叫停了才准停。的2个保镖立刻冲上去，一左一右按住苏乔的肩膀，一个女佣则是拿起竹签板上前就要动手。二少爷回来了。他一身黑衣，愈发衬得身形颀长，气场肃杀。他嘴角噙着一丝散漫的笑意。哼，真热闹呀。沈修锦就在一群人如临大敌般的眼神下走到了苏乔身旁。沈先生，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开玩笑，沈修锦的气息10米开外他都能察觉到，要不是知道他在外面看戏，他哪能乖乖被人按着不动呢？说不定还能顺便在沈修锦这儿刷一波同情分，今晚也许还能继续跟他一起睡觉，真是血赚呢。你如今过继到我这一门，我就替你母亲尽一下当婆婆的责任，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没教养的未来太太。沈修锦压根儿就没有搭理他，盯的却是主位上的沈长宗。沈董，今天我未婚妻要是掉1根头发，您的宝贝儿子就少1根骨头，怎么样？
小畜生，你把我儿子怎么了？沈长宗察觉到了不对，脸色骤变。不好了，家主，林夫人和三少爷都失踪了。苏乔意识到沈修锦干了什么，有些震惊的随手就挣开2个5大3粗的保镖。沈先生，你绑了他们？他今天来就是想来会会林小云的。所以你刚刚在装什么柔弱呀？明明力气大的一拳就能干翻一个成年人。我这不是想着第一次来见家长，给大家留一个文静的好印象吗？沈修锦就是我的命，谁动他，我有100种方法让他生不如死，悔不当初。你对文静的理解还挺特别。是男人对浪漫过敏吧？沈长宗对林小云也是宠爱有加。沈谭许18岁的成人礼上，沈长宗那手笔之大，是沈宗翰当年都没有享受得到的。现在他小老婆和小儿子却在沈家老宅，在层层的安保，居然就这样被沈修锦的人悄无声息的绑走了，这俨然就是对他的地位和威严的挑衅。刚刚芳华是在跟苏小姐开玩笑罢了，赶紧把你林姨和小谭送回来，我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哼，那巧了，我刚刚也在开玩笑。沈董的2块心头肉不在我这里了，要不我派人帮你一块找找。沈长宗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戏耍？猛地抓起手边的一个古瓷杯，狠狠地砸在地上。混账东西！为了这个还没过门的女人，你难道想拆了自己家不成？苏乔当然清楚自己在沈修锦心里绝对没那么重要。苏乔忽然明白过来，沈修锦早就决定好要对林小云母子下手。林小云不仅想他死，还对老太太动了手。依照沈修锦的性格，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呢？而他只不过是沈修锦发难的借口罢了。从开始到现在，沈修锦从来没有信任过他，他只是一边利用他，一边在想如何将他的利用价值发挥到最大。苏乔伸手按了一下发闷的心口，莫名的有点不爽。沈董说价了啊，我一个从根上就歪了的坏种，哪来的家呀？这话轻飘飘的甩出来，却如同一记无形的耳光，狠狠抽在刚才骂沈修锦最起劲的那几个人脸上。那不对。在众目睽睽之下，伸手将苏乔揽入怀里。沈修锦低头轻轻吻了吻他的发顶，当众宣布：今天起我有家了，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苏乔，我未来的沈太太。他缓缓抬眸，对上沈修锦漆黑的眼睛，这还是第一次他对他笑。他拿他当活靶子，用偏爱和疯狂昭告沈家所有人，他苏乔是他沈修锦的软肋，是他们可以下手的对象。苏乔也是真的笑出来了。世人在他眼里几乎都是透明的，只有沈修锦他看不透。原来人心隔肚皮是这样的。沈修锦，你别在这儿发疯！林小云母子俩没惹你这位宝贝未婚妻，赶紧把人给我送回来。如果他们真惹了我的人，还是送不回来完整的了。我养了一批食人鱼，饿3天喂1顿。畜生，你敢！外面瞬间就冲进来10几个持枪的保镖，苏乔想都没想，如同母鸡护崽一样冲出去，挡到他的身前。别动他！沈修锦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单薄身影，目光机不可察地动了动，蠢死了。苏乔自己也是很无语，主要是保护沈修锦成本能了，身体动得比脑子还快，不然他也不至于才被这个狗男人利用当成活靶子，现在又立马跳出来替他挡枪口，这不妥妥的钛合金级别的舔口行为吗？沈修锦手臂一伸，搂着苏乔的腰，轻轻松松就将人抱了回来。沈董，别急，我说的是如果而已，反正人不在我手上，你有时间在这里跟我掰扯，不如早点报警找人。说完，他拉着苏乔转身就走。刚走到门口，苏乔的脑袋就被枪抵住了。苏小姐第一天上门，就多留一会儿吧。沈修锦，太阳落山前，你最好把他们母子安然无恙的给我送回来。他们要有什么3长2短，我保证你在乎的每一个人连骨头渣都不会剩。沈修锦松开苏乔的手，隔着那一排黑衣保镖盯住沈长宗，满眼阴冷。沈董的命令，我当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每一个字都意味深长，冷得掉冰渣。沈修锦最后看了苏乔一眼，那一眼情绪复杂，还没有等苏乔辨认，人就已经转身走了。对棋子嘛，是这样的，该扔就得扔。苏乔忽视掉那点不痛快，反正他能自保。他对沈修锦的要求也不高，别死就行，大家就互相利用吧。沈修锦坐上了车，满身也盖不住那种暴力和火气。每次二爷从老宅出来的状态都不好，可今天的二爷似乎又有点不一样。二爷，您不用担心，安装在苏小姐身上的追踪器绝对不会被发现的，只要沈长宗把人送过去，我们就能找到。闭嘴！一切都很顺利，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着。
可沈修锦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却是苏乔的身影，还有他的声音。沈修锦就是我的命，谁动他，我有100种方法让他生不如死，悔不当初。别动他！他挡在他的面前，一点犹豫都没有，哪怕已经清楚的知道自己被利用了，心口的稚闷感挥之不去。沈修锦强压下那股不适感，去1号公馆打个电话给唐烨，别把人弄死了。林小云母子俩的确是在他手上。沈修锦烦躁的想要点烟，手伸进内兜里摸到了一样东西，冰冰凉凉的，触手极润。他知道那是什么，可到底还是取了出来，是一块精雕细琢的护身玉牌，是苏乔一笔一画亲手雕的。他被关进了杂物间里，在那之前先经过搜身检查，随身的布袋和手机都被拿走了。大师，我拿回来了。反正被关着也是被关着，他不如先超度李穗穗和他另外4个枉死的同学。王者随我翻现传，要引王者去明堂，司令死君显归令，吾方古弟兄回音，女子速跪。在那一刻，房间内阴风阵阵，温度骤降。苏乔透过天眼看见了4团阴影慢慢凝聚成4个人形。李穗穗，不间断地喊他们的名字，名字不仅仅是代号，更是专属人的标签。只要让他们记起自己的名字，就能记起自己的身份和过往。唐杰、高明生、芳芳、王鹤堂。唐杰、高明生。随着李穗穗一声声呼喊，4个鬼魂的脸慢慢清晰起来。苏乔替他们度化了大部分怨气，但是还有一小撮就是度化不掉。想要彻底度化，只能先报仇。冤有头债有主，夺了你们命运的人，你们可以去找他们报复，但是切记不能伤人性命，否则到了冥界，你们不但不能入轮回，还要受无尽折，得不偿失。凭什么我们就要枉死？他们恶人还能活着？凭什么呀？天道自有因果轮回，哪怕生前得利，他们死后也会遭受审判，下地狱付出该付的代价。我会将那些人的下场烧给你们的。大师放心，我们不会害人性命的。你们只有2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我树魂咒会引你们去见鬼差，入冥界。赵芳华走进来，苏乔细看那张脸，倒是看出了不少名堂，眉下眼上是兄弟宫。赵芳华有3个兄弟，可惜一个比一个不中用。你盯着我看什么？待会儿把你眼珠子挖出来。苏乔淡定的收回目光，张口就来。不好意思啊，我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漂亮有韵味的大美女，不小心看呆了。他刚准备发作的怒火突然哑了。哼，漂亮到这份上，能迷住沈修锦也不算稀奇了。可年轻貌美算什么东西？总有比你更年轻的出现。到时候你这张脸还值几个钱？沈修锦不照样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苏乔透过天眼看见不少赵芳华被家暴的场面，他有些不适的皱了一下眉头。苏乔，你知不知道沈修锦那种疯子，为什么偏偏会对沈长宗言听计从，当他的刀？他的确是奇怪过这件事情。沈修锦流落在外14年，从地狱里爬出来，什么亲情长辈对他来说都是狗屁不如，整个沈家他都不放在眼里。可他沈长宗又凭什么？那是因为21年前的那场让沈修锦家破人亡的车祸里，有个人的命被留了下来，就是沈修锦的母亲年双至。提到这个名字，赵芳华嘴角弧度更冷，他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恨色。谁知道沈长宗用了什么法子？那个女人都快被烧焦了，居然还能活，吊着一口气足足撑到今天。所以沈长宗手里的筹码就是年双至的命。你以为沈长宗真有什么天大的能耐？他早在7年前第一眼看见沈修锦的时候，就已经盘算好怎么用他。沈长宗在生意场上，甚至在政界也都是顺风顺水，因为背地里一些肮脏龌龊血腥的事情都是由沈修锦去做的。他名声臭了，烂了，成为帝城人人都恐惧又鄙夷的活阎王。在外人眼里，沈长宗成为沈家最英明的家主，是又慈爱又宽厚，次次都替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侄子收拾烂摊子。现在你落到沈长宗手里，他该更高兴了。沈修锦他又有了一个在乎的人，沈长宗手上就又多了一个筹码。在乎？他只是聪明到猜中了沈长宗的顾忌，所以才会把他送上门。很显然，沈修锦的计划成功了。那这次沈长宗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我永远不会成为沈修锦的软肋和牵绊。门外的保镖听到了赵芳华的惊叫声，冲了进来，就看见他被挟持的一幕。都别乱来！放下枪，
不然我就杀了他。苏乔寒声道。还不快滚开！你们想打死我吗？几个保镖都傻眼了。就在苏乔考虑拿赵芳华换点什么比较方便下一步行动的时候，都傻站着干什么？赶紧给他准备一辆车，送到南侧门。还有人质自己 Q 流程呢。等甩掉保镖，苏乔命令赵芳华靠边停车，让他下去。赵芳华也很配合，推门下车。谢谢。说完便模仿赵芳华刚才开车的步骤，一脚油门，车子就直接冲了出去。大师，你谢他干什么？他是故意放我走的。还有关于沈修锦的母亲年双至的事情，也是赵芳华故意透露给他的。他为什么要帮我们呀？报复沈长宗，同时也替他自己谋后路。看来他是真觉得这个未婚妻对沈修锦来说很重要，所以才打算铤而走险，卖沈修锦一个人情。要是沈长宗败了，他跟儿子沈宗翰就多一点在沈家继续立足的机会。可惜他看错了沈修锦，那个男人能亲手推他进沈家这个狼窝虎穴，又怎么会在乎他是死是活呢？苏乔猛地踩下刹车，前方横停着一辆跑车，车里的人戴着头套。快上来！看着对方身上萦绕的淡淡紫气，苏乔一眼就认出来那个人是萧望。坐稳了。萧望的语气隐隐有些兴奋，脚底油门踩死，到底还是有惊无险的逃了出来。太爽了，来沈家老宅拐人，我哥知道得把我腿打断。他不理解要被打断腿的兴奋点在哪儿。小仙女儿，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往西南方向开。他要去找李穗穗的父母，替李穗穗完成遗愿。萧望从出生到落地就没有见过这么破的地方。这什么破地方，狗都不住。他话还没有说完，突然收了音。一间破的四面漏风的砖头平屋前，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的中年男女正蹲在地上抹着眼泪往一个铁盆里烧纸钱。穗穗啊，在底下呀，别舍不得吃。爸给你烧钱，不够用了就给爸给你妈托梦啊。我的穗穗呀，我怎么就忘记了我的穗穗呀。他自责到了极点，哭得声嘶力竭。他们怎么会忘了他们养大的女儿呢？夫妻俩浑浑噩噩了大半年，心好像被挖空了一块，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丢了。直到前2天的深夜，他们夫妻俩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了他们女儿，梦见她是如何咕咕坠地，梦见她柔软的小手牵着他们，第一次咿呀咿呀喊着妈妈爸爸，梦见她蹒跚学步扎着2个小揪揪。夫妻俩小学都没有读完，但是知道教育的重要性，就带着女儿从村里跑来大城市务工。丈夫在工地里顶着烈日搬砖，妻子白天就在食堂做晚饭，晚上去附近的餐馆洗碗。李穗穗也是争气，每次都能考第1。后来他们的宝贝女儿被一个助学计划选中，免学费去了最好的高中。穗穗依然是很优秀的，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可是夫妻俩也发现了一点异样，之前活泼开朗的女儿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了。女儿是不是在新学校里过得不开心呢？但是李穗穗懂事的安慰他们说自己学习压力太大了，她只是出门一趟，为什么就没再回来了呢？那个梦醒来之后，记起一切的李家父母一夜白头。萧望看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二位节哀，李穗穗看见你们这样也会很难过的。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们女儿的名字？你们女儿用生前的一线功德跟我做交易，请我送她回来见见你们。穗穗，我的穗穗在这里吗？李穗穗飘在父母身旁，她扑向父母，却只能从他们身体上穿过。爸爸妈妈，我在这里。李穗穗就在这儿，你们现在看不见也摸不着她。你们身上有李穗穗生前的东西吗？有的，我有。这是穗穗1周岁的时候我给她买的，她一直带着。大师，你看这个行不行？可以的，我现在做法让李穗穗暂时上我的身，不过记住了，你们只有10分钟。苏乔咬破右手指腹，用血水在左手掌心画出一道引魂符。他又滴了一滴血落在李穗穗的长命锁上，默念咒语。李穗穗的鬼魂顿时就被一股强大的吸力直接吸进了苏乔体内。爸妈！李穗穗激动地扑上去，紧紧抱住母亲。穗穗，是我的穗穗，我命苦的女儿啊！到底是谁害了你？你告诉妈妈，妈妈活出这条命也会替你报仇的。李穗穗怕的就是这个。妈妈，我是自己不小心掉进湖里了，没有人害我。要是爸爸妈妈知道他生前遭的罪，他们后半辈子恐怕会活在自责和痛苦里。爸爸，我好不容易换来的机会，你要是再不理我，以后你买草莓小蛋糕也哄不好我了。李父浑身一颤，草莓小蛋糕是他跟小女儿的秘密。李父终于眼眶通红。穗穗，一辈子流血不流泪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穗穗，你疼不疼啊？被水淹死，那该多难受啊！他想想都觉得心如刀割。早就不疼了，爸妈，我要去投胎了。这辈子没给你们尽孝，对不起。爸爸，你少抽点烟。妈，你眼睛不好，晚上别干活了。他好想还有机会活着，他也是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他有好多的遗憾，却终究没办法圆满。苏乔的意识没有离开身体，他也对李穗穗的情绪彻底感同身受。原来人间离别苦，竟然是这么痛的。他没有被人爱过，连这疼痛也是很陌生。时间到了，就算再不舍，他也笑着跟父母告别。他走了，谢谢你啊，苏小姐。他不擅长安慰人，只是如实说，你们夫妻俩命里还有子嗣缘，以后日子也会越过越好的，别放弃。这日子还有什么奔头啊？苏乔信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但是对于父母来说，又有什么报应能抵得过失去女儿的痛苦呢？苏小姐，穗穗她的死不是意外，对不对？苏乔有些为难。伯父，穗穗她的心愿是希望你们好好过日子，不要再为她的事情纠结。我知道，伤害了我姑娘的那些人有报应吗？有，穗穗生前受的苦，他们会加倍偿还的。他们该！他最后冲苏乔鞠了一躬，转身走向李母。夫妻俩相互依偎着，站在那间破房子面前，成了一幅没有颜色的画。小仙女儿，她现在被送走了吗？苏乔还没有开口，忽然乌云遮日，阴风阵阵，有阴差来勾魂，你去车上等我。阴差，打扰了，大哥，我现在就滚。苏乔站在原地，透过天眼，他看见连通阳间和冥界的大门在面前凭空出现。黑无常径直朝着苏乔走来，散发着森森的阴气，对生灵的压迫感也是极重。苏乔，是我刚刚收了4个怨鬼，他们阳寿未尽，却被阴邪歹人换命害死。你超度了他们4个愿意用自己生前未尽的阳寿换1线阴德，赠你当报酬。苏乔也通过天眼看到这4个小鬼，他们只是去仇人那儿捣乱恐吓了一番，紧接着便不约而同地去见了自己的家人。家人才是真正让他们割舍不下的。有劳了，于是便收下了那线阴德。白光注入眉心，苏乔只觉得身体瞬间就清爽通透了。现在阴间的鬼差不够，业绩压力又大，再加上阳间灵气衰竭，想找个能横跨阴阳2界的好苗子，那可不容易啊。苏乔，你有没有兴趣兼职，在我手底下当个走无常？走无常就像是临时工，可以由能通灵的活人担任。勾100个魂都难积1线阴德，我比较懒，你还是去找别人吧。小丫头懂得还挺多的。小鬼，还不快赶过来，还等着我用钩子抓你不成？大师，谢谢您，有缘我们来世再见。苏乔也同李穗穗挥手作别，看着他跟在黑无常身后走进鬼门。黑无常回头看了一眼，小丫头长得还挺面熟，尤其是那双眼睛，看着还挺吓鬼的。1号公馆，沈修锦眉眼睨着狗笼子里瑟瑟发抖的林小云，仿佛在看一条死狗。阿姐，你这是干什么？我们母子俩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你背地里害老太太，咒我死的时候，没想过今天吗？林小云抖得更厉害了，她花了那么多钱，皇娘娘也保证过，绝对是万无一失的。我没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冷笑一声，目光落在旁边铁笼子里还在昏迷的沈檀许身上。沈修姐，小檀他是你弟弟呀。行，那就给我这个弟弟一点特殊照顾。唐嫣上前，那锋利的刀刃就跟切豆腐一样划开沈檀许的手臂。沈檀许在剧痛中惨叫着醒过来，妈，快救我啊！小檀，别怕，妈在这儿呢。给你3秒，记不起来，我丢你儿子去喂鱼。3、2。我说，我什么都说。我找一个玄门的法师，让他做法，想让老太太病死在医院。我还买通了3个农民工，利用女鬼附身去杀你。理由？想杀他的原因倒是简单，可老太太……沈修锦掀了一下眼皮子，眼底杀意汹涌。那个老太婆一直不喜欢我们家小檀，既然她那么偏心你，不如跟你一起死。沈修锦低头冷笑，下一秒冲上去揪住林小云的衣领，手里的刀尖猛地刺向他颈部动脉。沈先生，不要！他想都没想冲了上去，从后面死死抱住沈修锦。不要杀人，你不能再沾人命了，不要！他不知道沈修锦的手上到底有多少条人命，但是从目前来看，还没有生出业障。
可要是再亲手沾上人命，他随时短命折寿都是有可能的。他死事小，他的命多金贵啊！放手！不要！苏乔固执的不肯松开，沈修锦的面色突然就沉了下去。他猛地一脚将林小云踹出去几米，狠狠地让他撞在铁笼子上。苏乔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他自己就已经被沈修锦掐住了脖颈。苏乔，我给你脸了是不是？他一点都不挣扎。你手上沾了人命，死了会下地狱的，会遭受更大的痛苦折磨。我怕下地狱。他本来就是活在地狱里，还怕什么死后的报应？可是我怕。苏乔呼吸有些困难，他竟然还心疼他。沈先生，我只想你生前能够平安幸福，死后也能好好的入轮回。沈修锦的黑瞳突然一紧，如果我能早一点遇见你就好了，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不让你受一点苦的。哪怕明知道这些话不过是哄人的，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厚着脸皮又不要命的往他的世界里撞，一遍遍的跟他承诺着，逼着他去信他嘴里的如果。掐住脖颈的大手缓缓松开，沈修锦的气息猛然逼近，他将他狠狠地压在墙上，低头吻了下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见惯大场面的唐烨，这二爷的作风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狂野，不按套路来啊！柔软的唇瓣被暴力辗转摧残，沈修锦在发泄着某种汹涌的情绪，那种失控的不安感让他只想用暴力来宣泄。他是真想弄坏他，毁了他。只要他流露出一丁点害怕，一丁点抗拒，他就会清醒过来，清醒地意识到这世界上的人会恨他、怕他、利用他，唯独不会有人真的关心他、爱他。沈修锦在等他推开自己，但是那双小手却小心翼翼地穿过他的腰侧，从后面环抱住他的后背，柔软的手心紧贴他的背脊，轻轻抚摸着，仿佛是在哄他一般。沈修锦的身体突然绷紧，用力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开。沈先生，沈修锦避开他灼灼的目光，转身就走了。他带来的温暖也随之退去，比起刚才的温暖，这点疼痛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居然还有蠢货会喜欢沈修锦！他迈步走过去，蹲在林小云面前，在沈修锦面前的温柔无害的气质已经是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极强的压迫感。你想干什么？他用沾着指尖血的指尖在林小云眉心上按了一下，同时一缕神识钻进了林小云的体内。林小云只觉得浑身如过电一般颤了一下，然后便失去意识，昏迷了过去。滚出去！被赶出来的是唐烨。苏乔透过半场的门，看到地板上被摔成碎玻璃片的水杯，还有一盒胃药。那麻烦你送点养胃的进来。沈修锦就坐在沙发上，手上的玻璃酒杯折射出了清冷的灵光。萧望也在这儿，他就像罚站一样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沈哥，我错了，我不该把小仙女领过来。萧望的膝盖刚刚软下去，就被眼前这一幕重新吓梗了。你胃疼，别喝了。沈修锦也没有发火，就那么靠在沙发上，无波无澜地看着他。先把药吃了，不然胃会很难受的。他嘴上还残留着他刚刚施暴过的痕迹。他把他欺负成这样，他却在关心他的胃会不会很难受，命令沈修锦做事。这小仙女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那什么，小仙女儿，我沈哥不爱吃。那个药字还没有说出口，萧望就被当场打脸。沙发上的沈修锦突然轻身，缓缓低头，吞掉他手心里的白色药片。他分明在他面前低下了头，黑眸里的侵略性却更霸道浓烈，就像是猎人盯紧了猎物。苏乔被他的眼神看得心头突然一跳。你要是不高兴，我下次不说了。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现在就走。我会乖乖回到沈家老宅，你想要我做的，我都会做。苏乔轻轻吸了吸鼻子，语调软的溢出几分委屈。我离开沈家是为了替李碎碎完成遗愿，送他去见见他的父母。不关萧望的事，是我想再见你一面，才让他送我来的。我怕以后就没有机会看见你了。沈修锦握着酒瓶的手捏紧了几分。我房间床头的抽屉里有10几张护身符，是我专门替你画的。沈先生，那我回沈家老宅了。苏乔真的就转身走了，但是还没有走出2步，就被沈修锦一把攥住了手臂。他力道大的捏得他生疼。滚出去！萧望秒懂。好的哥，马上滚！男人死死地盯着他，极力控制着情绪被发颤的声音泄露。苏乔，你别他妈跟我玩真心这一套。这一刻，苏乔忽然看穿了沈修锦的脆弱。明明那么强势凶狠的一个男人，却害怕被人触碰到真心。他不怕人狠，
杀他、辱他、恨他都无所谓。他怕别人对他好，不求回报的对他好。苏乔沉默了几秒，温柔却坚定的伸手轻轻环抱住了他。沈修锦，要是能把心挖出来就好了，我就可以挖出来让你看看。对我来说，你跟我的命一样重要。这也算不得撒谎，他死了他就活不成，他自然跟他的命一样重要。苏乔能感受到沈修锦绷紧的身体在站立，但是他什么都没说。他刚刚的戏太过了，没有吧？没等他想明白，突然被沈修锦狠狠地勒进怀里，是恨不得将他揉碎的力道。沈修锦喉头发紧，苦得厉害，他想尝点甜的。沈修，他刚张开嘴，沈修锦低头就吻了上来。不同于刚才的暴力，这一次沈修锦吻得又急切又克制，苏乔只觉得唇上落下温热柔软的触感。他舌尖轻轻舔舐着他的伤口，血腥味犹在。苏乔，你的血是甜的。大哥，你显然是变态的。但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啊！苏乔抬起手，很自觉地搂住了沈修锦的腰，揩油揩得很明显。苏乔，你不占我便宜就不舒坦是不是？是你先亲我的。沈修锦被彻底逗乐了。行，他索性松开他，大大方方地敞开怀抱。来，我让你亲回来。真的？苏乔眼睛都亮了。小姑娘是真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啊，人直接往他身上扑。刚刚被他吻得水光潋滟的唇，眼看着就要凑上来。沈修锦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自制力，这么明目张胆、毫无技巧可言的主动，偏偏让他的身体起了反应。他伸手推开他的脑袋。哎，色女。不是啊，你他妈是不是玩不起啊？苏乔理了理裙子，转身就要走。去哪儿？回沈家老宅啊，定位器装在这里面，对不对？沈修锦看着他那张毫无怨言的脸，心情有些复杂。知道我的目的，你还乖乖上我的车。我说过，只要你开心，我做什么都可以啊。没有恨，也没有怨，哪怕他明知道他要送他去死。沈修锦的心底涌上一股无处宣泄的躁意。电话来得很及时。乖乖待着。说完，他直接出了门。哦，沈董，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呀？把人给我叫出来！哎呀，我说了，沈董找人呢，该去求警察帮忙，问我没用，还敢跟我演戏？你是不是以为你那个未婚妻逃了，我就拿你没办法？你可别忘了，我手上还有什么？沈修锦眼里的冰冷杀意一瞬即逝。沈董，是夫人的电话。你的宝贝小老婆和你的小儿子都回来了。被拆成了几块。赵芳华有些无语。别在这娘们唧唧的哭了，给你爸报个平安。爸，我挨了几刀，疼死我了。我妈她还昏迷不醒，你快回来看看吧。现在沈董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呢？沈长宗也不是傻子，摆明了人就是沈修锦送回去的。沈修锦，你有本事！小云啊，你受委屈了。我没事，不过你以后出门要小心一些，那些人好像是你的仇家。我虽然被他们蒙着眼睛，但我听得见他们说话，听口音是外地人，就是针对你来的。不是沈修锦。阿锦？这跟阿锦有什么关系啊？哦，对了，我们能够被救回来，还多亏了一批戴着鬼脸面具的黑衣人，是他们找到我和小谭的。那不就是鬼影组织是沈修锦的人吗？难不成这起绑架案真跟沈修锦没关系？长宗，我头好疼啊，我想休息了。好，你先躺着，我让厨房准备了一些炖品，等你醒了吃。等他一离开，李小云原本柔弱的神色收敛起来。他摸出手机，打开最新收到的一份视频。视频里正是他跪在地上向沈修锦坦白他对老太太下咒和引鬼杀人的事情。他要是敢告诉沈长宗他是被沈修锦绑架的，那这份视频很快就会发到沈长宗的手机上，甚至还会被公布到网上。沈长宗对他的宠爱就像是主人对宠物一样，要是他知道他想咒死自己的亲生母亲，恐怕他会先对自己下手。林小云原本是想替自己的儿子铺路，现在他反倒是被沈修锦捏住了把柄。沈修锦，你给我等着！黄娘娘，子母煞练好了吗？著名慈善企业家黄杰荣的独子黄尊彦近日突发恶疾，被送进医院治疗，目前情况不容乐观。有知情人士报警称，以黄尊彦为首的富二代小团体曾在高中霸凌虐待同班同学李穗穗等5人，导致5个花季少年惨死。
警方已经成立专案组介入调查。而今天进医院的也不止黄尊彦一个，黄尊彦高中时期的那个小团体里剩下的4个富二代也在今天全部都出事了，一个摔断腿，一个被吓得发了疯，一个出了车祸，还有一个在商场突然跪下大声忏悔，说自己不该用邪术换命害人。这段视频被发到了网上，瞬间在网络上引发激烈的讨论。4家都是有头有脸的家族，陷入这种丑闻自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联合起来开始挖背后举报的人。沈哥，黄家联合另外4家在查你。是吗？沈哥，嫂子以为是我报的警，特意发消息来谢我，我要不要跟她说实话呀？萧望噼里啪啦的这串话入了沈修锦耳朵，就2个字：你叫谁嫂子？这倒是给萧望整得不自信了。那个小仙女苏乔不是嫂子吗？沈修锦的脑海里闪过苏乔的那张脸，嘴角翘起一抹自己都没有发觉的弧度。她只是我手里的棋子而已。但是萧望根本就不信，他看见沈哥笑了，什么棋子，妻子还差不多吗？哼，口是心非的男人。小仙女果然是他未来的嫂子。然后他捧着手机屁颠颠的跟苏乔汇报：嫂子，不要信我，都是沈哥为你做的。点开信息，看见嫂子2个字，差点被点心给噎死。嫂子，我跟你说，沈哥刚刚提起你都在笑，稳了稳了，他心里有你。他脑补出沈修锦微笑的画面，怎么想都觉得瘆得慌。还没有等他回消息，一阵凉风刮了过来。苏乔察觉到了什么，脸色就沉了下来。今晚是血月夜。老天都在帮忙啊！血月自古来说都是至寒至阴之象，就是天地间灵气衰竭的时候。此时人间正气弱，邪气旺，怨气盛，戾气强。黄娘娘，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让沈修锦死在今天晚上。母子煞再加上血月，所有的 buff 都叠满了，自然是能练出最凶最狠的厉鬼煞的。放心，今晚就算玄门如今的掌门天机子来了，也未必保得住他。还有他身边那个叫苏乔的女人。黄娘娘浑浊的眼睛里就浮现出了恨意。黄娘娘就是孤命，没有子嗣源，而黄尊彦就是她唯一的侄子，对于黄娘娘来说，跟自己的骨肉是没有区别的。可没有想到，换命术一朝被破，整个黄家都遭到了反噬。黄尊彦更是在沈家老宅的停车场突发恶疾，人彻底废了。今晚他就送着贱人跟沈修锦一块上路。沉浸在复仇情绪中的黄娘娘压根没有发现，身后的林小云眼睛里慢慢起了雾。唐毅一边开车一边看着四周的路况，隐隐觉得有些诡异。没有风，他脸刷的一下子就白了。而更诡异的是，唐毅注意到了旁边熟悉的路标，这好像已经是他们经过第3次了。二爷，我们好像碰上鬼打墙了。早在唐毅察觉不对之前，他就先发觉了异样。手机在此时响了。沈先生，你是不是碰上鬼打墙了？你不要怕，按照我说的做。怎么做？你们现在应该在原地打转了3圈了，先继续往前开，让司机把速度提到最快。等我让你们转弯的时候，就迅速往右边打转方向，这样你们就能够冲出来了。苏乔在唐毅心里就是个神婆，她自然下意识的就想按照苏乔的吩咐去办。唐毅，停车。唐毅几乎没有犹豫，一脚刹车。沈先生，你在干什么呀？黄娘娘利用陈丽红和她肚子里的死胎养出了子母煞，今晚就要杀了你，你听我的才能保命的。沈修锦已经推门下车。沈先生，你干什么呀？快上车，按照我说的做，否则就来不及了。沈修锦已经绕到了车后，从车里抽出一支高尔夫球杆握在手里，嘴上却冒出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句：我没吃晚饭。沈先生，真的要来不及了，你赶快。我说我没吃晚饭。黑眸里杀意露骨。装个小姑娘都装不像，你怎么当鬼的？他手机里最后一条信息是苏乔发来的，在问他晚上有没有好好吃饭，啰嗦的不行。沈修锦，我本来想让你死得痛快点儿，看来是不行了。车头灯砰的一下子爆掉，阴森刺骨的黑暗彻底吞噬了一切。二爷小心！四周都是婴儿的啼哭，混杂着女人尖利刺耳的狂笑。唐毅只觉得自己耳膜都要被穿破了，同时一股阴风穿胸而过，他整个人直挺挺的倒了下去。沈修锦，我要把你撕成碎片！沈修锦半步都没有退。做人的时候是废物，当了鬼就觉得自己行了。同时手里的球杆猛地砸了过去。一根破球杆也想对付？女鬼和婴灵同时发出了惨叫。
伴随着鬼体受到重创，四周黑雾也散了不少。血月之下，女鬼露出惊悚的真容。不可能，也不可能伤到我！谁说的？我家沈先生想打哪只鬼就打哪只。难看死了。而他踩过的地方，阴气四散逃窜，结界就这么轻而易举被打破了。沈先生，沈修锦看着朝自己跑过来的小姑娘，心里的某个角落好像被软软的撞了一下。明明刚才女鬼装成苏乔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可他就是听着别扭。沈先生，你按时吃晚饭了吗？沈修锦淡不可见的勾了勾唇。嘿，真棒。那你刚刚打的爽不爽？要不要再来几下？一张可以打2下，你想打多少次都行。语气颇有古代的昏庸帝王、烽火戏诸侯、千金博弈笑那味儿了。小贱人，你以为几张符纸就能对付我？我要你们今天一块儿死在这儿！阴气凝结成了黑色浓雾，从四面八方涌向苏乔。苏乔将沈修锦护在身后。感动我的人，我看你们一个个是嫌死一次不够是吧？苏乔强大到只要站在那儿就是结界本身。陈烈红的2只眼睛赤红，黑雾变得更浓，化成了庞大的怪物，猛地俯冲向了苏乔。苏乔悠悠的冷笑，双手结印，噗！只见一阵狂风平地炸起，霎时一阵鬼哭狼嚎。还想跑？苏乔念咒，精准如雾的击中鬼体。鬼体被烈火吞噬。孩子，我的孩子！陈丽红在烈火之中义无反顾地扑向自己尚未成型的婴灵，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最后朝苏乔看来的那一眼里，竟然有几分感激。阴气散尽，天边那轮血月逐渐恢复成明。阴间的账算清了，那现在就该清算阳间的事儿了。怎么可能？我的子母煞！皇娘娘，怎么了？沈修锦到底死了没有？沈修锦旁边有高人保他，今晚我的命都差点搭进去。你赶紧走，最近不要再来找我。皇娘娘，你不能就这么撒手不管。沈修锦他要是不死，那我的钱岂不是都白花了？皇娘娘手脚麻利的毁了祭坛。沈二太太可别忘了，要是没我帮忙，你拿什么迷住沈家家主，在沈家立足？你要是还想继续受宠，最好就别得罪我。林小云脸色顿时就变了，皇娘娘也不想真的得罪这个大金主。太太放心，沈修锦他至多再能多活几日，我一定会替你摆平的。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他必须赶紧撤离。想去哪儿啊？月色下，林小云仍然是那张脸，但是她的眼神和神态都跟平时很不一样，气场竟压得她连连后退。皇娘娘察觉到了不对劲儿，瞬间她就感受到了存在于林小云体内的那股不属于她的灵力。去死吧！皇娘娘的另一只手高举起黄铜铃，猛地摇了起来。然而那股灵力却突然暴涨，顷刻间就破了她的术法。皇娘娘遭到反噬，跪在地上吐出口血，林小云也随之晕厥到底。我以为有多大能耐呢，区区一个摇铃婆，拜了邪神，学了几年邪术，就敢打着玄门的名号，在人间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真当天道管不了你。苏乔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清丽绝伦的脸暴露在月色下，竟然比月光还要冷冽3分。黄真如，你手上沾了多少人命，还记得清吗？你到底是什么人？苏乔抬起手，掌心往下一压，跪着听吧。云青山凌风观，玄虚道长是我师父。皇娘娘听都没有听过，看苏乔有这身本事，应该也是师承隐士高门。既然同样是玄门道友，那是我得罪在先，改世登门给小友赔罪。赔罪？苏乔笑了，指尖夹着一张五雷符。哼，身为玄门中人，滥杀无辜，助纣为虐，贪财徇私，我不用你赔罪，偿命就行。他话音落下的瞬间，指尖黄符无火自燃，天空中一道闪电撕开夜幕，雷声响彻天际。这是引天雷。黄真如惊恐的想逃。苏乔，我身为玄宗盟12使之一，就算是有罪，也该交到玄宗盟来处置。你胆敢厮杀同门，整个玄宗盟不会放过你的。这种心术不正的货色也能担当玄门要职，简直是可笑。那就让他们来吧。天空惊雷应声劈下。叶灵神大人护我！天雷劈中黄真如的天灵盖。黄真如崩溃惨叫，痛苦的满地打滚。看来你的叶灵神大人护不住你。他不会亲自动手杀黄真如的，
为了这种败类，两手沾血，那是脏了他的手。如今黄真如修为散尽，当初他用邪术做的恶，现在都会尽数反噬到他身上。黄真如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会生不如死。苏乔忽然感应到了什么，回过头便看到沈修锦的身影站在他身后几米开外。苏乔整理好情绪，冲他露出一个微笑。沈先生，是不是让你等太久了？沈修锦目光落在苏乔凑近的脸上，那双清亮的眸看向他时永远承载着笑意，可背过他的时候，他轻飘飘的一挥手就可能将操控恶鬼的人打废。正是这种反差让沈修锦觉得失控，在他面前的苏乔就好像只是为他一个人打造的完美的假象。是不是又胃疼啊？那我帮你按按。他的手又小又软，在危险地带四处点火，这小东西简直就是无知无畏。眸色微暗，哑声警告：别乱摸。他就乖乖地松开手，指尖上还残留着他身上传来的暖意。沈修锦没有错过他脸上一晃而过的失落，却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是自己语气太重了，跟做的玻璃娃娃似的，重一点都不行。沈修锦不耐烦地皱了一下眉，他放轻语气：我胃不疼。旁边的唐毅简直就是没眼看：二爷，林小云怎么处理？丢后边湖里去。不用动他，现在黄真如被我废了，林小云这些年跟他勾结做的恶都会反噬到自己身上的，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等着看他的报应就好。沈修锦没有搭腔，但是唐毅知道二爷这是听劝了。苏小姐说话真是越来越好使了。那苏小姐那个老妖婆怎么处理？我们守法公民当然得找警察叔叔啊。警方还能管这些怪力乱神啊？怪力乱神他们当然管不了，不过黄真如手上应该有不少命案。现在黄真如身上还携带巨款准备跑路，也算是人赃并获了。见沈修锦微微点头，他立刻联系了警方，然后他叫来了2个手下过来，把他丢回沈家老宅。车刚开到路口，几辆警车就迎面冲来，直接就封了路。身材颀长高大的男人逆着光直直地走了过来，风掀起男人宽大的衣摆，颇有一种走 T 台的气场，很是养眼。男人轮廓逐渐清晰，他貌似在哪儿见过这张脸。怎么，要不要下车看个够啊？从对方一下车，他的魂就被勾走了，还说什么眼里只有他呀？哼，女神。警方办案，麻烦下车配合。四目相对，男人眼底闪过一抹错愕欣喜的底色。小乔，怎么是你？沈修锦的身影现在暗处，嘴角微微抽了抽，无声的嫌弃：这是什么烂俗的昵称啊？这跟叫阿猫阿狗有区别吗？不重要的人过眼就忘，但是他对气息很敏感。屈身伤，5年前苏乔在云青山的时候见过他。曲身伤的身上有一股很纯净的灵犀，一靠近便觉得很舒服。我还以为你会忘记我。军队找到黄真如了，不过人差不多已经废了。曲身伤嘴角的笑意微敛，目光审视地看向苏乔以及车里的另一个男人，哪怕是静坐在角落里一言未发，曲身伤也能感受到男人身上不可忽视的强大气场。曲队，我们单独聊聊。苏乔推门想要下车，手腕却被身后的人捉住。你别露面啊，我认识屈身伤，他那个人不简单，被他盯上会比较麻烦。他凑得很近，原本有些不爽的心情就被香味冲淡了几分。5分钟，他的耐心也就到这儿了。你们真是警察？好嘛，一支队伍7个人里6个有阴阳眼，还有1个居然不是人。我的确是警察，不过隶属官方特殊部门下的领组，专门负责处理灵异事件。李慧慧他们5个人突然消失的案子，我一直在跟，他们的案子在网上发酵，我们顺藤摸瓜查到了黄娘娘，没想到刚找过来就碰见了你。李碎碎他们5个已经被我送去投胎了。那个黄娘娘原名黄真如，的确作恶多端，她也算是玄门中人，我废了她的修为，你们善后就行。5年前曲身伤就见识过苏乔的本事，对此也毫不意外。你又帮了我一次，这个黄娘娘背后还有玄宗盟撑腰，这些年我好几次想要抓她都被拦了。黄真如在外面作恶，俗世玄门最大的组织玄宗盟却在包庇她。玄宗盟内部势力复杂，这几年斗得很厉害，黄娘娘也属于其中一派，而且是骨干成员。不过你别担心，我会处理干净，不会让玄宗盟的人来找你麻烦。不必，他们有种就来，正好我手痒了，当清理门户了。小乔，你愿不愿意当我们领组的外聘人员？工资怎么算？帮一次结算1分福泽星光。成交。沈修锦冷眼看着苏乔，原来他不只是只会对他笑，对别的男人也能笑得那么灿烂。前排的唐毅只觉得自己后背一阵阵发冷，苏小姐快别笑了。苏乔聊妥了工作，心情愉快地回到车前，一拉车门发现锁死了。看你烦，坐前面去。哦，
反正沈修锦一向喜怒无常，他也懒得去猜他的心思。苏乔此刻心情还挺美的，毕竟福泽金光可是好东西啊。跟那个屈身伤故人重逢很开心啊。他刚刚邀请我当他们组的外聘人员呢，还给我开工资呢。我是少你钱花了。那不一样，钱怎么能跟福泽金光相提并论呢？沈修锦大半张脸陷在阴影里。很好，口口声声说爱他，爱到能为他去死，可扭头却告诉他另外一个男人不一样，真是好得很。苏乔就算再迟钝，也察觉到了沈修锦的心情不太好，但是他没有想明白，他不懂他心情不好的点在哪。他颇为同情的看了一眼旁边兢兢业业开车的唐毅，在沈修锦的手底下混饭吃，不容易啊。苏乔刚下车，回头正想等沈修锦，只见身后的黑色迈巴赫一刻不停地冲了过去。苏乔只能掏出手机给沈修锦打电话，刚响一声就被对方无情地掐断了。爱接不接？他也是有脾气的。苏小姐，你不是去找二爷吗？怎么自己回来了？苏乔正好不爽，边吃点心边跟阿满从头到脚吐槽了一遍。你找到工作了，然后二爷不开心了。哦，我知道了。苏小姐，你想啊，现在你忽然又找了一份新工作，那他身为老板的尊严就受到了挑战，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嘛？有道理。每个老板都希望自己身边的人只对他忠心，一个随时会跳槽的员工，没有老板会喜欢的嘛。所以我得让沈修锦看见我的忠诚。阿满很是欣慰。对啦。沈修锦盯着扔在旁边的手机，一路上毫无动静。他挂了一次，他就真的不敢打过来了。二爷，您是不是在等苏小姐的消息？要不我给苏小姐打一个。我等她消息，她算什么东西啊？是属下胡说八道。唐毅立马闭麦。沈修锦拿起手机打了过去。什么事？萧思衍的声音一如既往透着公事公办的冷静。屈身伤认识吗？萧家跟警方那边的渊源是很深的。萧思衍身为萧氏集团的接班人，更知道不少外人很难接触的机密。认识，特殊部门领组的负责人。你怎么会接触他呀？萧思衍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语气里多了2分玩味。哎，跟你身边那位小仙女有关系？她叫什么来着？苏乔。沈修锦懒得搭理。24小时内，我要屈身上的全部资料，条件你看。1号公馆。二爷，我真的不是内奸。钟叔艰难地发出声。别紧张，你在我身边几年了？6年，那就是我回沈家的第2年。所以你背叛我的时间赚多少？我没。钟叔被掐得两眼翻白，沈修锦的目光落在他肩上，被鞭子抽得皮开肉绽，露出里面的旧刀伤。这一刀是4年前钟叔替他挡的，那个时候他还太年轻，他的信任拿命就能换。沈修锦握着刀，锋利的刀尖一寸一寸地扎进了钟叔的旧伤口。钟叔在剧痛里脸色惨白。钟平，我只给你一次机会交代清楚，否则你撒谎说几个字，我就把你女儿切成几块。不要动灵儿。13个月前，沈强宗他派人潜入医院，给灵儿注射了一种能成瘾的毒品，非常昂贵，但可以止痛，短期缓解她的病症。我如果不帮她办事，灵儿就会疼死啊！那你就该给二爷下毒，还敢将二爷的行踪透露给沈强宗？你知不知道你女儿的？沈修锦的眼风冷冷扫过去，只有他能悄无声息地往车载熏箱里添东西，这里面装的也都是吸入式的慢性毒药。之前沈长宗之所以能找到1号公馆来要人，自然也是钟平泄露的消息。二爷怎么处理啊？报警就说有人下毒，你还是想保住钟平，让他在牢里至少活着啊？你今天话很多呀。钟平他那个女儿有再生性贫血障碍，血型又特殊，要不是您定期去给他输血，人早死了。他居然还背叛您。沈修锦忽然停下脚步，唐烨满脸不忿，但是也意识到自己实在是说的太多了。对不起啊，二爷。唐烨。沈修锦嗓音很淡。你有软肋吗？唐烨怔了一下，只觉得后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没有，我跟我哥2人的命都是您的，宁死绝不背叛。说着他直接跪下了，头顶却传来男人轻飘飘的低笑声。沈修锦回到思游园，已经是凌晨2点，客厅里还亮着一盏落地灯，这是苏乔搬进来以后家里养成的习惯。沈先生回来的晚，留一盏灯吧，有盏灯在夜里等着，人就不会迷路了。哼，在自己家里他还能迷路？人不来等着，这亮盏灯有什么用啊？花里胡哨的表面功夫倒是做得挺足的。他扯开领口的扣子，心里说不上来的烦躁。
沈修锦垂下眼，看着在他房门口缩成一团睡着的小东西，如墨一般的头发乱糟糟的遮住小半张脸，像是一只金贵又无赖的猫，又娇又软，不请自来的在他身边安了窝。夜风吹拂而入，被沈修锦挡得干干净净。他寂寞地凝视着，绷紧的神经不知为什么松弛。良久，沈修锦缓缓屈膝蹲下，打算将人叫醒，结果手刚刚伸出去，原本睡熟的小女人无意识地往他掌心里蹭了蹭，酥酥麻麻的痒意仿佛从沈修锦的掌心一路钻到了心里。手心里的人并没有睁眼，梦呓般喃喃道：沈修锦，我会对你忠心的，只对你一个，我保证。类似的话沈修锦听过太多了，一张张看似忠诚的脸，背过身去却能因为任何理由来背叛他，甚至杀了他。苏乔，我怎么信你？他的声音很轻，不知道是问自己还是问他。沈修锦弯身将苏乔一把抱起，走向他的房间。沈修锦，我们一起睡觉。可以啊，做梦都要将揩油进行到底啊。苏乔扔在床头的手机屏幕忽然亮了，一条短信钻了进来。沈修锦抬眼扫过去，就看见发信息的人备注曲身伤。苏乔的手机没有密码，他仿佛坦荡的毫无秘密。沈修锦点开曲身伤发来的信息，漆黑的眸底掀起一缕无声杀意。小乔，今天跟你在一起的男人是不是沈修锦？你怎么会跟他混在一起？沈修锦他可不是什么好人，你要是被他威胁了，一定要告诉我。在山上你保护我，现在下了山我来保护你。沈修锦的鼻腔里溢出一声冷笑，敲出几个字：你算什么东西啊？消息刚发出就变成了已读状态。你不是小乔，你是沈修锦对不对？为什么拿着小乔的手机？沈修锦盯着屏幕，神色幽冷。电话直接打过来的时候，他直接就切断了，顺手将号码拉黑。至于曲身伤发来的信息嘛，那自然是全部删掉。刚做完这些，苏乔就醒了。沈先生，我还以为你今晚不会回来了。沈修锦若无其事地将他的手机放回到床头。我要是没回来，你打算在我房间门口等夜啊？我有话想跟你说。苏乔从床上坐起来，沈修锦被他锁在怀里的那只胳膊随着他的动作，手背不经意擦过他胸前一处柔软地带。沈修锦当然意识到那是什么，呼吸微微一滞，后槽牙忍耐地咬紧，说不清是恼了还是什么。苏乔。而眼前的女人偏偏毫无察觉，那双眼睛干净无辜的要命，粉色的唇一张一合。沈先生，你今天是不是生我气了？因为屈身伤对不对？我可以解释的。沈修锦那高大的身影猝不及防地压下来，将他严严实实地拢在身下，四面都是沈修锦的气息，眼前是沈修锦英俊到自带压迫的脸，漆黑幽邃的眸子盯着他，仿佛下一秒就能把他吞进肚子里。苏乔没有出息地咽了下口水。沈先生，我只有你一个老板，对你是忠心的。他在说什么东西啊？沈修锦都懒得听，低头就吻了下去。他吻得特别狠，强势霸道，根本不给苏乔反抗的余地。唇齿交融，明明是最亲近暧昧的时刻，可沈修锦却仍然睁着眼睛，带着森冷和戒备，一刻都不敢松懈。在大脑意识到之前，他的手已经伸过去，却轻轻遮住沈修锦那双冷冽却孤独到极点的眼睛。沈修锦的身躯猛地一僵，眼前的黑暗放大了他内心的不安，戾气和杀意在瞬间疯长。他几乎下意识就要拔枪，一具温凉却柔软的身体贴上来，主动抱住了他，温柔又心疼的在安抚他。别怕，沈先生，别怕，这里只有我和你，不会有人伤害你的。从来没有人跟他说别怕，他听过很多声音。臭小子，你也想吃是不是？去跟那只野狗抢吧！哈哈哈哈。想活命啊，你就得替老子赢钱。去，上来打死他，今晚你就有饭吃。沈修锦，你等着，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放下戒备的那一刻，就是你死的时候。有一道温柔的声音在血腥的土壤里开出花，屏蔽了所有喧闹。沈先生，我保护你，别怕。沈修锦握住枪的手到底还是松开了，心里空得要命。他发狠一般抱紧怀里的人，想要填满什么。苏乔被他勒得生疼，忍住了。沈先生，叫我阿锦。他哑声说：阿锦，只要我在你身边一天，无论是人还是鬼，我都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沈修锦静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说，但抱着他的手臂却并没有放松。这些年你过得很辛苦吧？
流落在外的那14年，过得连狗都不如。但沈老太太不知道的是，沈修锦回到沈家的日子更加暗无天日。沈修锦抱紧他的手，终于放松了。我今天没杀人。这句话没头没尾，但是苏乔猜到了一点。做得好，阿锦，做得好。怎么会有人因为没杀人就被夸奖呢？苏乔，他语调低柔，仿佛在调情，却说着令人头皮发麻的话。别对我撒谎，也别背叛我，否则我不只会杀了你，还会一点点折磨你。好。他一口答应，神色虔诚而郑重，突然再度被沈修锦重重地压回床上。男人低头狠狠地吻了上来。苏乔一口气还没有喘上来，下意识想要把人推开，换口气再亲。等一下，沈修锦却误会了他的意思，只以为他要拒绝。如墨的眉眼掠过一丝冷意，再度吻下来，这回亲得更凶。亲亲对于苏乔来说简直就是快速充电，他也压根儿就不想反抗。但是下一秒，苏乔背脊猛地一僵，沈修锦的一只手从他睡衣下摆钻了进去。苏乔拼命地抽回手，隔着睡衣死死压住那只快速游走到胸前的大手。他的身体弓成一只被烤熟的虾，还在微微发颤。你冷静一点。点火的是他，逼他自己灭火的还是他。沈修锦几乎被气笑了，手指危险地压过被他亲肿的唇。你这么有恃无恐，是不是觉得每次我都会放过你？沈修锦耐心耗尽，薄唇游走在他的耳边，磁性低哑的声音盛满警告的意味。下次再敢勾引我，我就睡了你。砰的一声巨响，整个房间都在跟着颤抖。苏乔拉起被子遮住半张脸，整个人都还是懵的。他什么时候勾引他了？队长，你怎么还在查沈修锦？这是曲身商队伍里唯一的非人类成员，阳寿未尽，被曲身商留下来的女鬼雨熙。沈修锦是地城里绕不过的人，总有要打交道的时候，多了解一下。可你不是说过我们领组的人要离那些权贵远一些吗？你是为了今天跟沈修锦在一起的女人是吗？雨熙，苏乔他是玄门中人，而且远比你想象的更厉害。你毕竟不是人，以后见到他，你躲远一点。能有多厉害？他要是真那么强，刚刚就应该发现我不是人，然后把我收了才对。雨熙，曲身商的声音彻底冷了下来。知道了，徐队。曲身商翻了一会儿卷宗，又忍不住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进来。5年前我就说过我们有缘，一定会再见的。沈家老宅，你大晚上的跑哪儿去了？对上沈长宗阴冷审视的目光，林小云咬住下唇，满眼无辜和害怕。要是让沈长宗知道他背着他搞那些歪门邪术，对付的还是沈家人，那他10个脑袋都不够他杀的。老爷，我这几天一直心神不安呢，应该是我和小谭之前被绑架过留下的后遗症。我心里难受，睡不着，就去佛堂礼佛了，也祈求菩萨保佑我们沈家家宅平安。那你怎么会被人扔在家门口呀？这个我也不知道，对不起啊，老爷，是我太大意了，不该怕影响你们休息，就单独出门。张芳华在旁边冷眼看着，眼里满是厌恶，最烦装柔弱的绿茶了。哎，人没事就好，我会查清楚的。以后出门啊，一定要带好保镖。光带保镖怎么行？妹妹以后最好把你身边的那个小女佣阿翠也带上，免得她说漏嘴。老爷，夫人，林夫人今晚到底去了哪儿来？把你知道的如实说，否则沈家老宅里少一个佣人，跟少一个盆栽没什么区别。林小云脸上闪过明显的慌乱。老爷，我……闭嘴！林夫人今晚到底去哪儿了？你敢说半句假话，老子崩了你！沈长宗第一反应就是被绿了。老爷饶命！饶命！我说……他哆哆嗦嗦的将知道的一切全交代了。老爷，我……林小云张嘴想要解释，先是被沈长宗反手一巴掌扇倒在地。贱人，你敢背着我去跟人私会？老爷，你听我解释啊！是芳华姐，她故意陷害我的。你给老子戴绿帽子，还敢把脏水泼给芳华？老爷，我没有干对不起你的事儿，责我。把人送到警察厅去。为什么要送我去警察厅啊？我什么都没有做。沈长宗，我是小谭的妈妈，你不能这样对我。沈长宗脸上全部都是绝情冷血，儿子当然是他沈家的，有没有母亲又有什么关系啊？正好警局那边想要人，他干脆就扔出去，无论那几条人命跟他有没有关系，都跟沈家扯不上边儿。把林小云的黑料都发到网上去，记得将他跟沈家的关系摘干净。倚仗着男人来生存，等到色衰爱弛，没有了男人的宠爱，那不狗屁都不是吗？你就是个扫把星，再行别叫我爸爸，
你根本不是我的女儿，你就是个妖怪，非要害得我家破人亡的妖怪，你去死吧！雨水模糊了视线，但小姑娘那双淡漠的眼睛却清晰无比。苏乔，你就是个没有感情的妖怪，你去死吧！苏乔从梦中猛地惊醒，睁开眼睛，没有恐惧，没有悲伤。这些年，他时不时的就会梦见3岁时被苏父丢下山的场景。他恨他，好像又怕他。他是没有感情的妖怪吗？可感情又是什么？没有人教过他呀。苏小姐，我从花园给你摘了一束花，你闻闻看，这味道可香了。好香啊！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种味道，那我把它插起来。喜欢吗？气味就是气味，只要没有毒，就无所谓好坏，跟喜不喜欢有什么关系？阿玛，什么是喜欢呢？啊，喜欢就是喜欢啊，看见喜欢的东西就会心情好，看见喜欢的人也一样，就像苏小姐你喜欢我们家二爷一样啊。见苏乔表情有点怪怪的，阿满忍不住问：啊，怎么了，苏小姐？你不喜欢二爷吗？门外，沈修锦的步子微顿，修长的身影停在门后。不喜欢啊。苏乔毫不犹豫地回答，看似毫无变化的俊脸，一抹狠戾却悄然而生。这是骗到他头上了？不对，应该说不只是喜欢，我爱沈先生。他嘴角挑起一丝自己都没有发觉的弧度，不留痕迹地径自下了楼。他对沈修锦的气息极为敏感，早在开口之前，他就发现沈修锦就在门外。苏乔悄悄松了口气，这男人还真是神出鬼没的，差点他就露馅了。沈先生，早啊！他最近在网上刷到了不少女追男的小视频，苏乔学得有模有样，两手放在胸前，当场给沈修锦比了个心。你在哪学的这一套呀？手机里啊。沈修锦看着他，伸出手，苏乔默默地将手机给打开，交给沈修锦。沈修锦拿眼扫了一下屏幕，被那底下的黑底红字硕大的标题雷了一下，拿下高冷男的108种套路。首先，见到喜欢的人，可以先比心，搭配灿烂的笑容，释放你的甜美魅力。沈修锦额角青筋忍耐性的跳了2下，有种想要砸手机的冲动。沈先生，还有第2步呢，我也学了。沈修锦还没来得及叫停，他人已经凑到他跟前了。沈修锦的身形顿在原地，想看看他到底要搞什么把戏。下一秒，苏乔伸出手，微凉柔软的指尖从他唇上轻轻擦过，用最纯的表情跟他玩着最俗的套路。沈先生，你嘴巴上沾东西了。沈修锦那张俊美的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场面整个都冷掉了。看来这个套路对你没有用，那我再学点别的。我教你。却看见沈修锦从桌前的小蛋糕上取了一点奶油，抹在他的嘴唇上。他另一只手按住他的后颈，微微用力，将他的头压向自己，精准无误地捕捉到了他唇上的奶油。苏乔错愕地微微张开唇，给了对方可乘之机。眼前是男人幽邃的深眸，里面盛满恶劣的笑意，仿佛恶作剧得逞一般。以后少看那些没用的。他说完，起身顺手揉乱了苏乔的头发，人便抽身走了。目送着沈修锦的背影消失在眼底，不知为什么心跳就有点奇怪。小蛋糕就在眼前，他咬了一口送进嘴里，好甜啊！苏小姐，外面有个叫屈深商的男人，自称是您的朋友，说有要紧事儿需要您帮忙。是我朋友，宋功德来了。屈队，你怎么不直接给我打电话啊？屈深商闻言无奈的苦笑，正想解释，算了，车上说吧。他看了一眼身旁的苏乔，他穿着月白色的长衫，整个人就像是从古画里走出来的，又鲜又冷。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也穿的白色。5年前的苏乔就像山谷里一片忘了融化的雪，他一眼万年，恍惚间自己好像遇到了神仙。太久了，不记得了。你还真是一点没变。谁都进不了他那双淡漠如雾的眼睛，可沈修锦为什么是例外呢？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为什么会跟沈修锦住在一起？这跟我们今天要办的事情有关吗？曲身上眼里的落寞一闪而过。没关系，只是我有点好奇。好奇什么？你跟沈修锦的关系。苏乔考虑了2秒，回答：我要嫁给他。这轻飘飘的5个字砸得曲身上脑子空了片刻，差点追尾前面的轿车。苏乔没有留意他的失态，你这个车技还不如我呢。小乔，你喜欢沈修锦？苏乔有些无奈，也有些不耐烦，怎么人人都在说喜欢？喜欢怎么样？不喜欢又怎么样？他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烦躁，不想回答。哦，对了，你来找我帮什么忙啊？
曲深商自然发现了苏乔的逃避和不耐，他藏起神色里的黯然。是黄真如，灵祖，地下监牢。今天一早，我手底下的队员过来准备审他，却发现他已经死了，而且死状很蹊跷，是被强行抽走了魂魄和五感。苏乔透过天眼看得清清楚楚，黄真如不是被杀，她是被当作祭品收走了。曲深商跟着脸色一变，是魔神邪煞星，可邪煞星早在100年前就被玄门正道人士打得灰飞烟灭，怎么又会突然冒出来？要真是邪煞星再现人间，就麻烦了。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邪煞星。黄真如在玄宗盟不是地位不低吗？玄宗盟里应该有人知道一点内情，你可以去查查，也算是一个突破口。苏小姐说的倒轻松，玄宗盟那些人可不是那么好打交道的。羽西，曲深商低斥了一声，表情有些紧张。羽西，名字挺好听的。羽化归西倒是很写实。听说苏小姐是很厉害的玄术师，不知道能不能替我看看面相。看不出。苏乔直接拒绝了，披着别人的皮，他看个寂寞呀，不就是漂亮的草包吗？装什么大师啊？没关系，苏小姐年纪轻轻的，修为应该还不到境界，那我再等你几10年吧。也不用，不如我现在超度了你，等你投胎转世，5年之后我就能替你看相了。见苏乔做事要念往生咒，真的要送他走，羽西整个鬼都不好了。虚队救我，我不想去投胎转世。苏乔冷笑，半点面子都不给。求他没有用，得看我的心情。什么档次的鬼啊，信了他不躲着走，还敢跳出来找事儿。对不起苏小姐，是我得意忘形了，我错了。小乔，羽西他就是嘴巴快了些，没有坏心的，他是我私自留下的，我对他负责。苏乔看得出来，这女鬼阳寿未尽，又有功德傍身，再加上这小鬼认错态度还算诚恳，苏乔便也就罢手。苏乔跟曲深商一块儿去了一趟玄宗盟，然而两人不出所料吃了个闭门羹，门口还立着一块牌子，上面挂着曲深商的照片，底下有一行大字：此人与狗禁止入内。你刨人家祖坟了？当然没有，我只是查案需要，将玄宗盟几个长老的父母从棺材里请出来坐了一会儿，当我查完又埋进去。是那么请出来坐一会儿啊？以后凡事多从自己的身上找找问题，人家不待见你也是有原因的。眼看时间也不早了，曲深商就带着他在附近找了一间高档餐厅吃饭。苏乔低头看着菜单上那些花里胡哨的天价菜单，直皱眉，一抬头却看见门口走进来2个人。苏乔目光顿住了，走在前面的男人满身都是盖不住的金贵疏冷，不是沈修锦又是谁？而他的身旁还跟着一个女人，就像是橱窗里走出来的完美人偶，他眼里流光溢彩，直望着沈修锦，藏都藏不住的爱慕和甜蜜几乎溢了出来。2个人在经理殷勤的带领下直接去了2楼包间，从头到尾沈修锦都没有往他的方向多看一眼。他皱眉，有点心疼的温声劝他：沈修锦的花边新闻很多，乔乔，他不适合你，也不值得你喜欢，我手上有不少他的资料，你想看的话我可以。那你知道他旁边的女人是谁吗？他表情不太好，眉头微微皱着。刚才他一眼就看出沈修锦身边的女人不太对劲儿，只是距离太远了，只能透过天眼隐隐观察到他身上缠着一团黑气。曲深商只以为苏乔还痴心不死。那个女人叫叶真，是地城最大的医药世家叶家的独女，被誉为地城最后的贵族名媛，也是跟沈修锦传绯闻最多的人。我去趟洗手间，你先点菜。这个叫叶真的女人显然是撞邪了，沈修锦跟她在一块儿肯定是要被牵连。刚走到转角，一股熟悉的暖意瞬间袭来，还没等苏乔反应，先被男人伸来的大手抓住，整个人猝不及防的被拖进了旁边的空包厢里。苏乔被压在门上，面前是男人紧实宽阔的胸膛，随着隐忍的怒意微微起伏着。跟屈深商跑来这里幽会啊，他倒是对你挺大方。他话刚说完，身体猛地一僵，黑暗中女人伸出小手焦急的在他身上摸着。沈先生，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啊？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身上沾了不干净的东西，我怕她会连累到你。沈修锦的后槽牙微微咬紧。哼，我出事不是更好呀，正好方便你跟那位区队双宿双栖。是区队请我帮忙办案子，然后我们俩查到中午，他作为感谢就请我来这里吃饭嘛。他沉默地盯着他，眼眸极深。苏乔另一只手抚上沈修锦的眉心。你生气了？因为我跟屈深商一起吃饭吗？苏乔觉得他这辈子的耐心都用在沈修锦这儿了。你跟那个叶小姐不也一起吃饭吗？你们还开包间，我也没有生气啊。为什么不？苏乔，
你为什么不生气？这什么狗问题啊？他跟别人吃饭，他有什么好生气的？阿锦，你下里边吗？身后的房门突然被敲响，意识到门被反锁，外面的叶真顿了一下。几分钟之前，他就察觉到了沈修锦的心不在焉。叶真的心里隐隐不安，他追了出来。苏乔没有听到脚步声，就知道外面的人没有走。他猜到门外站着的人是谁。苏乔伸手去开锁，然而他刚把门拉开一条缝，砰的一声巨响。沈修锦突然伸手猛地按住门板。苏乔，我在问你话。苏乔有点心累，知道他不编出个令他满意的理由，这事儿是没完了。阿锦，你别吓着人家小姑娘了。沈修锦盯着苏乔，没等来自己想要的答案，黑沉的眸子变得愈发阴厉。但是看着他无辜又有几分无措的模样，当真像是被自己吓到了。他冷着脸，滚开！苏乔乖乖从门前挪开。看来那个叶真跟沈修锦关系果然不一般，他的话沈修锦还是能够听进去的。苏乔小姐是吧？好漂亮的小姑娘，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谢谢你救了奶奶，我本来想哪天抽空专门请你吃饭呢，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苏乔皱了一下眉，叶真满脸泛着装都盖不住的灰败之气，长得倒是挺不错的，但是第一次见面就这么沉不住气。看来苏小姐不太喜欢我。阿锦，我们先去吃饭吧，别耽误了苏小姐的约会。说完，叶真伸手就去拉沈修锦。沈修锦眼里的厉色一闪而过，但是他还没有动作呢，叶真那只手就先被苏乔给挡掉了，颇有一副少来沾边的正宫架势。沈修锦心里的那股怒火莫名就消失了一大半。叶小姐，你最近是不是身体会突然发冷，而且特别倒霉？叶真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是的，我可能有些水逆，最近的确是诸事不顺，身体也不太好。不过我父亲就是最有名望的医生之一，他亲自给我诊断过，我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那你父亲的诊断可能不太对。透过天眼，他看见缠着叶真的那团黑影趴在叶真的肩头，慢慢露出原本的形态，类似于人类婴儿，正源源不断地吸着叶真身上的气。那小鬼似乎察觉到了苏乔的不同寻常，猛地扭过头。苏乔在此时发现，这小鬼跟叶真之间还连着一根血红色的红线，亲缘线。叶小姐，你最近碰上的怪事，是因为你身上跟着一个小鬼，在吞噬你的精气，影响了你的运势。你今晚就会有血光之灾，险些丧命的那种。不尽快处理这只鬼，3天之内你必死无疑。叶真脸色骤变，苏小姐，初次见面你就咒我死，是不是太过分了？他说着，抬眼去看沈修锦，有些委屈。阿锦，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吧？他说你碰鬼了。他深深望着沈修锦，满眼都是受伤的神色。阿锦，我就知道你因为那件事还在生我的气，你不用找个小丫头故意来气我，我知道你的心里是有我的。夹在两人之间的苏乔不说话了。这剧情怎么越来越往狗血的方向发展了？眼下已经确定了叶真身边的小鬼只对付叶真，并且是不会伤到沈修锦的，他便不打算再多管闲事。楼下还有曲深商和大餐在等着自己，苏乔就打算悄无声息地撤了。叶小姐，你跟沈先生有什么误会，最好抓紧时间说开，毕竟你也活不了多久了。叶真差点被气吐血。苏小姐真是牙尖嘴利，哼，是我小看你了，我们来日方长。他咬牙切齿地说完，踩着细高跟转身就走了。苏乔满脸问号，这聊得好好的，怎么又生气了呀？苏乔怕女主被气走，沈修锦又要发疯。叶小姐，你吃了饭再走吧，你也没有几顿了。叶真差点在他喊的那嗓子里崴断脚，回头又恶狠狠地瞪了苏乔一眼。苏乔无辜地看向沈修锦，正想解释，脸忽然被沈修锦给掐住。沈修锦轻眯着黑眸，薄唇翘起一道赏心悦目的弧度。没看出来啊，心眼倒是挺小。过来，陪我吃饭。苏乔没有办法，掏出手机想给曲深商发个消息，让他自己先吃。他在联系人里翻了一圈，竟然没有找到曲深商的号码。苏乔正纳闷的时候，一串陌生的号码钻了进来。哪位啊？是我。那头却传来曲深商的声音。你换号码了？我换了张卡给你打的，之前那个号码被沈秀锦拉黑了。你拉黑了曲深商？有问题？满脸写着老子就是不讲道理，怎么样？苏乔有，但是他不说。齐队，你自己吃吧，不用管我了。我跟沈先生在楼上吃了，下次再请你吃点便宜的。还想有下次？好，你们吃吧，我正好有知道你的口味，还没点餐。挂了电话，他对曲身上的愧疚感直线上升。他心里琢磨着，就这么割了他，下次帮忙可以打8折。你跟曲深商怎么认识的？ 5年前认识的，他受了伤，
倒在我睡觉的福居洞门口，我顺手救了他。5年前你也就15岁。那个曲身伤比苏乔大9岁，对未成年感兴趣，倒是挺变态的。对啊，我们有5年没有见了，确实是个沉得住气的死变态。沈先生，你跟那个叶小姐有什么矛盾啊？怎么，连我的过去都打算过来啊？他发现这男人的理解力总是很惊人。OK， 他闭嘴吃饭。苏乔，你刚刚说叶真她被鬼缠身了？缠着她的是个小鬼，婴儿状态，在不断的吸食她的精气。那个小鬼跟叶真之间关系不简单，他缠着叶真也算是某种业力的反噬。天道轮回，讲求因果报应。苏乔并不打算管。沈先生，你想我救他吗？哼，他爱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很好，够绝情，够冷酷，不愧是他。在离开餐厅之前，苏乔去了一趟洗手间。他洗完手刚出来，却意外看见了曲身伤。曲队，不好意思啊，沈修锦那个人脾气有点怪，他看谁都不顺眼。你明明不喜欢沈修锦，为什么还要嫁给他？是不是他威胁你了？小乔，我可以保护你。苏乔的神色慢慢冷了下来。你管得太宽了。抱歉，我只是担心你碰上了什么麻烦。我们之间貌似你比较弱，如果对我来说都是麻烦的事，你更解决不了。曲身伤苦笑。你还真是一点没变。5年前他就是如此。他临走前问他想要什么，他可以报答他。你连命都需要我来救，拿什么报答我啊？这样的苏乔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留在沈修锦身旁呢？小乔，沈修锦那个人很危险，无论你因为什么留在他身边，一定要小心。苏乔头都没有回，抬起手随意地挥了2下。他不留在他的身边才危险。你刚刚见屈身伤了？原本恒温的车厢瞬间就气氛凝固。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碰上了。跟他聊了什么呀？就说了一点工作上的事儿，跟玄宗盟有关的。沈修锦看了他一眼，倒是没有再追问。仙人，我今日登门呀，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出什么事了？咱们几10年的交情，能帮忙的我当然义不容辞。但是丑话说在前头，我家阿锦现在有未婚妻了，跟你那孙女彻底没戏。我来呀，就是为了找阿锦那个未婚妻苏乔苏小姐，想请她去一趟医院，救救我家珍珍。老夫人糊涂了。叶真怎么了？怎么就跑到医院去了？哎呀，昨晚珍珍她不知道怎么了，突然疯疯癫癫的跳了楼，命倒是保住了。她醒来以后呀，一直叫说有鬼要杀她，打了2针镇定剂才让她安分下来。但她现在不肯吃药，说她马上就要死了。这老爷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这得送去精神病医院呢，找我家乔乔干什么？他别是觉得疯子杀人不犯法，自己得不到阿锦就想报复我家小乔吧？毕竟那个叶真当初追阿锦的时候发疯也不是1、2次了，老太太对他可没什么好感。他现在被绑在床上动弹不得，伤不了人。实话说吧，其实这1年多，珍珍她状态就一直不好，常常半夜突然尖叫，有时候大晚上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婴儿在家里爬，佣人都快被吓出毛病了。如今比我厉害的中医一个指头都数得过来，我亲自给他诊断也没发现病根。他爸呀就带着他去看了最好的西医，什么仪器都照了，愣是查不出毛病，所以我就怀疑。苏乔接过话，您怀疑他中邪了？是的，只要苏小姐愿意帮忙，酬金你尽管开。苏乔端详着叶老浑身富裕充沛的佛光，我可以帮忙，但我要的不是酬金，是您老身上的一线善缘。叶老听得糊涂。善缘？对，我是玄门中人，您是累世善人转世，身上自带佛光。你要是愿意给我一线善缘当做报酬，我可以帮忙化解叶真身上的孽力。好。负责给叶真检查的医生跌跌撞撞地摔出门。苏乔快步走进病房，叶真此时以一种极其扭曲怪异的姿势，手脚着地站在床上。他斜眼盯着苏乔，嘴里发出似哭似笑的怪叫，但是眼泪却从他眼角渗出来。苏乔看得很清楚，那个阴鬼就骑在叶真背上，操控折磨着他。珍珍！叶老一着急就要上前，却被苏乔抬手拦住。你以为你跟他血脉相连，又有因果孽力在，我就不敢动你吗？苏乔伸手上前，一股强大的灵气从他体内源源不断的涌出，趁着那张精致雪白的脸儿，恍如杀神降临。叶真被阴鬼缠身的时间太久，他一部分已经和叶真融为一体了，强行消灭阴鬼也会伤到叶真的。我要先进入叶真的灵台，替他驱除体内的邪气。好。叶老自然是满口答应。我进入他的灵台，就会看见他的记忆，可能会知道一些你们叶家的秘辛。没关系，苏小姐尽管按你的法子来。苏乔伸出手抓住叶真的骨头，
灵石如同潺潺流水一般渡入他的体内，打开了叶真的灵台。2分钟之后，叶真扑倒在床边，张大嘴吐出了一大滩黑水。缠着叶真，想杀死叶真，再夺舍他肉体的鬼不是别人，正是他同父异母的亲妹妹。你这个畜生！他扑上去狠狠扇了叶展红2巴掌。你居然想害死真真，那是你亲生女儿啊！叶老，在叶先生的心里，叶真只不过是他跟一个他不爱的女人生下的累赘罢了。叶真的亲生母亲叫秦嫣，叶展红追求秦嫣只不过是为了秦家的资产，他根本就不爱秦嫣。再加上结婚不久，秦家父母前后去世，叶展红的真面目就露了出来。他开始在婚内频繁的出轨，还带着不同女人回家。秦嫣不堪侮辱，最终下定决心离开这个恶魔。然而他却在路上遭遇车祸，横死街头。我看叶先生的面相，10年前他手里沾上了一条人命债。10年前正好是秦嫣离家出走的时候，这也就是说，秦嫣的那场车祸根本就不是意外，而是叶展红杀妻。我究竟生了个什么孽障？早知道你是这种畜生，你刚出生我就该掐死你！讨了多少命里不该有的富贵，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按理说，凡事应该落在叶展红的身上，他会患上不治之症，在今年痛苦的死去。可是为了自保，他强行调换了自己和叶真的八字，让亲生女儿替他顶灾。所以今年叶真必死无疑。畜生！你这个畜生，我今天就杀了你！叶老，你不能沾上血债。爷爷，您别脏了自己的手。真真，是爷爷没保护好你呀。爷爷，我只有您了，以后我们爷孙俩相依为命，好不好？叶老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有了活下去的动力。他紧紧握住叶真的手。好，苏小姐，谢谢你救了我家真真。你说要拿什么善缘当报酬？怎么给你啊？您放轻松，我来取就好。苏乔伸出手，用食指和中指从叶老眉心抽出了一缕善缘，放进自己体内。原本有些疲惫的身体瞬间就得到滋养。多谢。是我要谢谢你。二爷，能不能借一步说话？我有点事想跟你谈谈。等2人离开之后，苏乔眼里的温度褪去。今天要谢谢你了，苏小姐，多亏你救我。我不是想救你，我只是想得到你爷爷的报酬而已。你也根本不配我救。在入侵叶真的灵台时，苏乔看见了很多东西，比如10年前的那个夜晚，叶真站在2楼窗边，看着他母亲拖着行李箱趁夜色逃走，而他用一种冷静到可怕的姿态拍下照片发给叶展红。爸爸，妈妈要逃走，她好像还从你的书房里拿走了很多机密文件。如果说叶展红是自私贪婪的蠢货，你就是天生坏种，间接害死了你母亲秦嫣。是他先放弃我的，他不配当母亲，他该死。哼，你以为你母亲想扔下你一走了之啊？哪怕你母亲看出了你继承了你父亲的劣根，知道你傲慢愚蠢，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她也没有打算放弃你这个女儿。你母亲她原本打算先安顿好，再把你接走，改名换姓去国外读书的。是你为了讨好你父亲，从来不肯好好听他说话。他从你父亲书房里带走的也不是什么机密文件，而是你的照片。那是叶展红接受采访的时候，为了树立一个好父亲的形象，特意放在桌上的。而你母亲觉得这种作秀简直恶心透顶。你闭嘴！叶真大吼着，用力摔碎了手边的碗，发泄情绪。他怎么也不肯相信，他最恨的母亲居然一直爱他，在为他考虑，而母亲的死却是因为他的任性狠毒。除了你对你母亲做的那些事，还有你当初对沈修锦做过的所有事，我也一清二楚。我警告你，以后你要是再敢打沈修锦的主意，我就送你去下地狱。外面阳光正盛，照拂在他身上，一点温度都没有，但他看见了他的太阳。沈修锦的身影站在一片金光中，他美好的就像一幅画报。苏乔想冲他笑，却不受控制的想起他在叶真脑海里看见的那些过去，他和沈修锦的过去。12岁的沈修锦蹲在路边乞讨，臭要饭的脏死了，滚开呀！他一脚踢翻了他的碗。少年抬起阴鸷的眼睛死死盯着他，那眼神让他心里直发怵，也让他不爽。叶真睚眦必报，千金小姐掏出了一沓钞票。刚刚那边有个臭要饭的敢动我，你们帮我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沈修锦挨了一顿毒打，断了2根骨头，护住了自己的眼睛。行，留着他吧，越贱的骨头命越硬。沈修锦不知道他这些年地狱般的日子是一个12岁的千金小姐用一沓零花钱和轻飘飘的几句话促成的。
叶真也渐渐知道了沈修锦的厉害，开始讨好沈修锦，就像舔狗一样，用各种方式去接近他。他试着用这把刀，可没想到他比他想象的更疯更恐怖。他更害怕沈修锦知道当年的真相，他千方百计想找到当年那些混混，可是一个都没有。叶真提心吊胆的过了大半年，而沈修锦的势力却越来越大，叶真也就更想得到这个男人了。回忆终止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缕善缘的缘故，苏乔总觉得自己的心好像有了一丝不该有的温度，煎出了3分苦涩。沈修锦，你别喜欢叶真，你喜欢我吧。他还没来得及有动作，突然被一股囚禁的力道拦腰搂进怀里。男人身上温暖熟悉的气息铺天盖地，吞噬了他的每个器官。果断伸出小手，紧紧搂住沈修锦窄瘦的腰。苏乔踮起脚尖往他耳边凑，沈修锦，他的气息轻轻拂过他颈后那层敏感的皮肤，激起过电般的酥麻。沈修锦的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苏乔脸轻轻贴在他的胸口上。沈修锦，你心跳得好快啊，生病了吗？柔软的小手从他腰上松开，甚至担心的往他胸前摸去。沈修锦搂在他腰上的大手狠狠掐紧。苏乔被捏疼了，轻呼一声，又娇又软。沈修锦脑海里绷紧的那根弦就这样被压断了，他呼吸重了几分。苏乔，是你先招惹我的。是。他刚张开嘴，沈修锦猝然吻就下来了。我原本害怕我对你是见色起意，但是现在我好像能够分清楚了。沈修锦呼吸微滞，紧紧盯着他。沈修锦，我好像不是好色，是真的喜欢你。男人如同黑曜石般的深眸死死盯着他，他捏着他肩膀的手用力到他都疼。苏乔，沈修锦齿关在打颤，下颌绷紧，一字一字像是揉碎了从心口中扯出来。你他妈别拿这种话哄我。被背叛太多次，他还是怕。苏乔心里难受的厉害，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他这些年有多苦。沈修锦，你放心喜欢我吧，我苏乔只要活1天就保护你1日，绝不辜负。这个世间对他太坏了，一颗糖都不舍得给他，他要给他全部的糖果。沈修锦将人拥入怀中，哑声应他。好。他这腐烂到底、烂进泥潭的生命里，竟然还能开出一朵玫瑰。他什么都愿意给他，什么都可以答应他。苏乔伸手搂住沈修锦的腰，脸埋进他怀里。你刚长出七情，我也是头一次爱人，这辈子也只打算爱一个人。我会学着用你喜欢的方式去爱你，给我点时间。男人幽邃的眼睛里盛满罕见的温柔。苏乔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从他记事起，他就知道自己是被抛弃憎恶的存在。如今他凝视着沈修锦的眼睛，在他眼里看到了从未见过的自己，一个被人全心全意爱着珍视的苏乔。阿锦，苏乔记得他说过他喜欢他这样叫他。以后我来爱你，我来保护你。沈修锦将人拥入怀中。苏乔，等奶奶回来，我们选个日子结婚。好。So what if I feel too much? So what if I say too much?沈修锦回到书房，顺手拨通了江寒洲的电话。沈总，有什么吩咐？给我你一份婚前协议。他原本以为沈修锦对苏乔爱而不得，现在看来还是伤人本质啊。江寒洲见怪不怪。好的，沈总，婚前协议我待会儿就拟出来，保护您的婚前财产。不，把我名下的资产列出来，跟苏乔共享。日后离婚，
无论什么原因，我净身出户。沈总，您认真的吗？我跟苏乔虽然不会离婚，但物质上该给她的安全感，我一分都不会少。车子一路赶往古堡，越近，苏乔只觉得心脏变得越奇怪，居然觉得有些紧张。他是真的要跟沈修锦结婚了。他听见失控的心跳声一下一下，越跳越乱。沈先生，你紧张啊？沈修锦嘴硬，没有。下一秒，苏乔的脸就贴上了他的心口。沈先生，你心跳的好快啊！别怕，第一次嘛，都是这样的。我也紧张的。沈修锦几乎被气笑了。你还想结几次啊？只要是跟你，几次都行啊。他撩他的确是天赋异禀，他几乎什么都不必做，只要这么看着他，这对于沈修锦来说就是一种诱惑，真的太可爱了。他想亲他，手机铃声却在此时不合时宜的响起来。你人在哪儿？我的宝贝孙媳妇儿呢？你今天不把我家小仙女带过来，我就死给你看。5分钟就到。唉，以后您能不能别搞这种惊喜啊？臭小子，便宜都占光了，还不想认账吗？万一你没做好错事，我们家小仙女难道要等到大着肚子再嫁给你？这每一句说的都是人话，怎么拼在一起，这沈修锦就听不懂了呢？沈先生，你什么时候把我的便宜都占光了？你没做错事啊。哎呀，小仙女，你在这皮一下很开心。男人嗓音低磁，危险的好听。苏乔那叫一个冤呢。他有限的两性知识储备是真的没有理解不做错事具体是指什么了。是。他刚想开口解释，沈秀锦突然就稳了下来。So what if I feel too much? So what if I stay too much? 沈秀锦把苏乔拉进一间空房，还没有开灯呢，苏乔就被压在了门上。我把你便宜都占光了。他含住他柔软的唇，声线哑得令人心尖都颤栗。还没做错事。薄唇从他柔软的唇一路贴着冰凉细嫩的肌肤下滑。这些你说的？他每问一句就惩罚性的咬他一下。阿姐，痒。操！沈秀锦被他这一声勾得眼尾都热了，他用尽了自制力，才忍住没有当场撕烂他身上那件华贵精美却碍事儿的婚纱，直接办了他。沈秀锦，你好烫啊！沈秀锦捉住他还在点火却不自知的手。别找我，不然今天婚礼的步骤可以跳过了。眼下这婚礼马上就要开始，苏倩跟阿玛一块儿替苏乔换上了他捧着的那套绣荷婚服。哎呦，我的宝贝仙女孙媳妇儿来了！沈秀锦心口微微发紧，他抬眼看过去，四周的惊呼和喧嚣声都被冲淡失色。他眼里唯一清晰的是红毯尽头的那个人，红底金线的绣荷，他站在那儿，冲他温柔明媚的笑。那是破开他心口长出的那朵玫瑰，正鲜活真实的朝他走来。沈秀锦不知为什么眼眶生涩，是某种难以言喻的疼痛。原来最接近幸福的时候，人是会疼的。他有些讶异，伸出手来，冰凉的去触碰他的脸。阿姐，你怎么哭了？你不开心吗？沈秀锦将人用力的拥入怀中，就像是抓住最美的梦，他整个人都遏制不住的站立。沈秀锦闭了闭眼睛，贴近苏乔的耳边，用低哑发颤的嗓音告诉他：我很开心，沈太太。苏乔露出灿烂的笑容。阿姐，以后我来保护你了。沈秀锦轻笑，低声应他。好，这条命交给你。沈老太太在旁边瞧着，直抹眼泪。婆婆，你见过这样的阿锦吗？谁见过这么温柔的沈秀锦？那个活阎王杀神一般的人物，他满身戾气，竟也会这样笑，满心满眼都是温柔。玄虚子身为苏乔的师傅，此刻他哭得更凶，不服气的反驳：我的乔儿啊，这样的乔儿我也没见过呀！操，老温，你看见没？磕死我了！你他妈拍你自己的！气氛上来了，香望上头了，站起来嗷了一嗓子：亲一个，亲一个！
这一嗓子吼出来，全场都安静了。起哄的沈修锦这是活腻歪了吧？你丫的想把二哥的婚礼当你自己葬啊！坐下坐下。沈修锦从来不受这种调笑，然而此刻他凝视着眼前人。介意吗？没等他开口，下一秒苏乔就捧住他的脸，踮起脚尖，在众人瞩目下吻了上去。沈修锦只顿了半秒，反客为主，加深了这个吻，缠绵而温柔，赤诚的爱意汹涌袒露人前。从今往后，他沈修锦的软肋和铠甲便都有了。没有开灯的房间里，只有月光泻进来，沈修锦的目光仿佛有温度，炽热的烫进他眼底。怎么了？是不是胃不舒服啊？苏乔有些担心。不能喝就别喝啊，谁让你来这不拒的？萧望跟温庭轩他们明知道你胃不好，还敢一杯接一杯的来找你喝。沈修锦安静的听着，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但是他觉得这样的念叨很好。他没有听过，想要多听一些，想听一辈子。只是今晚他还想做点别的。沈太太，我能吻你吗？他凑过去，蜻蜓点水一般吻了一下沈修锦的唇，男人滚烫的唇舌就先追上来。等苏乔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被沈修锦拦腰抱起，放在了床上。昏黄温柔的光线下，男人漆黑幽邃的眼被镀上了一层虔诚的光，但他动作跟虔诚没有关系。苏乔被他掌心的温度烫得抖了一下，他的气息有点不稳，哑声问他：可以继续吗？苏乔这辈子都没这么紧张过。我不知道。沈修锦被他这副模样逗笑了，他拉下他的手，在唇边轻轻吻了吻，整个人温柔的不成样子。那听我的。沈修锦忽然弯身下去，他在他身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如同信徒在亵渎他的神明。苏乔伸手搂住他的脖子，脸埋进他颈侧。沈修锦轻轻咬了一下他的耳骨，感受着怀里人敏感的微微颤栗。他拧着眉，娇气的轻哼一声。沈修锦手上力道失控的重了几分，暧昧拉满的氛围，房间内的空气都随之焦灼潮热起来。It's just me, you, and the moonlight. Your name's still shining in my mind. Wrapped in shadows, thoughts of you still dancing in the midnight blue. No sound, just heartbeat and a sigh. 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喜爱。祝最可爱的你天天开心，马上暴富。我们下个故事见。